我是个大冤种，当初人人都羡慕我娶了个漂亮女知青，不久便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媳妇长得漂亮又不嫌弃我是农村的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精明算计的媳妇在找接盘侠，给肚子里的种找个便宜点。而当初为了凑彩礼，周家掏空家底，害得母亲无钱治病，在痛苦中离世，也害得青梅竹马的李无奈嫁给了村里的家暴男，人生从此堕入黑暗。回想着这一切，急火攻心的我吐了一口积攒了999年的老血，当场归西。春明，还是你小子有福气，居然让许知青相中了。说是非你不嫁，人姑娘多漂亮啊，那个头那身段真是没得挑，就算放在省城里也没有几个比得上她，而且人还是高干子弟，这是妥妥的下嫁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一个妇人唾沫星子横飞，兴奋地说着。此时周春明呆呆地看着对方，感觉脑瓜子疼得要裂开。我这是重生了吗？重生到了1980年媒婆上门谈彩礼价钱的这天。春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哪有你这样待客的？赶紧请婶子屋里坐。母亲王秀琴埋怨道。这道声音把周春明的思绪拉回现实，王秀琴则是打了3个鸡蛋，又搁了点红糖，做成了糖水蛋，这在村里是最高的待客礼。许知青通情达理，知道你家困难，所以也不为难你们，他也不要3转一响，也不要32条腿，你家凑个300块彩礼钱就行了。300块。母亲王秀琴的脸色有些难看。春明他娘，别光顾着皱眉啊，我给你们算一笔账嘛。如今娶媳妇可不便宜，光是3转一响就得500来块，还得要票，另外请木匠打家具也得花钱，桌椅床柜什么的也得接近200，两边加起来拢共就得700块钱上下。再说了，300块对于你家来讲是多了一点，可也就是许知青他爸几个月的工资收入。咱们周边几个县最近这2年的彩礼钱行情就是100到300之间，你们要是不肯下本钱，也别想指望鸡窝飞进来金凤凰。春明，你怎么说？赶紧表个态。周春明略微沉吟。前世我们一家就是被这许知青给祸害的，这一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这贱人得逞。看到周春明不吭声，张二婶又抛出重磅炸弹。来的时候许知青悄悄跟我说，到时会让他爸妈帮忙在城里给春明你找份正式工作，让你端上铁饭碗。你想啊，每月按时领工资，这彩礼钱不就赚回来了吗？听到这个，本来还有些犹豫的王秀琴眼前一亮。他二婶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300块就300块，我们会想办法凑的。许知青肯嫁过来，那是咱家的福气，我这个当妈的也脸上有光。闻言，周春明心中冷笑，这许白露年纪不大，却玩得一手好套路，一定要设法拖2-3个月，等许白露肚子大了，显怀了再退婚，给她来个身败名裂。送走了张二婶，王秀琴把全家人都召集起来商议，一家子聚在屋里，脸色又喜又愁。詹奎，你是当家的，你说几句话。听到媳妇的话，周占奎深吸了2口烟，叹息道：还能咋办？喜事肯定是要办的，大家先想办法凑一凑，不够的话再去找亲戚朋友借。我前阵子卖了鸡蛋，得了7块钱，再加上平时砍柴到县城卖赚的15块，总共有22块。说着，王秀琴看向老大周春光。春光，你手头上有多少？帮一下你4弟。我攒了差不多130块钱，原先打算娶媳妇用的。既然老四这边急用钱，那我就先拿出来，等到老四挣了钱再还。实在没有的话，也就算了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心里一阵感动。三姐周春香开口了：“我有20块私房钱，都给老四凑彩礼钱吧。”王秀琴点了点头，盘算了一下，还差100多，我去找一下你奶奶和二姑，看看能不能借点。你小叔在市里钢铁厂上班，说是挣的钱都给你奶奶拿着，应该是攒了不少。他的话音未落，一个中年妇人已经搀扶着老太太走了进来，正是二姑和奶奶黄朝英。这老太太是周春明爷爷后来娶的。黄朝英看了看屋里，扯着嗓子嚷嚷道：“甭打这主意，老太婆我没钱，哪家没有本难念的经？难道学风就不要娶媳妇？不怕告诉你们，有人给学风介绍了对象，那姑娘是厂领导的女儿，要的彩礼可不少。要是结婚的话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”闻言，周占奎夫妇脸色很尴尬，顿了顿。黄朝英继续说道：“学芬家里也没钱，一个儿子念大学，一个念大专，小闺女读高中还在住校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。你们也有脸向他借钱？”二姑周学芬点头如捣蒜：“可不是嘛，我还想找谁借点？嫂子你也体谅一下，妹妹我是真的穷啊。”周春明不动声色，他知道会这样。这老太太向来偏心，总是针对他们这一家子，毕竟不是亲生的。此时的周春明淡淡的说道：“爸妈、大哥、三姐，彩礼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，我自己可以挣。另外，家里的条件太差了，也就2间土坯房，堂屋都是跟二姑共用的。我打算买块宅基地，给家里盖2层新房，家具什么的也要添置一些。城里家庭有什么，我们家也不能少。”这一番话把屋里的人都给惊到了。
但是看周春明自信从容的模样，又不像是在说胡话。臭小子，钱是这么好挣的吗？你以为个个都是你小叔，在钢厂成了技术骨干，受到领导赏识，每个月挣40多块钱？对呀，不当家不知油盐贵，你说的这些至少得花几千块，所以钱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？周春明依旧表情平静，你们等着瞧就行了。续接上集，重生后的我打算买块宅基地，给家里盖2层新房。此话一出，却遭到奶奶和二姑的无情嘲讽。臭小子，钱是这么好挣的吗？你以为个个都是你小叔，在钢厂成了技术骨干，受到领导赏识，每个月挣40多块钱？对呀，不当家不知油盐贵，你说的这些至少得花几千块，所以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周春明依旧表情平静，你们等着瞧就行了。目送婆婆和小姑子离开，王秀琴说道：老四，你这孩子从小就是倔脾气，不过你也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彩礼钱你要是真能挣得到，妈可以都依你，不过咱可千万不能干犯法的事情，投机倒把可是要被逮住的。放心吧妈，没那么严重，我挣的每一分钱保证都是干干净净的。三姐周春香担忧道：春明，你对象许知青那边彩礼钱也不能拖太久吧，万一人家不高兴了，悔婚可怎么办？我估计人最多也就给你10天时间。此时的大哥从兜里摸出一沓钱，四弟，你先拿着，亲兄弟还客气什么？大哥，这是你娶媳妇的钱，我不能拿，我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拖累家里。周春明环顾四周，看到一贫如洗的家。这样吧，我先表个态，3天之内挣够彩礼钱，爸妈你们请放心，我不但要娶个好媳妇，还会让家里过上好日子。话音刚落，周春明转头走出屋外。此时老五周春亮快步追了出来。四哥，你打算怎么挣钱？让我来帮你。行吧，老五你先帮我去村子西头找刘木匠借把锯子，再找一根碗口粗的竹子，哥有用处。周春亮也没问缘由，很听话的拔腿就走。三姐周春香也走出来，拿了5块钱硬往周春明兜里塞。周春明实在拗不过。三姐，这5块钱算是我跟你借的，明天就还给你。自己人不讲这个，你先拿着吧，哪怕你打算做生意，也得有本钱不是？周春明应了一声，走向了供销社。从供销社出来，周春明买了虎头牌电池，又买了几颗小灯珠，还有一把新的手电筒。等他回到家里，老五已经把东西凑齐，在家里等着。刚到家的周春明二话不说，速度飞快地做了6只竹筒，还在竹筒上边留出几个通气口。老五在旁边看着，像是明白了什么。哥，你是想抓蝎子挣钱吗？这个好，村里代销店就收购，前几年是5块钱一斤，现在涨价到了8块钱。周春明笑了笑，你小子还挺聪明，不过咱们不卖给代销店，也不卖给镇上的中药铺。老五听得一脸蒙圈，不晓得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吃过了晚饭，周春明又来到二姑家。这个时候，小脚老太太正在二姑家吃饭，桌上有炒红薯苗，有芙蓉蛋，还有一碟香喷喷的小炒肉。见到周春明进来，老太太明显有些心虚，连忙抓起那碟小炒肉，藏到了桌子底下。周春明也只当作没看到。春明，你来干嘛？下午不是说清楚了吗？姑可没钱借给你。二姑，瞧你说的，我来不是为了这件事。大表哥之前说送给我一本塑料壳日记本，我过来拿呢。周学芬一听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哟，你还学会写日记？那行，我跟你去拿。等二姑拿来一沓老旧的笔记本，周春明拿了一本半新旧的紫色塑料壳日记本。回到家的周春明就把日记本的外壳给剥掉，把手电筒玻璃镜片拧下来，将裁剪好的紫色书皮换上。手电筒灯光一亮，照在墙上是一蓬悠悠的紫光。这就妥了。老五，带上东西咱们走。月光下，两兄弟背着竹筒，手里各拿着一把手电筒和竹镊子，朝着村外走去。走到山脚无人处，周春明打开手电筒，随意往路旁的草丛照去。顿时紫光照射之下，看到了一只带着荧光的蝎子。周春明凑上前去，趁着蝎子发愣的瞬间，用竹镊子夹住，装进了打开的竹筒里。老五周春亮恍然，旋即兴奋道：天啊，这样也可以，哥你可真聪明。周春明微微一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。实际上用紫光灯抓蝎子，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。蝎子身上有类似指甲的物质，被紫光一照就反射荧光，根本不用费劲的寻找。可以说灯光一照过去，它们便无所遁形。而且80年代的蝎子满山都是，比蚂蚁还多。趁着夜色，两兄弟忙碌起来，忙活到了半夜，两兄弟才回到家里。周春明找来木杆秤了一下，也不由得有些惊讶。老五，你抓到了4斤8两，我抓到了6斤。周春亮兴奋地蹦了起来，发财了！有这样的收获，也出乎了周春明的预料。随后周春明让弟弟先去睡觉，周春明则是拿着竹篾编成的笼子去河沟里下地笼，在水塘边挖了些大蚯蚓做肉饵，然后他寻了一个水草茂盛、有淤泥的地方，把地笼安放好。忙完了这件事，周春明才回去歇着。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，他就爬了起来，
赶往知青点，还没靠近，狗就狂吠起来。冯知青在吗？冯迎宾，哎，来了。很快走出一个戴着眼镜、头发蓬乱的年轻人。春明，你小子咋来了？你对象不住这儿，要不我领你过去。周春明嘿嘿一笑，我不找许白鹿，我找你借自行车。放心，不白借，借3天，每天给你5毛钱。见外了不是？咱俩是哥们，我哪能管你要钱？说着话的同时，他把自行车给推了出来，是辆破破烂烂的28大杠。周春明告别了冯迎宾，就把那几个竹筒带上，往30多里外的县城赶去。因为现在都是黄泥路，不太平坦，所以花了差不多2小时才抵达。周春明一路打听情况，来到了一家药酒厂门口，门卫警惕性很高，站起来喝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周春明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同志，我找你们采购科的李金莲，是他让我来的。”听到这话，门卫犹豫了一下：“往左滚，那棵枇杷树下有一排办公室，李科长在第3间。”你敢相信，眼前的老飞棍为了喝酒，居然要把孙女卖给村里的老光棍当媳妇？按照门卫的指引，周春明来到了采购科。小伙子，你找谁？李叔叔，我是您儿子李章平的同学，我叫周春明，是合基公社东寮村的。是张平的同学啊，我听他说过你，以前你俩还是高中同桌。你这手里提的是什么？李叔叔，我听说你们准备生产全蝎酒，正在收蝎子，所以就带了点过来。是有这么回事。全蝎酒可是好东西，可以治风湿，可以通络筋骨，还可以解毒散结，有一定的市场。厂领导经过开会决定，先生产一批看看效果，如果销路好的话，再扩大生产。说着，他离开座椅，拿来一个塑料大盆，周春明将带来的蝎子都倒了进去。李金莲在旁边仔细的看了看。你是张平的同学，叔叔我也不瞒你，头一批的蝎子原料，厂领导只是先收个1000把斤，仓促之间也收不到那么多，现在也没有专门的补蝎队，所以厂里决定提高收购价，比药材站的收购价上浮5成。周春明一听就知道这回没白来。这则消息是前世的时候听同桌间好友李章平无意中说过，当时没往心里去，既然重活了一回，肯定得好好利用，第一桶金就指望他了。从红星药酒厂出来，周春明手里拿着127块钱，心里别提多美了。看看天色尚早，他就直奔百货商店，买了50斤大米、20斤豆油和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就骑着车往家赶。到了家以后，已经是下午1点钟。王秀琴看到这么多好东西，人都快吓傻了。春明，你上哪弄的这些？昨晚跟老五抓了些蝎子，卖到县城里，顺带买回了这些。周春明又拿出50块钱，让母亲收着。王秀琴笑的那是合不拢嘴，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儿子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。此时的王秀琴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春明，赶紧割2斤肉给你对象送去，免得被人家说闲话。周春明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另外有东西送给他。此时的老五周春亮听到动静，从屋里急匆匆地冲了出来。哥，那些卖了多少？每斤12块钱，卖了100多。不过你先别跟任何人讲。我滴个乖乖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还没等两人高兴，小妹周春妮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。哥，快去小兰姐家，出事了，有人去她家提亲。闻言，周春明脸色一凝。前世的时候，周春明被许白鹿忽悠，跟这个城里村长结了婚。李兰深受刺激，再加上家里实在困难，被村里一个老光棍截胡。李兰嫁过去之后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男人天天酗酒，而且每天家暴。既然重活一世，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重演。周春明带着小妹朝着李家跑去，到了那边就闻到一股酒味。一个身材五短的中年人正在桌边跟一位60旬老者喝酒。这个中年人就是周德生，上门提亲的老光棍，老者就是这一家的长辈，李兰的干爷爷。隔壁屋里传来了李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周春明心都快碎了。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周德生掀起眉毛，呵斥了一声，似乎十分不满。周春明压根就没理他。三叔公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，哪怕李兰不是你的亲孙女，你也不能这么坑她。60旬老者皮笑肉不笑。春明啊，你不是跟许知青处对象吗？听说媒婆都上门了，还惦记我孙女干什么？听到三叔公发话，老光棍周德生也来劲了。对啊，你娶你的许知青，谁也没拦着，现在跳出来搞事情，是想脚踏2条船，你这是耍流氓知道吗？信不信我去公社告你？周春明呵呵一笑。周德生，你眼瞅着都快40了，比李兰大了快20岁，你也好意思啊？趁人之危是吧？那行，我把话放在这里，我绝不可能看着李兰跳进火坑，不管是谁来，出多少钱的彩礼，我都出双倍。闻言，周德生直接傻眼，酒鬼三叔公眼前一亮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可有言在先，甭管谁来当孙女婿，我老人家的酒必须管够。此时李兰母亲赵永红走了出来，她看着周春明，激动的都快哽咽了。世上哪有当母亲的不心疼闺女？春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周春明认真的点头。赵婶，你放心，我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，明天这个时候
我先给你们家拿100斤大米，再拿50块钱。放心，这不是彩礼钱，这是帮你家渡过难关。此时的李兰也从屋里走出来，她眼眶红红的，一副我见犹怜的动人模样。哥，大米和钱就当是我们家跟你借的。眼看着快要到手的媳妇飞了，周德生顿时急了，跳起来骂道：周春明，你这小兔崽子，非得跟劳资较劲是吧？信不信劳资砍死你？周春明呵呵一笑，你尽管试试吧，质保主任是我堂哥。一句话顿时把周德生给噎着了。周德生又气又急，三角眼红得像兔子，浑身都在哆嗦。你等着，我就不信没人收拾得了你。说罢，周德生气鼓鼓地摔门而去。周春明吩咐道：小妹，你回去把那4瓶酒拎过来，再带几斤花生米，让三叔公喝酒。周春妮使劲点头，转身又朝家里跑去。听到这话，三叔公很满意。这就对了嘛，还是春明你小子懂事。来，过来陪三叔公喝几杯。李兰却开口说道：酒不急着喝，我跟春明哥有话说。说着，李兰给周春明递了个眼神，两人很有默契地往外走，避开了众人的视线，朝着河边的方向走去。哥，你跟许白露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真的要娶她？没有的事，都是他耍心眼。我先给你交个底，许白露在省城有个秦哥哥，估计早就搞到一块去了，我跟他的婚事成不了。听到这话，李兰大吃一惊。你确定吗？这种事情可不能听人瞎说。我确定，他最近经常呕吐，还特地背着大家，但还是被人给瞧见了。续接上集，我将许知清怀孕，而且还想让我当接盘侠的事情告诉了李兰。李兰惊讶的合不拢嘴。哥，你从哪听说的？这可不是小事。到时你就懂了。难道哥会骗你不成？那他怎么不跟城里的相好结婚，非得来找你？他不跟孩子生父结婚，肯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。不过这跟哥没关系。李兰认真的点了点头。哥，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？周春明笑了笑。你说呢？如果哥心里没你，今天会来替你挡灾。你是我的女人，一辈子都是，谁也不能抢。霎时，李兰脸色绯红，羞涩的把头垂了下来。聊了半个小时，该谈的几乎都谈了，笑容重新回到李兰的脸上。临分开的时候，哥，我知道了，许白露想坑你，你俩这婚结不成，我会等你的。周春明点了点头。委屈你了，这阵子多忍一忍，等到那女人的奸计败露，哥就会跟你在一起。此时的李兰红着脸跑开了，而周春明则是不紧不慢地走回家里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又起来帮母亲做晚饭。不多时，4菜一汤就齐活了，那叫一个肉香四溢。而隔壁的老太太黄朝英和二姑周学芬都被香味吸引，不由自主地跑过来看。看到这满桌子的菜，两人快被馋哭了。二姑周学芬一边流口水，一边嘀咕：之前春明这孩子说要在3天内挣到彩礼钱，看来是真的有点办法。这伙食也太丰盛了吧，公社书记家里也没这条件啊。周春明看了看这两位，呵呵一笑：二姑，拿张板凳坐下呗，以后咱家的条件就是4菜一汤起步。周学芬无语了，而她的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讪笑道：不了，你姑父昨晚打了条大鱼，有2-3斤重呢，我这边已经把鱼收拾好了。刚送走老太太和二姑周学芬，暮色中快步走来了2个姑娘，一位正是周春明的未婚妻许白露，后面紧跟的是许白露的狗腿子梦洁。梦洁率先开口：周春明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周春明循声一看，顿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肯定是周德生当搅屎棍，故意跑到知青点拱火。许白露沉不住气了，又不好一人过来，所以拉着梦洁帮撑场面，两人一起上门闹事。周春明脸色十分淡定：孟知青，请你注意素质，有事就说事，可别骂街。姓周的，我来问你，你跟许白露订了婚，都准备给彩礼了，怎么还跟别的女青年不清不楚？你这是耍流氓！少给老子扣帽子！谁耍流氓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耍流氓？许白露愣住了。周春明，你不是去李兰家说要给她双倍彩礼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的是这回事啊？没错，李兰跟我青梅竹马，我能眼睁睁看着她跳进火坑。那周德生你们也见过吧，年纪都快40了，以前还蹲过班房，长得那模样也不敢恭维。咱们来将心比心，如果换成是你肯嫁吗？所以我这是做好事，属于是积德行善。闻言，许白露和孟洁同时一怔，许白露心里没由来的生出一丝警惕。李兰家的情况我也听说了，她家确实挺困难的。周德生想用2担谷子，还有那么点钱就娶她过门，确实太过分了。对呀，2担谷子才120斤，折合起来10多块钱。李兰姑娘长得那么漂亮，多亏啊。不过春明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你说帮她出彩礼钱，是不是不太妥当？你对她还有想法？说话的同时，许白露瞪圆了双眼，死死地盯着周春明。周春明嘿嘿笑道：瞧你说的，这哪能呢？许同志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帮他纯粹是出于路见不平，没有别的心思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没有就好。随后许白露从衣兜里取出一个笔盒递给周春明，这里面是一支英雄钢笔，今天我送给你，作为咱们感情的见证。周春明不动声色，
接过笔盒，他直接放进上衣口袋里，甚至都没有打开来看。许白露见状，倒是有点慌了神。不对劲啊，这姓周的王八蛋也太淡定了吧！收到这样的定情信物，就没表现出来半分的激动，是礼物还不够分量，还是老娘的吸引力下降了？彩礼的事情你得抓紧，最好在1周之内解决，不要拖太久。梦洁趁机说道。对呀，你这也太拖拉了吧，300块钱又不多，手头紧张就跟亲戚朋友借嘛。能娶到白露姐这么漂亮的老婆，男人做梦都要偷笑。行，我尽力吧，一定要先把许白露给忽悠住。结婚领证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，等他未婚先孕的事情败露再说，到时丑闻爆出来，这婚也结不成了。许白露必将是颜面扫地，小祸害哥没门。此时母亲王秀琴走了出来。许姑娘，来，家里今天有好菜，先吃一顿再走。许白露还假装矜持了一下，不过被王秀琴再三挽留，就笑着顺从了。饭桌上，许白露看着丰盛的晚餐埋怨道：春明，这顿饭花了不少钱吧？每一顿要都是这样，日子还过不过了。梦洁也跟着附和。对呀，彩礼还没给呢，周春明你得节约一点。闻言，周春明呵呵了。这两位还真是够极品，占了便宜还卖乖，家里苦日子过够了，就不能吃点好的？你看我弟弟妹妹瘦的，营养不良知道吗？许白露和梦洁顿时不吭声了。吃过晚饭后，两人站起来告辞。王秀琴提示道：春明，你就不知道送一送你对象？不必了，又没有多远，我这边还有事情。许白露微微皱眉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满。这个泥腿子对我怎么那么不上心啊？能娶到肤白貌美的局长千金，不应该使劲献殷勤吗？这么淡漠的态度是几个意思？等到两人消失在夜幕中，老四，你还没给你对象送东西吧？人家都主动送你钢笔了。他微笑道：妈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我自有主张。王秀琴神色复杂。人许知青长得够漂亮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还说要给你介绍城里的工作，你得把握住啊。周春明答道：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有机会我再跟您解释。趁着还有时间，周春明出了一趟门，找到了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人一个叫周朝旺，一个叫赵信才，而两人都在追求周春明的三姐周春香。老四，你找我俩有事儿？周春明扫视了两人一眼，都不是外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全公社都知道你俩都在追求我三姐，公平竞争没问题。这一次呢，我想请你们两个帮忙，每晚花点时间跟我一起上山逮蝎子。听到这个，周朝旺和赵信才都蒙圈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表现的机会来了，还不得赶紧把握住？谁表现得好，我就替谁在三姐面前说好话，敲一敲边鼓啥的。听到这话，两人都是眼前一亮。对啊，没毛病。要是以后娶了周春香，那么眼前这位就是小舅子，那肯定得搞好关系，帮个忙是应该的。赵信才立即应承道：问题不大，春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跟你去。周朝旺也赶紧表态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帮忙是应该的。周春明很满意，继续说道：再给你俩交个底，在家里面，三姐听我妈的，我妈听我的，你俩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周朝旺和赵信才吓了一跳。幸好刚才没拒绝这小子，否则就麻烦了。要是惹他不高兴，在王秀琴和周春香面前说几句坏话，那还杵个锤子的对象。两人的态度顿时更加殷勤起来。见状，周春明心中暗笑，正愁没有帮手，这就抓了俩壮丁，想当老子的姐夫，那就得狠狠的处理，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跟他俩交代了一些细节，周春明又叫上老五，四人背着竹筒开始上山。这一晚上收获可不小，哪怕周朝旺和赵信才都是新手，还不太熟练，两人合起来也逮了接近6斤的蝎子。一觉醒来，周春明又来到县城，找到了红星药酒厂。很快192块钱到手。此时的周春明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高中同学李章平的家里，同时带去了1壶10斤豆油、10斤白糖、2条牡丹烟和5斤半肥瘦的五花肉。老同学，来就来了，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周春明笑道：这些又不是给你的，是感谢李叔的照顾。李金莲的老婆韩玉兰迎出来，顿时又惊又喜。春明啊，来就来，不用带那么多礼物。李章平接过礼物，递给了自己老妈。听我爸讲，你小子最近抓蝎子赚钱，一天收入抵人家几个月，带一带哥们呗。没问题，咱俩谁跟谁，只不过你家住在镇上，距离咱们大队还有10几里地，干这活又都是晚上，太不方便了。就算你愿意，家长也不会同意的。李章平顿时郁闷了。那我想趁着暑假挣点钱可咋办？你给我出主意呗。没问题，路子多得很，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。韩玉兰则是说道：张平，你陪春明聊着，妈去厨房给你们下面条。周春明很理解他，反正你在家闲着没事，不如把时间利用起来，白天批发冰棍去各个厂矿卖，晚上去火车站卖花生瓜子，干得好的话，一天下来能挣个5、6块钱左右，不比人家上班拿工资强吗？李章平心中一动，好主意，我咋没想到呢？咱们县城范围那么多厂矿，职工数量就不少，天气又这么热，
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卖冰棍的好时机，这个去火车站卖花生瓜子又怎么说？周春明微笑道：县里不是有老字号的南乳花生卖吗？还有一个姓吕的老太太，瓜子炒得贼香，你直接去买他们的，然后回来自己用报纸再包装。比方说，原先人家的南乳花生5分钱一份，你就拆成2小包，甚至3小包，每包同样卖5分钱，利润就出来了。瓜子这边可以跟南乳花生一样操作，火车路过停留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兜售，或者卖给候车的旅客。一般来说，人家不会嫌贵的，因为火车上面零售价格更高。李章平略微琢磨，拍了拍桌子，这个可以有，刚好我表哥在火车站当副站长，到时我找他通用一下。哎呦，春明，你这脑子天生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周春明哈哈一笑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你避开那些抓头击倒把的人就行。其实就算抓住了，也只是没收你的东西。花生瓜子能值几个钱？你要是手头紧，我可以支援你20块当本钱。说话的同时，周春明果真掏出了2张大团结，放在桌子上面。李章平顿时被感动到了。春明啊，你比我亲兄弟还亲，哥们谢谢你啊！到时挣到了钱，哥们请你去国营饭店下馆子。周春明也没有推辞，说道：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具体的你自己看着办。镇上和县城你比我熟悉。李章平点头如捣蒜，在李家吃了碗面。周春明继续上街采购，然后匆匆赶回村里。他没有先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李兰那里。周春明把米搬到堂屋，婶子，我说到做到，这是100斤大米。好孩子，真是多谢你了。随后周春明又掏出50块钱递给赵永红，赵永红激动的抹眼泪。春明啊，婶子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，这些钱和粮食足够我们家支撑一阵子了。放心吧，婶子，一切有我呢，粮食不够了我再送过来。李兰一脸感激，哥，你真好。周德生在门口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本来以为周春明拿不出这么多钱和粮，而他看到那么多东西后，气得直跺脚。周春明，你这小畜生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件事不算完。续接上集，周春明带着买来的100斤大米送到了李兰家里，而门外目睹这一切的周德生气得直跺脚。周春明，你这小畜生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件事不算完。哟，你个老光棍，想打击报复是吧？来嘛，你动一个试试。周德生攥紧了拳头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眼中像是要喷出火苗，可也实在没办法。这次提亲失败了，还可以有下次嘛。只要周春明和李兰没有公开关系，机会终究还是有的。想到这，周德生缓缓退走了，目送这老光棍离开。周春明来到堂屋，拿出一包南乳花生，放在三叔公面前。三叔公笑得很满意。春明，你这孩子够仗义，又懂事理，比那个谁强多了。此时的李兰凑了过来，低声道：哥，昨天许白露去你家闹事了吗？周春明看了他一眼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那什么，咱俩先去河边收地笼。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门。赵永红看着他俩，不由得感叹道：春明跟我闺女是真般配啊，可惜呀，半路杀出来一个许知青。很快把昨天许白露和梦洁登门的事情说了。什么？他还有脸送给你钢笔？周春明呵呵道：不是什么大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哥总不可能把笔扔到猪圈里吧？小兰你懂的，哥就是敷衍他。李兰点了点头，神色若有所思，似乎也在思考该给周春明送点什么礼物好。总之不能输给许白露。还没走到河边，远远的就能听到放置地笼的水玉哗哗作响，像是进来了大家伙。周春明暗喜，快步走过去，把地笼给拉了上来。地笼里有大量的河虾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只3斤多重的甲鱼。李兰惊喜道：有野生甲鱼啊，现在1斤的卖10来块钱呢。把几个地笼都收了，周春明分了一部分给李兰，提着大王八不紧不慢的回家。回到家的周春明又塞给母亲王秀琴100块钱。王秀琴笑得合不拢嘴。周春亮和周春妮见状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周春明看着他俩，家里的条件会越来越好，你俩都要加把劲，至少把大学文凭拿到手，以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，没有文化注定是要吃大亏。话音刚落，赵信才就屁颠屁颠的跑来了，手里还拎着个竹笼。他邀功似的把竹笼往周春香眼前晃了晃。春香老妹，瞧瞧这是啥？周春香定睛一看，顿时喜笑颜开。原来竹笼里有7只拳头大的小野兔，每个都长着灰色的绒毛，全都蜷缩在一起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赵哥，这是哪来的？之前我上山放手家逮野兔，逮到了一只怀孕的母兔，养了没几天，它就下了一窝兔崽，现在稍稍长大了一点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割草养它们，就寻思给你们家送来呗。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，除非花钱买。周春明也说道：这些小兔崽是好东西，不如这样吧，每只算1块钱，我跟赵哥你买就是了。赵信才连忙拒绝，他就是指望借此来讨周春香的欢心，怎么敢收钱呢？不过周春明好说歹说，硬是往他兜里塞了12块钱，另外还有1包牡丹烟。赵信才推辞不过，只好讪笑着接受。春明，你都给钱了，7只就7块钱嘛。另外的5块钱和烟是感谢你晚上帮忙，要是1分钱都不给，
我岂不是成了剥削劳苦大众的地主老财？赵信才眼珠子转了转，顿时来劲了。你呀，也太客气了，你是春香的弟弟，就等于是我的弟弟，都是自家人。闻言，周春香白了他一眼，这货还真是厚脸皮，哥这故意套近乎，占嘴上的便宜。赵信才看到周春香的脸色不悦，也不敢再乱说话，找了个借口溜走了，说是晚上继续来帮忙，送走了这位。周春明立即帮着母亲姐姐打下手，他一边忙碌，一边跟母亲和姐姐商量。妈，姐，我打算有空再买些鸡苗和鸭苗回来，以后家里主要就养鸡、鸭和兔子。猪圈那只猪养到过年就宰了，以后不养这玩意，主要是太费事了。想吃猪肉就到供销社食品站和集市去买，也方便得很。现如今管得不像以前那么严，以前家里养鸡鸭，最多也就允许2、3只，超过了就有公社干部来制止，说是割某本主义的尾巴。现在胆子大的社员养10几只鸡鸭的很多，公社的头头们懒得理会，我们周家这也是不甘落后。夕阳西下，周春明已经做好了菜，做了一桌子的硬菜，炒菜时候飘出来的种种香味，把小脚老太太黄朝英和二姑周学芬给整个口水直流。黄朝英酸溜溜地说：“一帮没良心的东西，自己家做了好吃的，也不晓得端来孝敬老人。”妈，您就少说2句吧。您跟战魁哥这一家子不对付，分家也好几年了，还能指望人家对您好？更何况您又不是战魁哥亲妈。不行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凭什么他们家天天大鱼大肉？以后每个月的赡养费得涨。说着，小脚老太太气鼓鼓的朝着周春明家走来。王秀琴本来还想招呼他吃饭，见他阴沉着一张脸，话到了嘴边又缩回去了。等来到屋里，周春明一瞧这阵仗，就知道准没好事。果然，黄朝英开口就说道：“你们家日子过得好啊，顿顿都有鱼有肉，也要懂得孝敬长辈。我觉得吧，赡养费有点低了。”周占魁很无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于是看了看老婆王秀琴，后者又把目光投向周春明。周春明不紧不慢说道：“您说的没毛病，每月10斤米的赡养费确实有点少了。”闻言，黄朝英眉开眼笑，这便宜大孙子总算说了句人话。上集说到，周春明一家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可馋坏了隔壁老太婆。随后老太婆气鼓鼓地找上了门：“你们家日子过得好啊，顿顿都有鱼有肉，也要懂得孝敬长辈。我觉得吧，赡养费有点低了。”周占魁很无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于是看了看老婆王秀琴，后者又把目光投向周春明。周春明不紧不慢说道：“您说的没毛病，每月10斤米的赡养费确实有点少了。”闻言，黄朝英眉开眼笑，这便宜大孙子总算说了句人话。看在我爷爷的份上，赡养费提高到每个月3块钱，这钱由我来给。不过大米这些食物就取消了。啥？3块钱每个月？黄朝英简直乐开了花。要知道，当时10斤米折合也就1块4毛，周春明直接给他的待遇翻了1倍。王秀琴嗯了一声，我看行，这事就由老四做主吧。实际上，他心里清楚得很，老太太有小儿子接济，压根就不缺钱花，就是故意针对周占魁这一家。周春明掏出3元钱放到老太太的手里，他倒不是什么圣母烂好人，只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跟老太太计较和争吵，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每个月出3块钱，就当买个清净，省得老太太隔3差5又来搞事。再加上前世的时候，小叔周学峰其实对我非常好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拉了我一把。当然，黄朝英要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继续来胡搅蛮缠，我并不介意给他点教训。这刁蛮老妪也确实欠收拾。一家人刚吃过晚饭，周朝旺火急火燎地赶来了。周春明递给他5块钱，还有1包牡丹烟，待遇跟赵信才一样。周朝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收下了。他看到周春香正在摆弄兔笼，给小兔仔喂草，就凑过去看了看。等到问清楚了，兔仔是赵信才拿来的。周朝旺脸色很不好看，这小兔崽子倒是会耍心机。不一会，赵信才也匆匆赶了过来，4人趁着夜色朝着山岭的方向奔去。一晚上收获颇丰，抓了10几斤。等到早上公鸡报晓，周春明也爬起来了，依旧是骑上自行车往县城里赶。抵达红星药酒厂的时候，李金莲已经在等着他了。因为昨天收到了礼物，这位李科长心情不错。事情办妥之后，周春明的兜里多了240块钱。思来想去，周春明打算买一辆交通工具，他直接来到百货商店。同志，我要一辆飞鸽全联合女士的昆车。售货员看他这么年轻，而且穿着很土气，不由得挑起眉毛。小伙子，你有自行车券吗？飞鸽全联合可不便宜，要168块5毛，钱带够了吗？周春明利索地掏出一叠大团结，这下子售货员惊讶了。小伙子这年纪看起来还没到20，怕是还没有参加工作，居然这么有钱。随后售货员推出来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。从百货商店离开后，周春明推着一新一旧2辆自行车慢慢往回走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。瞧见这漂亮的新车，三姐周春香、老五和小妹都惊喜地跑过来看，王秀琴也被震惊到了。老四，你怎么买这玩意了？
花了不少钱吧？周春明嘿嘿一笑，没多少，家里有一辆骑着方便。你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，还凑不凑彩礼了？你对象能没意见？周春明压低了声音，妈，您就别操这份心了。那姓许的在城里有相好，已经是别人的女人，我跟他这事儿成不了，您就等着瞧吧。闻言，王秀琴浑身一震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样的儿媳妇不能要。可是看那位许白露平时气质冷清，有种生人勿近样子，很难想象她是这种人啊。那你再仔细斟酌，别把事情闹大。周春明嗯了一声，说道：三姐，你不是会骑自行车吗？教老五和小妹骑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周春香答应了一声，也没有心思喂兔子了，推着自行车，带着弟弟妹妹往打鼓坪走。头顶着烈日，周春明径直来到知青点，找到冯迎宾，将2包牡丹烟扔在桌上。迎宾，自行车还你，我停在院墙下面了，晚上有空的话到我家吃饭，有好吃的。冯迎宾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好家伙，居然是牡丹烟，平头百姓可抽不起。听说春明你发财了，果然是真的。那都是扯淡的，这你也信？有什么精彩画作，记得给哥们留几幅，烟酒给你管够。行啊，咱俩谁跟谁，我这几年创作了不少，到时随你挑。就等你这句话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上一世，冯迎宾回城之后考入了中央美院，又拜了一位大师级人物学绘画，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更在千禧年的时候在湖州办了个人画展，成为了华国知名的画家，作品的价格一路看涨。这时候收藏几幅他的画作，那绝对是赚得飞起。从知青点出来，周春明不紧不慢地回家，到家的时候却看到周朝旺也在，这小子带来了一坛酒，还用草绳绑着10几只麻雀。周春明一瞧，顿时知道是咋回事。周朝旺满脸堆笑，老四回来了，明姐呢？上哪去了？怎么不见人？周春明答道：三姐带弟弟妹妹练汽车，你这带的都是些啥？周朝旺解释道：这是我家自己酿的桑葚酒，这些麻雀是我中午用弹弓打的，倒是让春香收拾一下，晚上我来跟张奎叔喝2盅。哟，这小子8成是看到情敌出手，已经是坐不住了，打算走老丈人路线，来个曲线救国。又扯淡了2句，周朝旺匆匆起身回供销社去了。周春明闲着没事，正打算歇一会儿，冷不防又有人风风火火地闯进来。他抬头一看，来的却是生产队副队长，叫做是邱振江。邱叔，你来有事儿？邱振江指着周春明怒道：有社员举报说你3天没到队里上工了，怎么翅膀硬了想单干？按照之前公社里的规矩，年满18岁的青年每天都得到公社干活挣工分，否则就是单干，就是小农思想，就是企图走资本主义路线。周春明不动声色，哪个狗约的搞事？老子要读书，脱产复读高3，准备考大学，谁跟你下地挣工分？一席话听得邱振江懵逼了。邱振江嘴角抽了抽，你是认真的？上级说道。周春明刚准备休息，生产队副队长就找上了门。邱叔，你听好了，不但我要考大学，我弟弟妹妹也要考大学，谁乐意挣工分谁去挣，我们不去。现在的年轻后生说话都这么冲的吗？一家3个孩子考大学，公社支书家都没有这份底气啊！周占奎家凭什么？就凭他给公社放牛，那不能够啊！实在无奈，邱振江只好说道：行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不肯上工，不给集体做贡献，到了年底决算分红的时候，你可别后悔。周春明心中冷笑，老子后悔个锤子！实行承包责任制后，大家就个忙个的，公社等于名存实亡，哪还有什么年终分红？目送着邱振江离开，肯定是周德生这货举报的，根本不用猜。上回周德生去许白露面前拱火，却没有得逞，肯定又想了新招，家里得养条狗，到时周德生还敢上门搞事，就放狗咬他丫的。周春明歇了一会儿，就起来把缸里的黄鳝和泥鳅捞出来宰杀干净。妈，晚上多煮点饭，周朝旺和冯知青过来吃饭。好嘞。王秀琴立即答应了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周春明准备动手炒几个菜。也就在这时，背后脚步声传来，只听到恼怒的女声响起：周春明，你买自行车咋不跟我商量？你这么胡乱糟践钱，那彩礼怎么办？说话的正是许白露。这女人估计是发现了那辆新买的飞鸽全链盒，又跟三姐打听清楚了，顿时怒火中烧，第一时间冲过来兴师问罪。许白露身边依旧跟着她的走狗梦姐。我花自己的钱买辆自行车给我妈骑，我要跟谁商量？难道孝敬长辈不应该？一句话顿时把许白露给呛到。我没有反对你孝敬长辈，但这飞鸽全链盒可不便宜，快170块钱呢。咱俩好事将近，你应该优先凑彩礼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周春明呵呵道：怎么，你在教我做事？听到这话，许白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刚认识周春明那会儿，他既单纯又内向，什么时候都有点自卑，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，现在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此时的梦洁也吓了一跳，许白露脸色变幻片刻，骤然换上一副笑容，语气也跟着柔和起来。春明，你别生气嘛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已经凑够了彩礼，对不对？这姓周的之前一穷二白，突然家里伙食变好了，自行车也买了，包
保不齐还真凑齐了彩礼。周春明却是摇了摇头，还没有，再给我点时间。他努力稳住情绪，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那好，我不催你，这事儿你抓紧办就行了，毕竟事关我俩的终身幸福。周春明心中暗笑，没看出来，他还挺会演戏，谁他娘跟你终身幸福，哥这扯犊子呢。周春明不再理会他，而是开始往灶里添了一把柴火，又给铁锅里倒油，准备开始炒菜。许白露碰了个软钉子，心里那叫个怨气冲天。以前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，哪个不是讨好巴结我，事事都顺着我，乐意当舔狗的不要太多，眼前这个臭男人居然敢对我不冷不淡的，好气呀！许白露的千金大小姐脾气正要发作，突然瞧见了柴火灶台边上摆放着几碟配菜，随后两眼放光，想到上一回吃到的那些美味菜肴，许白露的口水就开始不争气的分泌出来。许白露对梦洁说：小梦同志，你先回知青点吧，春明在烧菜，我帮他扇火打下手。梦洁也反应过来，心里暗骂了一句无耻，蹭饭也不带上姐妹，太不是东西了，也亏自己平时那么维护你。实在无奈，梦洁也只好转身走了。周春明不动声色，他一眼就看穿了许白露的小心思。许白露试探道：春明，之前我对你不太了解，你跟我说一说你的事呗，都有什么兴趣爱好，理想又是什么？忙着呢，没空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农村娃，没见过世面，啥也不懂，我能有什么远大理想？许白露很尴尬，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也不勉强。周春明都懒得理他，继续专心的炒菜。没过多久，桌子上就上满了菜，许白露也识趣的不吭声，帮着把菜端到桌子上。陆陆续续的，家里人都回来了，瞧见了许知青，他们倒也没有感到奇怪，毕竟这是老四名义上的未婚妻，来家里吃顿饭很正常。周朝旺跟冯英斌也先后到场，两人看到许白露在场，都是很诧异。许白露一个是省城局长的千金，她这还没嫁过来，就事先跑到婆家来联络感情，先学着当乡下媳妇。看来老四这年轻人有点东西，魅力不是一般的大。饭桌上吃到一半，冯英斌像是想起了什么：春明啊，我听生产队的老邱说，你打算复读考大学。这一句话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许白露更是吃惊不小。周春明呵呵一笑：以前家里穷，读不起书，现如今有机会了，肯定要尝试一下。冯英斌点了点头，有志气，我也打算考一下美院，到象牙塔里深造，咱俩一起努力呗。三姐周春香说道：老四人很聪明，从小成绩就拔尖，不读书可惜了。许白露很快换上笑容，说道：春明很有想法，我也支持，如果真能考上大学，那真是鱼跃龙门了。我爸以前就是清北的高材生。周春明不动声色，实际上说想复读考大学，只是敷衍邱振江为不出宫找个借口而已。饭后，许白露找到王秀琴：婶子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王秀琴怔了怔：你讲嘛。许白露说道：春明花钱大手大脚，不懂得勤俭持家，如今家里还不富裕，铺张浪费要不得。你有机会的话就说一说他。周春明顿时乐了，这白莲花是话里有话呀，虽然没提彩礼，但是字字不离彩礼。王秀琴也反应过来，故意提高嗓音：春明，听你对象的，咱能省就省一点。周春明点了点头：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会注意的。闲聊过后，周春明送走了冯英斌一行人。世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，许白露刚走，就有几个同村的青年走近，他们个个脸上挂着笑容。水生、二顺，你们几个找我有事？春明，我们听说你最近去山上带骰子发了财，我们省。周春明顿时恍然，看来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虽然我有意让周朝旺这些人保密，但还是让有心人注意到了。周春明思忖道：你们想跟我一起逮蝎子？水生他们点头如捣蒜。周春明想了想，说道：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这事情不急，容我考虑几天，到时给你们消息。一听这话，水生和二顺这些人脸色有些失望，但也不好立即翻脸，只能灰溜溜的回去。赵信才凑过来说道：老四，你不会真想教他们吧？周春明笑了笑：本身这事儿就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，迟早被人知道的，到时我再想想办法。赵信才也没多说话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周春明再次领着众人出发。要说山上的资源还真给力，又是收获满满的一晚。次日早上，周春明照例去县城，把到手的蝎子换成钱后，又买了不少东西。他匆匆往回赶，在中午11点前回到家中，王母亲手里塞了300块钱。王秀琴把钱点了2遍，说道：老四，彩礼钱已经够了，要不咱们给你对象送过去？不，彩礼的事情你不用管，钱留着给家里日常花销。我跟许白露的事情您就别掺和，让我自己处理，不管谁来问，您都说没钱。王秀琴想了想，郑重的点头：行，妈知道了。随后周春明带着东西往李兰家里走去。三叔公喝高了，正在木板床上酣睡。周春明向李兰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很有默契的走到屋后，来到李家的自留地。周春明说道：给你带了20斤面条，够吃一阵子了。李兰很感动：哥，
你对我真好。周春明微笑道：“那是必须的，谁让你是我的女人呢？对了，下学期你就是高3，有什么打算？”闻言，李兰脸色有些黯然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念完高3，我就不打算读了。”周春明呵呵一笑，从兜里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，塞到他手里，说道：“你家里有我照顾着，你放心考大学。以小兰你的成绩，考个省里的重点大学没问题。虽说学历也就是一张纸，但是对于咱平民百姓来说，没有还真不行。”李兰犹豫道：“可是……”周春明继续说道：“没什么可是的，以后哥也会出去做生意什么的，一辈子待在山沟里，不可能有大出息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更广阔。”听到这话，李兰豁然开朗：“也对，如果哥以后发达起来，我一个村姑怎么配得上你呢？行，我要考大学，我要出去见世面。”周春明拍了拍他的香肩：“哎，这就对了吗？”两人相视一笑，没有在李兰这里待多久。周春明背上粮食去外婆家，这次的目的主要是想抱回一只小狗，用来看家护院。等来到外婆家，他还没进屋，就听到了狗吠声。外婆，我是春明，我来看您了。正好大舅妈也在，见到他来，外婆和大舅妈笑得很灿烂。周春明把拿来的东西放下。外婆，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我妈让我给您带点吃的。随后外婆拉着他的手，聊了一会家常。春明这外甥长得一表人才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娘家有个表妹，出落的挺水灵，年纪也跟你一般大，要不让你俩处对象呗。这年头通信不发达，外婆家这里又过于闭塞，消息不够灵通，还不晓得东辽村那边的情况。他赶紧说道：“不用了，谢谢舅妈。”大舅妈接着说道：“还没见过面就急着拒绝啊？万一你俩看对眼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那表妹长得好看，性格也不错，关键是体格棒棒的，下地干活是一把好手。听舅妈的，你娶了绝对不亏。”周春明只能苦笑道：“谢谢舅妈，我有对象了。”大舅妈还不依不饶，继续说道：“有对象怎么了？反正还没结婚，多试着处几个，看看哪个更合适，就这么定了。改天舅妈带表妹上你家坐一坐，你俩试着处一处。”见周春明不吭声，大舅妈很高兴。闲聊过后，周春明就开始挑选狗仔。他挑了一只个头最大，看起来最健壮，也最活泼的。就你了，一会跟哥回家，以后惩恶扬善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小狗似懂非懂的汪了一声。周春明带着狗回去的时候，外婆还硬给他塞了些山里特产，都是些山核桃、干豆角、干菇和黑木耳。等他回到家里，天色已经黑了。此时的周朝旺他们已经在家等着了。好可爱的小狗，有名字没有？小妹周春妮惊喜地叫道。周春明嘿嘿一笑：“你看它浑身黄得像粑粑，就叫小黄吧。”趁着一帮人逗狗玩，周春明拿出钱来，给周朝旺和赵信才每人发了5块钱，另外还有一包烟。周朝旺脸色颇为惬意：“嘿，还是这个来钱快，比我上班都挣得多。”赵信才也跟着点头：“还是老四有办法，带着咱们发财。”周春明呵呵一笑：“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出发喽。”随后一行人往村外走去。刚出村口的时候，周春明突然放缓了脚步。“哥，怎么了？”老五周春亮问道。周春明回头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有人在跟着咱们。”周朝旺眉头一皱：“哪个王八蛋这么大胆？”赵信才眼睛挺尖，冷哼道：“是周德生那个狗约的，从村里就悄悄地跟在后面，不知道想干什么。”被发现了之后，10几米外的那道人影飞快地闪避到石头后面。自己这边4个人，那个老光棍还敢跟着，就算他想下黑手报复，也肯定打不过。那么只能是另一种原因，8成是想偷学逮蝎子的技术。据接上集，周春明一行人刚走出村口，就发现有人在偷偷跟着他们。周朝旺把袖管一捞，说道：“我听说这小子跟老四不对付，2、3次下绊子。要不这样，姓赵的，咱俩一起给他个教训。”赵信才脑筋转得快，立即反应过来，这是个讨好未来小舅子的机会啊！恐怕周春香知道了，心里也会给我俩加分。赵信才大吼一声：“周德生，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站住，不要跑！”他居然一马当先冲了出去，挥舞着双手。周朝旺不甘落后，也挥舞着双手随在后面。周春明哈哈一笑，正琢磨怎么教训周德生一顿，机会就送上门来了。石头后面的周德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立即转身想要逃跑，却被赵兴才扔出的竹筒砸倒在地。随后周德生忍着疼痛爬起身，飞速逃跑。周朝旺在后边吼：“周德生，你这狗东西，再敢给老四上眼药，再敢背地里害人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”虽然没撵上周德生，经过这一闹，也暂时吓住这货了。这就是个窝里横的主，整天在家耀武扬威，但是平时在村里不敢嚣张。趁着明亮的月光，周春明他们开始忙碌起来。今晚的收获跟昨天差不多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春明依旧骑着车来到红星药酒厂，把昨晚的收获处理，兜里揣了不少钱。他索性去了一趟劳保商店。周春明一口气买了很多头灯和一些镊子，将抓蝎子的工具都升了级。正当他拎着大包小包在街上走着，突然有人冲着他按铃铛。原来是李章平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，后座绑着一个箱子，准备到冰棍厂搞批发呢。哟，张平，好几天没见了，
老同学，又见到你了。李章平激动道：“你教我的法子简直太好使了！猜猜我这几天挣了多少钱？我猜能有15块。瞧不起人是吧？已经挣了21块钱，再干几天就赶上我爸的工资了。”周春明也乐了：“不错，发财了。不能跟你比，你都买新车了。再过几天，咱俩下馆子搓一顿。”好嘞，你先忙吧。两人分开之后，周春明又去买了鸡鸭苗个15只，还买了一袋米糠。周春明顺道又买了几只猪脚。到家之后，那只小黄狗就迎了上来，他走到哪里，小狗就跟到哪里，萌萌的很可爱。吃过饭后的周春明又开始动手干活，仅用了半小时，就把头戴式矿灯全都改装成了紫光灯。这下子解放出了握手电筒的那只手，效率只会更高。做完这些的周春明刚准备休息，家里突然来了客人。有人在吗？王秀琴诧异道：“二婶，你咋来了？”周春明来到屋外，瞟了对方一眼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8成是过来催彩礼钱了。果然，张二婶便开口说道：“春明妈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区300块钱的彩礼，你家都拖了多久？也太没诚心了吧！我可告诉你，人家姑娘不乐意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抓紧，我瞧这婚事得黄。”王秀琴很无奈，张嘴想解释些什么，然后又止住了。她把目光投向自己儿子。周春明不屑搭理：“这老妇女吓唬人呢。许白鹿巴不得有人接盘，别的男青年他又瞧不上，故意找张二婶来给我们家施加压力。”张二婶瞧见周春明，快步走过来，埋怨道：“春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许姑娘人长得漂亮，又是高干子弟，就这条件上哪儿找？能下嫁给你，那是你们老周家祖坟冒青烟。”婶子，您也甭急。昨晚许知青才来我家吃饭，跟我妈说了这件事。我家这条件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那可是全公社有名的倒挂户，哪年不欠集体钱？我已经让许知青宽限几天了，他也同意了。怎么又劳驾您老人家来催？张二婶顿时说不出话来。周春明转身从屋里拿出1只猪脚，又拿了2斤面条，递给了这妇人。张二婶一瞧，立即喜得合不拢嘴：“你这孩子，这也太客气了。行行行，婶子不催你，你跟许姑娘商量着办，事情还是尽量别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周春明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张二婶看了他一眼，又说道：“你小子有福气啊，能娶这么漂亮的媳妇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长得肯定也好看。”说毕，他拎着猪脚和面条，脚步轻快的走了。毕竟吃人家的嘴软，既然收了好处，就不方便继续唧唧歪歪了。媒婆前脚刚走，李兰就拎着一个篮子过来：“哥，我在芦苇荡里捡了些野鸭蛋，就赶紧给你拿来了。”王秀琴见了他，脸上有了笑容：“是小兰啊，快屋里坐，你可是有一阵子没来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李兰脸色有些囧。自从知道许白鹿跟周春明处对象之后，他就没再来过。周春明接过篮子：“哎，这个好，野鸭蛋有营养，小兰留下来吃晚饭，哥给你做红烧猪脚。”晚饭很丰盛，喷香扑鼻的红烧猪脚放在李兰的面前：“小兰，快尝尝春明的手艺。”饭后不久，赵信才却是提前来了，他脸上堆着笑，手里还拎着一袋东西。三姐周春香一看，顿时不乐意了：“赵信才，你干嘛呢？别老往我家拿东西，收了不收了？”赵信才却是一点也不生气，仍旧笑容满面：“我说春香，你别急啊，不是给你的，这是孝敬詹奎叔的，你管不着啊。”说着，他把那袋东西拎到周占奎面前，打开来一看，却是几斤上好的烟丝。周占奎瞧了瞧，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小赵同志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”赵信才说道：“有啥不好意思？您都收了人家的桑葚酒，怎么就不能收我的烟丝？”一听这话，周占奎顿时有些犹豫。此时，周春明说道：“爸，人家也是一番好意，不碍事的，您就收下吧。”周占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恰好周朝旺走进来，瞧见这一幕，脸都快黑了：“这赵信才真不要脸，居然抄我的作业，学着走老丈人路线。”周春明见状，也是暗暗好笑。这两位明争暗斗，可别悄悄找地方打一架。当即说道：“赵信才为了追求三姐周春香，开始给父亲周占奎送礼金。恰好周朝旺走进来，瞧见这一幕，脸都快黑了。这赵信才真不用脸，居然抄我的作业，学着走老丈人路线。”李兰在旁边看着，附在他耳边说：“哥，要不晚上我跟你们一起上山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趁着放暑假，我也想挣点零花钱。”周春明摇头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一个女孩大晚上的出去不安全。昨天晚上我们还被人跟踪了。”听他解释了昨晚的事，李兰也吓了一跳：“哥，那怎么办？”这个简单，有空你跟哥去下地笼，再带到一只甲鱼，就跟缸里的这只一起卖掉，好歹也能挣个几10块，这不比什么都强。李兰一听，顿时乐坏了，拉着周春明的胳膊晃了晃：“还是哥你对我好。”周朝旺干咳了2声，说道：“对，你俩注意影响。”这下子把李兰害臊的不行，她红着脸转身跑了。眼看着时间已经来到晚上7点30分，周春明他们准备出发，几个人刚出门，迎面就被人给堵住了。周春明认的这位，这人是男知青之一，名字叫做钱少武，是许白鹿的追求者之一，而且是那种狂热的追求者。而且钱少武有过回城的机会，被他给推辞了，说是许白鹿不走，
他也绝不走。周春明呵呵道：“这不是钱公子吗？没事别瞎挡道。”春明，这边来，我跟你私下聊几句。周春明点了点头。朝望哥、赵哥，你们带着老五先走，我跟钱公子说一会儿话。周朝望跟人精似的，一眼就瞧出了问题，站着不动。钱公子这是想跟你抢对象，别怕，有哥在，他要是敢动你，老子就收拾他。赵信才也没挪动脚步，双臂环抱在胸前，恶狠狠地盯着钱少武。见状，钱少武脸色更难看了，解释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我是文明人，讲道理。”周春明冲着周朝望和赵信才说的：“不用担心我，问题不大。”这两人才领着老五慢慢走开，看到周围没人了，钱少武才缓缓说道：“我这刚探亲回来，就听说你跟许白露定下了婚事，甚至彩礼都谈好了。姓周的搞偷袭你有一手啊！”周春明淡淡一笑：“我要说是他主动追我，你肯定不信。怎样？你有啥想法？”钱少武死死地盯着周春明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跟白露从小就是邻居，在一个大院长大。我跟她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，我一直喜欢她，把她视为追求的目标。要什么代价，你才可以放弃，才会离开她？”周春明冷笑：“好一个痴情舔狗，真可惜啊！钱少武被美色迷昏了头，跟前世的自己一样。也怪许白露生得太美貌，妥妥的红颜祸水。许白露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有些事情你要是知道了，恐怕会当场崩溃。”钱少武眉头紧拧，握紧了双拳：“我不许你诋毁她，她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，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。”周春明无语了，这沙雕中毒非钱啊！既然是这样，钱公子不妨开出条件，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什么筹码。只要你肯离开许白露，我可以跟我妈说，让她把你招工进省城棉纺厂，端上铁饭碗。如果你表现得好，甚至可以提拔你一下，让你也尝尝管人的滋味。就这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许白露也说替我解决工作，也端上铁饭碗，当个城里人。钱少武脸色很黑，他咬了咬牙，继续说道：“除了介绍工作之外，我再给你经济方面的补偿。听说你家拿不出300块钱的彩礼，我索性就翻1倍，补偿给你600块。这条件够可以吧？你要是怕错过这桩婚事，找不着媳妇的话，大可不必担心。棉纺厂里都是年轻女工，长得漂亮的不少。你长得仪表堂堂，在厂里绝对很抢手。”周春明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钱少武同志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陷得太深了。就算我愿意放手，肯退出竞争，你也未必追得到许白露啊。”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就是那个姓关的王八蛋吗？他已经去了大洋彼岸，能否回来还是两说。我跟白露才是门当户对，我认为我的机会更大。周春明一怔，原来这小子还真不是愣头青，多少懂一点点，可惜啊，还是懂得不够全面。行吧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你得给我时间考虑。钱少武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。没问题，你也有你的难处，毕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我希望你尽快给我答复。如果你觉得补偿还不够，咱们还可以再谈。一句话，只要你肯离开他，啥条件都有得商量。听到他这句话，周春明脑海之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反正自己跟许白露也成不了，不如利用一下这小子，帮助我实现下一步计划。倘若计划实施成功，我们家立马晋升为万元户。在离开之前，钱少武不由分说往周春明手里塞了2包烟。周春明一看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周春明加快了步伐追上了队伍。赵信才还很好奇：“老四，钱知青跟你说了啥？”被朝望哥说中了，钱公子还真有这想法。不过呢，我没理会他。周朝望怒了，挥了挥拳头：“他敢！许知青那是咱老周家的媳妇，也是他能染指的。这姓钱的要是还敢打歪主意，老子非得打人发个。”赵信才也脸色愤怒道：“这小子一瞧就不是啥好东西，皮痒了是吧？”就连老五周春亮也攥紧了。周春明哈哈一笑：“没多大的事，你们不用紧张，由我来应付他就行。”重生后的我凭借着前世的记忆，利用紫光灯抓蝎子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这一消息很快从村里传开。村民再一下得几个呗，大家都穷怕了，想挣点钱花花。此时的周朝望说道：“怎么跑到这里来堵人？要是春明不答应，你们还想动手是不是？”周春明却笑了笑：“朝望哥，你先别急。”水生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水生，你们的想法我很理解，不过呢，把代谢技术交给你们，损害了我的利益。最近几天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最终还是决定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方法我可以教给大家，但是得有条件。啥条件？你赶紧说吧。对，赶紧说吧。二顺等人一脸猴急。我之前说过了，你们想学这个，等于是从我兜里掏钱，理应补偿给我，没毛病吧？水生尴尬道：“哥，你这是要咱们拜师学艺了，是不是得交钱？”二顺也说道：“要交多少？有言在先啊，哥们兜里比脸还干净，太多了拿不出来。”周春明呵呵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，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大家，拿不出学费来没事。水生、二顺，你俩负责统计一下人数，咱们公社究竟有多少青年想学这门技术？如果人数超过50人的话，我抽个时间免费教你们，条件就是每人替我抓5斤蝎子抵扣学费。”听到这个，水生他们全都愣住了。
水生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出去人数估计不成问题，炎热的人可真不少。但是5斤蝎子是不是太多了一点？”周春明微微一笑：“以现在代销店的收购价，每斤都有8块钱。你们要是学会了，一晚上就可以挣人家1个月的工资。贵还是不贵，自己不会琢磨，这是我的最低要求。如果这都不答应，那就免谈了。”赵信才也趁机说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傻？若是学会了，花1-2个晚上就能抓到5斤，剩下的都是赚的。你们要是去学当木匠，学当剃头匠，拜师学艺的话，至少3年起步。打杂、陶腿、倒夜壶，这得多受气啊！逢年过节还得往师傅家送礼，老四才收你们这点学费，一个个就嫌肉疼了，那就都甭学了。”闻言，水生和二顺他们很激动，毕竟大家都听说了周春明家的近况，又是买新自行车，天天大鱼大肉，生活别提多滋润了。很快，水生带头表态：“春明哥，你说的抽奖我们答应，我这就去找人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”周春明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是诚心想学的就别来了，抠抠搜搜的也不交。记住，至少50人以上，人越多越好，100-200人也不嫌多。”水生点头如捣蒜，眨个眼的功夫，一帮人欢天喜地的离开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对于普通社员来说，这都是一条财路。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上山逮蝎子的经历，或者卖了换零花钱，或者用来买文具，甚至拿来交学费。紫光灯技术的应用确实超前了10多年。目送着这批人的离开，周春明带着众人迈向大山深处。到了无人处，大家都带上了头灯，逮蝎子时也改用了长镊子，被蛰的几率更低了。周朝望由衷的赞叹：“老四这脑瓜子就是灵光，改用这头灯，等于是解放了一只手，方便太多了。”那是，老四虽然比我们年纪小，但我就是服他，这哪里是逮蝎子，分明是弯腰捡钱。仅仅这一晚上，收获比之前最高峰的时候还要提高了5成。劳累了一天，回到家的周春明早早休息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周春明刚刚接近村口，就看到钱少武站在村口，似乎在等人。钱公子，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？钱少武两眼放光：“春明，总算等到你了，赶紧的，你考虑好没有？”面对着钱少武，周春明哭笑不得：“你咋这么急呢？”钱少武尴尬道：“我能不急吗？我听说你天天上山挣钱，这要是凑够了彩礼钱，还有我啥事？”周春明想了想，人家说的也有道理。既然你也知道关洪涛的事情，那我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这个人呢，别看文化程度不高，还是个土里刨食的，但是也有精神上的洁癖，我接受不了。钱少武来劲了，气愤地说道：“春明，你说的对，那姓关的王八蛋是许白露的初恋，两人悄悄约逛公园，约看电影，都让我撞见了好几回，也不晓得啊，他们有没有做出格的事情？”是这么回事，我最近越想这事儿，心里越堵得慌。你说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怎么不能矜持一点呢？钱少武点头：“太对了，哥，你说的对，这种女人不适合你，你俩身份差距太大，怎么能够走到一起呢？您就行行好，把这婚给退了。我不嫌弃许白露，有什么罪我都替您受了。”周春明差点笑出声：“这小子的，别这么积极。”周春明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经过我一晚的认真思考，觉得许白露真不合适。你想啊，我要真娶了这么个媳妇，还能指望她每天下地干活，挑着农家肥灵菜，还要喂鸡、喂鸭、喂猪，更要伺候我爸妈？”钱少武果断道：“不可能，想都甭想！许白露是啥人，我可太清楚了，那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啊，从小娇生惯养的。你看到她来咱们这儿插队，总共干过几天的农活，还不是托关系送礼，给弄了个宣传干事的活，每天去公社晃悠。”周春明点了点头：“少武同志，我今天算是遇到了知音，你可太懂我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跟许白露成不了。”听到这话，钱少武简直像是过年了，一张脸笑成了菊花。哥，谢谢你成全，太感谢了。重生之后，我为了摆脱许白露的纠缠，绞尽脑汁，没想到的是，城里的公子哥居然开出800巨款让我放弃许白露。少武同志，我今天算是遇到了知音，你可太懂我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跟许白露成不了。听到这话，钱少武简直像是过年了。哥，谢谢你成全，太感谢了。不过你也甭急，虽然我跟他闹掰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人家要是死缠烂打，非逼着我娶她过门，我也只能用缓兵之计。你还别不信，前天许白露来我家吃饭，绕着弯的催彩礼钱，昨天又让媒婆张二婶来催，比地主老财催粮都急。不信你可以找人打听一下。钱少武愣住了，我的妈，真的假的？许白露是被灌了迷魂汤吗？非得嫁你不可？信，哥你说啥我都信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千万别着急，得多一点耐心。反正你的目的是让我离开许白露，又没规定时间，更何况他的心思也不在你身上，急也急不来。所以呢，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你等得起的吧？你小子玩我呢？这么长时间，生米早就煮成熟饭。不行，拖得太长了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那最多3个月，3个月内我一定跟他摊牌。如果你连这个都接受不了，那咱们还是别谈了。
3个月时间已经足够许白露显怀了，到时她挺着微凸的肚子就晓得她怀了娃。这年头社员们的伙食都不太好，知青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不存在短期内吃成胖子的可能，到时分分钟让他名声臭了大街。钱少武想了又想，也十分的不情愿，但是乔周春明谈起许白露时那一脸厌恶的表情，也不像是作假。行吧，那我答应你，不过你必须少跟他接触，甚至不接触。一言为定，你可以随时监督。钱少武顿时乐开怀，我先给你300块钱定金，等到事成之后再补给你另外500块钱，还帮你拿到棉纺厂招工的指标。你肯帮我，那就是我兄弟，进棉纺厂绝对吃香的喝辣的。说毕，他掏出一沓钱递给周春明，这钱不收都对不起自己，是30张大团结，没错。周春明装作很满意的样子。少武兄弟，哥们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，你一定得帮忙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只要能办得到，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让你帮我把公社的那头老黄牛买下来。听到周春明说的事情，钱少武人都傻了。哥，你没毛病吧？你买那玩意干啥？这牛都快病死了，不能耕地干农活。再说了，现在地都是集体的，你买回来也派不上用场啊。周春明呵呵一笑，你懂个锤的，这头牛的肚子里有一块很大的牛黄，重量接近1公斤。俗话说1两牛黄2两黄金，虽然现在的牛黄还比不上黄金的价格，但是收购价也达到每一克13块钱左右。只要得到了这块牛黄，能卖1万多块。少武兄弟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索性跟你说实话，我呢是想把牛买下来，送到屠宰场给宰杀了，把牛肉卖了赚一笔差价，保不齐也能挣个20-30块钱。钱少武顿时恍然，那我明白了，赚差价是吧？这主意不错，我替你想一想办法。晚上我就去找干爹喝酒，探一探他的口风，事情不一定能成，你等我的消息。现在天气炎热，肉类不能放太久，不然容易变质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少武兄弟你有关系，能事先联系好买家，赚到钱的我跟你平分。钱少武摸了摸下巴，笑道：算了，哥们不差那仨瓜俩枣，关系嘛，我倒还真有。县城有家氮肥厂，我爸的战友老郑在那里管后勤，职工食堂也归他管。他们那职工有几百号职工，食堂也很大，甚至有专门的冷柜，完全可以买下这些牛肉。周春明乐了，我就是随口那么一问，没想到钱少武这个公子哥还真的有路子。县城的氮肥厂确实规模不小，和集公社就有不止一个后生在那里上班，基本情况大家也有所耳闻。那太感谢了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请你到国营饭店下馆子。兄弟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帮我，我就必须帮你。这事儿我帮定了，吃饭的事情应该是我请你。行了，咱们回见。送走了这位，周春明心情很愉快。刚回到家，就听到小脚老太太在大声嚷嚷，原来是黄朝英又来找茬。你们家养了太多鸡鸭，搞得满地都是鸡鸭屎。周春明很无语，农村的条件不就是这样吗？喜欢干净搬到城里跟小叔去住呗。看到周春明走过来，小脚老太太更来劲了，说道：给你们1天时间把这些鸡鸭都处理了，否则的话我到大队告发你们，让周占奎去学习班。周春明冷笑起来，前些年有一阵子确实管得严，家禽都不许多养一只，否则的话就得把人叫去办学习班。不过现在已经宽松很多，老太太你别着急上火，现如今多养家禽的社员一抓一大把，你又何苦只盯着我们家呢？当然你也可以去告状，看看生产队里不理你。另外只要你做初1，我就做15，每个月3块钱的赡养费，你以后就别想拿了。闻言，黄朝英脸色一僵，像是蛇被拿住了7寸，哪里还敢吭声。她一个好吃懒做的老太太，根本没有生活来源，全靠家中的晚辈赡养，所以3块钱对她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。这个时候，二姑周学芬走了过来，脸色难看道：老四，哪有你这样当小辈的，敢这样跟奶奶说话？二姑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老太太又不是我亲奶奶，而且看我们家不顺眼，整天鸡蛋里挑骨头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。老太太整天针对我家，我一直忍她让她，已经够克制了。周学芬很尴尬，不过呢，我打算跟生产队买块宅基地，到时盖几间房子搬过去。毕竟我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大哥和三姐也到了结婚年纪，现在的房子条件差，也不够住。等我们搬走以后，大家互不打扰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闻言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黄朝英和周学芬更是瞪大了眼珠子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这老四是疯了不成？又把这事说了一遍。买宅基地盖新房，那得花多少钱？还娶不娶许知青了？小脚老太太听到我要买一块宅基地和他们分家，他们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已经靠着抓蝎子日入斗金。二姑周学芬更是瞪大了眼珠子。这老四是疯了不成？又把这事说了一遍。买宅基地盖新房，那得花多少钱？还娶不娶许知青了？周学芬诧异道：嫂子，老四这说的是真的？你家真有这打算？孩子长大了，
现在家里由春明说了算，他说啥就是啥。周学芬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个嫂子老实本分，从来都是有一说一，骗人是绝不可能的。黄朝英却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显得十分不屑。想搬走是吧？那赶紧的，老太太我倒是要瞧一瞧你们的新房哪天建成。说毕，小脚老太太扭头走回屋子。周学芬瞧了自己亲妈一眼，又凑到王秀芬身边，十分八卦地问道：嫂子，现在你们家里条件宽裕了？王秀琴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周学芬见状，来到周春明身边：老四，你跟二姑说一说，你是咋挣的钱？就靠卖鞋子，要不让你姑父晚上也跟你一起上山？姑父晚上撒网打鱼，哪天不打个几斤，甚至10来斤，每斤鱼4毛多，这还挣得不够？周学芬吓了一跳，这可不兴说，不许往外说呀。周春明也懒得理他，直接朝着厨房走去。周春明把蔬菜洗好切好，打算再到自留地里摘些蔬菜。冷不丁的，一个扎着双马尾辫的年轻姑娘走进门来。周春明瞟了她一眼：许知青，又有事儿？许白露板着脸：有人瞧见你跟李兰去河边了。咋了？去河边收地笼犯了天条？你觉得我家饭桌上的鱼和虾是自留地里种出来的？你甭跟我打马虎眼，没有谁拦着你，不让你去收地笼，只是你不许跟李兰在一块儿。你是有未婚妻的，要跟其他女同志保持距离，否则的话就是对感情不忠诚，就是流氓犯。周春明心里暗笑，这女的太会扣帽子了，演的跟真的似的，不明真相的，或许还真容易被他给骗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以后我注意就是了。人家当初看中你，就是觉得你老实可靠，没想到你是个花花肠子，是当代陈世美。你要再敢这样，跟其他女人不清不楚的，后果自负。看着许白露，周春明不动声色，淡淡回应道：许同志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对，就是这么严重，你这是作风问题，必须得纠正。周春明懒得跟他吵，我不是说会改吗？你还要咋样？这样吧，晚上我多做一份笋子炒肉片，装饭盒里，让小妹给你带过去。听到这话，许白露脸色缓和多了。算你小子识趣，待会我去警告一下李兰，让她离你远一点。小年纪不学好，这也太不自爱了，居然学人家抢男人。周春明脸色一沉，你要这么干的话，跟村里的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怎么还敢护着他？依我看，你心里就没有我，这个婚还结不结？你给句痛快话。周春明压根就不想惯着他，不过呢，还是稳住这位大小姐心，直到她的秘密败露，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。周春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白露，你别生气，气大伤身嘛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家庭背景又那么好，能娶你是我周某人的荣幸。听到这句话，许白露的脸色由阴转晴。彩礼的钱你到底想拖多久？我怎么觉得你早就攒够了呢？这事儿我琢磨了蛮久，我觉得吧，咱俩要是结婚，肯定得问一下长辈的意见。你跟家里爸妈说了吗？他们是啥想法？陡然间，许白露脸色在变，本来她就是想骗婚，存心想利用周春明，完全就是瞒着父母的。她硬着头皮说道：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我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可不兴包办婚姻，讲究的是一个自由恋爱。只要我相中了你，哪怕家长不同意，咱们直接在公社登记领证，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周春明心中好笑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这话果然不假。听你这意思，你父母多半是不同意咱们。也对，我是个农民的儿子，怎么配得上城里干部家的千金小姐？要不咱们还是别勉强的好。许白露当场就急了：不好，鱼儿要脱钩，眼看着肚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要是不赶紧找个接盘侠，以后可咋办？这怎么行？婚事都谈妥了，彩礼已经议定了，整个公社谁不知道？现在说悔婚分手，就不怕大家笑话吗？春明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拿捏不好说话的分寸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彩礼的事，你要是仍旧手头紧，咱们还可以再宽限一阵子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许白露立马点头，反正把这傻小子忽悠去领证就行，孩子可不能没有父亲啊。没有理会他，周春明径直想要出门，而许白露却挡在门前。咋了？还有事儿？晚上我们要去隔壁公社文艺演出，我想让你骑车搭我去。此话一出，周春明顿时不干了。我晚上有事情，抓紧时间挣彩礼呢。要不这样，你骑我的自行车过去，你要不会骑，让梦洁带着你，她好像会的。许白露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是强行按捺下去了。这个时候不能再刺激周春明，惹他反感就不好了。他点了点头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让梦洁带我，晚上你忙吧，别太累了。随后许大小姐推着崭新的飞鸽自行车，迎面遇到了一个学生打扮的女青年，对方微微一怔，惊叫道：白露姐姐，怎么是你？你来我家干嘛？来者正是二姑的小女儿，叫做马慧慧。马慧慧拉着许白露，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然后马慧慧的神色越来越惊讶，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周春明。老四，这是踩了狗屎，居然有机会娶我白鹿姐姐。重生归来的周春明空手套白狼，找来100多个人帮忙抓蝎子，一晚狂赚上万块。当马慧慧得知许白鹿成了表弟的未婚妻后，嘴巴张得跟簸箕似的。许白鹿这富家千金，相貌天仙一般的姑娘，为什么愿意嫁到这小山村里？此时，马慧慧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周春明，似乎想把他看穿。许知青不嫌弃我，非我不嫁，这有啥好说的？许白鹿也晓得趁热打铁。我跟春明已经谈妥了，慧慧你就等着吃喜糖吧，姐这还有事儿，有空咱们再聊。说毕，许白鹿推着自行车走了。回到家的马慧慧又跑过来，老四，你跟姐老实交代，你是用了啥手段把人家许知青给骗到手的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啥叫把人姑娘给骗到手？明明是他倒追我，爱信不信吧？马慧慧哼了一声，就凭你。周春明都懒得理他。这位表姐是个势利眼，后来也找了个势利眼男人，生出来的孩子也很没家教，和那个小脚老太太一个德行。瞧见表弟不吭声，既然你俩的婚事定下来了，那你必须得抓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听我妈说，你这区300块钱彩礼现在还没凑够，哪怕是去借，也要借到手再说，要不惹恼了白鹿姐姐，转头嫁给别人怎么办？周春明点了点头。马慧慧追着不放，我要是许爸爸，肯定不能让女儿嫁到乡下来，好歹也得嫁个市里领导的公子，甚至大胆一点，跟更高级别的家庭联姻。白鹿姐姐多少有点明珠万头的意思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周春明只当作没听见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准备晚饭。马慧慧站在旁边，脸色有些尴尬，不过当他看到柴火灶台旁边那一盆盆的肉菜，顿时眼孔一缩。卧槽，这伙食油水太足了吧！马慧慧那叫一个羡慕嫉妒。这年头油可太金贵了，就算在城里上班的工人，每个月也就0几两的邮票，眼前这么多油，那是想都不敢想。老四，你家今晚加菜是吧？记得多加1副碗筷，就当是给姐接风了。周春明倒是无所谓，不想跟他计较。到了饭点，马慧慧还真跑过来蹭饭，也就三姐周春香应付他几句。其他人没怎么理会这个，因为谁都受过他的气。吃过晚饭之后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赵信才迈进门口。老四，刚才我在路上看到二顺了，他让我给你带话。什么情况？是好事。二顺说他跟水生联络了不少人，都准备跟你拜师，现在人数超过了60，还不断的有人想参加。等到人数凑够了，没有人再报名之后，二顺他们再一起来找你。老五周春亮在旁边扳着手指头算数，60人。每人5斤蝎子，光是这一笔钱就可以盖新房了。心里别提多高兴。周春明拍了拍老五的肩膀，淡定点，小场面而已。老五兴奋的点头答应，脸上已经乐开了花。老四可以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能沉得住气，是做大事的料。周朝旺也走进来，好奇道：“说啥呢？讲给我听一听。”周春明说道：“就是上回跟水生和二顺说的那件事。走吧，咱们边上山边说。”半夜1点，等到周春明满载而归，刚回到家就碰到了许白鹿。不过飞哥自行车的后胎被扎破。春明，对不起，要不我赔你一点钱吧？算了吧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许白鹿看看四下无人，突然抓住他的胳膊，小声说道：“春明，你人真好，要不这样，过2天你有空吗？我请你去县城看电影，咱俩虽然都谈婚论嫁了，但是约会也没几次，就让咱俩单独相处1次，增进互相的了解。”周春明怔了一下，这该不会是个坑吧？县里的电影院条件简陋，放电影的时候把灯一关，整个场地黑漆漆的，下边坐在长条凳上的情侣，有的就开始搞小动作。现在这情况，估计他有点想法，想趁机给劳资使美人计啊。但是在这种公众场合，谅他也玩不出啥花样。那行啊，挑个你和我都有空的时间，晚上不行啊，你懂的。许白鹿罕见的撒了个娇，哪有白天看电影的？你就不能腾出个时间来陪一陪人家？咱俩晚上一起看电影，成双成对的，这是多么罗曼蒂克的事情啊！瞬间，周春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难点，属实是难点，去就去，谁怕谁？我还不相信这大美人能吃了我，到时候我抽个空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那你送人家回去，黑灯瞎火的，你就不怕未婚妻遇到坏人？周春明头有点大。他说的确实也有道理，既然做戏就要做足全套，拿出点未婚妻的样子来。从里屋取了一盏马灯，周春明陪着许白鹿，两人一起往知青点走去。半路上，许白鹿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说道：“春明啊，你要是拿不出那300块钱彩礼，那就算了。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到时你先把钱借来，当着众人的面给我，等我挣足了面子，再找机会悄悄还给你。这样一来，谁也不会在背后瞎议论。”
周春明一听，顿时吃惊不行。好家伙，他还真的豁出去了。横竖找到接盘侠就行了，彩礼不彩礼的，不要也罢。周春明思忖道：“这样不太好吧？是不是太委屈你了？”许白露抬头看着，又说道：“不委屈，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条件。”什么条件？假装给彩礼之后，3天之内，咱们去找支书登记领证。此话一出，周春明心里咯噔了一下。现在也没有外人，我也说句实话，咱俩从处对象到谈婚论嫁，时间是有点短。我对你还不太了解，结婚这件事情毕竟是人生大事，关系到终身的幸福。我的看法是，咱们不要着急，一步步的来。彩礼肯定要给，说了300块就是300块，不存在什么弄虚作假。至于登记结婚的事情，时机成熟了咱们再去办也不迟。闻言，许白露的眼中骤然闪过一丝慌乱。我凭借前世的记忆，花巨款买下了一头年迈老黄牛，所有人都嘲讽我是大冤种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却从老黄牛的体内取出2斤重的牛黄，从而成为县里第一个万元户。一大早，钱少武火急火燎地找到周春明。春明，你那天说的事情我都给你办妥了，我干爹已经点头答应，就按每斤3角5分卖给你。到时你把钱交到会计老杜那边，公社会派一辆拖拉机帮忙运送，剩下的事情他就不管了。不过呢，事后我们得给他拿20斤牛肉，还有2条烟。周春明笑了笑：“少武同志，你可以啊，这事儿办得漂亮。送礼的事情，我这边没问题，确实该感谢一下老书记。但肥厂那边，你联络了吗？”这还不简单，我给郑叔打了个电话，他请示了厂领导，回复说没问题，但肥厂那边给的价钱是5角5分每斤，不过也有条件，也得给郑叔的上级留30斤牛肉和牛下水。虽然有2角钱的差价，但是一头牛的出肉率只有4到5成，再刨去屠宰费，还有送礼的成本，几乎没什么赚头啊。牛皮和牛角都可以卖嘛，横竖是有一丁点利润的，关键是跟我干爹搞好了关系，以后你有啥难处都可以找他帮忙嘛。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咱们明天把这件事给办了，到时你直接在县城氮肥厂等我就行。屠宰场里面又脏又臭，以你前公子的身份也不适合进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有点洁癖，最受不了那种地方。明天买到牛之后，咱们就分头行动。我去县城找郑叔，你跟拖拉机去屠宰场。我这么帮你，你得兑现承诺才行。那是必须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许白露跟我成不了，我可以向老天爷发誓。见他说的认真，钱少武笑得合不拢嘴。眨眼就到了第2天，周春明一行人一起去拜见老书记周树雄。春明是吧？你是詹奎家的孩子，我有印象的。以前我跟詹奎还一起挖过河渠，修过水库。书记你好，我是为了牛的事情来的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说话的同时，他递过去2条用报纸裹住的牡丹烟。周树雄哈哈一笑，熟练地把烟收进抽屉。你这孩子也太客气了，咱们都是同宗同族，理应相互帮忙照顾，下不为例啊。我已经跟老杜那边打过招呼了，你们直接过去就行。屠宰场那边我也给你开好了介绍信，少武啊，你领着春明去吧。谢谢书记。周春明脸上堆笑，伸手接过介绍信，到了牛棚一看，那头老黄牛已经瘦得皮包骨，肚子却像是腹积水那样胀鼓鼓的，看起来快要撑不住了。交过钱后，周春明在牛棚的社员的帮助下，将老黄牛撵到了车上。开拖拉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二姑父马从良。看到周春明，马从良愣住了。老四，你这是闹哪样？买牛这么大的事情，问过你爹没有？周春明呵呵一笑，二姑父，你就别多问了，回头我给你烧2瓶酒。马从良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点头。二姑父跟他媳妇周学芬不一样，总是习惯埋头干活，不喜欢惹是非。手扶拖拉机行驶在乡间小路，朝着镇上的屠宰场驶去。到了地方，周春明率先跳下车，拿着介绍信和2包牡丹烟递给屠夫辛老六。六叔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辛老六疑惑地看着周春明，皱眉道：小同志，你有啥要说的？六叔，实不相瞒，这老黄牛的裤裆里有一块很大的牛黄，我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他。闻言，辛老六瞪圆了眼睛，满脸惊讶。小同志，你确定吗？你知道这玩意有多稀罕吗？1万头黄牛体内也就勉强能凑出1斤牛黄。我从解放处就在屠宰场上班，宰过的牛不下1000头，也就见过2次，而且还是指甲盖大小的。周春明从容不迫。没错，我非常肯定，所以想请六叔帮忙保守秘密。说毕，周春明从兜里掏出一叠大团结递了过去。辛老六眼瞅四下无人，立即接过来清点，整整20张，也就是200块钱。辛老六收好钱，粗犷的脸上浮现出笑容。好说，这个没问题，我这人啊，嘴巴够严实，小兄弟你就放心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没有牛黄，这钱我可不退呀。没事，如果没有牛黄，算是我看走眼了，那笔钱就当交个朋友。闻言，辛老六是笑得合不拢嘴。随后，辛老六把屠宰车间的大门给关上，让周春亮在门口放哨。紧接着，他把老黄牛拴好，
找了块布蒙住牛眼，先念叨了一段话。周春明确实知道牛种这牲口有灵性，屠夫宰牛之前多半要念屠牛咒之类的，祈求牛儿的原谅。周春明也默念道：老牛啊，你走好，下一世投个好胎。然后新老六一套流程过后，取出苦胆。一般胆囊是软的，这个怎么硬邦邦的？有戏！果然，把苦胆划破之后，一个金黄色的玩意呈现出来。这东西比拳头还略大一些，形状不太规则。新老六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小兄弟，你发财了！如果我没看错，这块东西至少能买20头牛。我的天啊！一旦把它给卖掉，搞不好能当上万元户。周春明淡定从容，运气还行吧？周春明取出完整的牛黄，用事先准备好的荷叶包裹住，放到竹篓里面。新老六死死地盯着竹篓，眼中满是羡慕嫉妒。此时，老五周春亮听到里面的动静，推门走了进来。周春明把竹篓递给他：老五，你把他给抱紧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松手。我知道，哥，你放心。老五拼命点头。新老六看着这两兄弟，不由得感叹道：难怪你们不肯在公社食品站宰牛，非得跑到镇上来，估计是怕太招摇，惹人眼红对吧？前些年是不许在家私自宰猪之类的，社员们得提前把家养的牲畜赶到公社食品站，那里有专人帮忙干活。如果周春明这么干，肯定会轰动整个公社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凭借前世的记忆，花巨款买下了一头年迈老黄牛，所有人都嘲讽我是大冤种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却从老黄牛的体内取出2斤重的牛黄，从而成为县里第一个万元户。周春明将牛肉拉到了氮肥厂处理完后，手里拿着一沓钞票，还略微松了一口气。虽然明面上亏了一点钱，但是入手了接近2斤的牛黄，目的也就达到了。返回的路上，钱少武看着老五，突然狐疑道：小亮，你这竹篓抱得那么紧，里面装的是些啥？我哥在镇上买了些皮蛋，我怕磕坏了。钱少武哦了一声，也就没再关心。手扶拖拉机回到村子里，已经是夕阳西下。回到家，周春明把老五叫过来：牛黄的事情，你跟家里谁都不要说，免得惹来麻烦。到时弄到了钱，咱家还要盖砖瓦房，请木匠做家具，其他的钱用来当做生意的本金。你和小妹的读书费用也从这里面出。周春亮使劲点头：哥，你放心，打死我都不说。周春明微微一笑，给他拿了5张大团结，让这小子留着零用。第二天，周春明就拎着2瓶酒，径直来到了周树雄家。瞧见了周春明，周树雄愣了愣：怎么是你？周春明嘿嘿一笑，把酒递了过去：老书记，我这有事想求您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来到屋里，周树雄笑容满面地说：来就来嘛，这么客气干啥？有事直说就行，只要不违反原则，婆婆都给你办。是这样的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地方不够住，我跟我大哥又准备娶媳妇，房间就更不够了，所以打算买一块宅基地，自己起砖瓦房。这个你跟大队说一下就行了嘛，不用经过我这里。是这样，那块地在咱们村子的东南角，附近就是杏花渡，大队有好几家都看中了，都想出高价来买，有一家甚至出到了300块钱。大队里还在讨论。原来是那边，之前有风水先生看过，说是块宝地，难怪那么多人抢。当然，咱们是无神论者，不搞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。春明，你说一说你的打算。我想买4间房的宅基地，价钱最好便宜一点，位置您已经知道了。事情要是办成了，我再给您拎一只3斤重的野生大甲鱼过来。听到这个，周树雄眼前一亮：野生大甲鱼可是好东西，这玩意挺滋补的，现在10多块钱1斤。就算自己不舍得炖了吃，还可以拿去送给老上级嘛。周树雄立即拍板：行，你留在我家吃顿饭，伯伯再跟你去现场看一看，合适的话就给你批一张条子。在周树雄家里吃了一顿饭，然后2人走路去杏花渡，来到大队的队长周建强家。建强同志，杏花渡那块地就卖给周占奎家吧，他家人口多，大儿子、3闺女，还有春明，这都马上要结婚，地方不够住啊。价钱方面，队里可以考虑稍稍让步一些。周建强脸色很难看，说道：既然老书记这么说，那就按您的意思办。不过之前有一家姓潘的也相中了这块宅基地，还抢先预交了定金。事前我也听说了，好几家都有意嘛。如果让你为难，那只好委屈一下春明他们。不，我这就去做老潘家的思想工作，劝他们把定金给退了。周占奎家的条件我也是知道的，2间土坯房确实不够住。周树雄微微合手，背着手走了，送走了老书记。周建强狠狠瞪了周春明一眼：你小子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！老潘家有兄弟5个，而且还有海外关系，这下麻烦了。周春明呵呵一笑，正因为他知道老潘家的情况，所以直接找到了周树雄，否则的话，大队绝不会批给他。看看时间不早了，周春明美滋滋的朝家里赶，顺路又去河沟里收了地笼。等他回到家里，李兰已经来了。哥，你回来啦！李兰甜甜一笑，主动来接过鱼篓，像个迎接丈夫回家的贤惠小媳妇。周春明也笑了，待会你拿几斤鱼回去。也就在此时，马慧慧从堂屋走出来，探头往这边一看，立即拉长了脸。李兰，
你又来干什么？春明是有未婚妻的，你要是有点羞耻心，就跟他保持距离。被马慧慧这么骂，李兰难过的快哭了。周春明皱了皱眉，护在了她身前。马慧慧，你啥意思啊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李兰来我们家多少回了，以前也常来，怎么不可以吗？马慧慧哼了一声，本以为我不知道你俩那点破事儿，听说前阵子还一起去河边，谁知道是不是曾芦苇当礼了？李兰俏脸通红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你瞎污蔑人！周春明走上前去，突然抡起一巴掌，啪的扇在马慧慧脸上。马慧慧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她颤抖道：“爹，你敢打我？乱说话是要付代价的，叫你嘴贱！”二姑周学芬冲了出来，瞧见这状态，也很心疼自家闺女。春明，有话好好说，干什么动手？慧慧是你表姐，不是外人。我不管是谁，谁骂李兰我就抽谁。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，平白的被人败坏名声，这谁能忍？周学芬有些理亏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周春明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大哥和二哥回来收拾你，最多下个礼拜，他俩都会回到家里的。没问题，我等着。说罢，周春明把李兰拉到了里屋。李兰满脸委屈，你表姐为什么那么针对我？我又没有得罪她。她平时就这样，而且跟许白露走得近，肯定要帮着那一边。那我最近还是不来了，免得给你惹麻烦。不至于，我妈就喜欢你，你得常来。实在不行，我让她认你做干女儿，来干妈家帮忙，这理由肯定站得住脚。此时的王秀琴刚喂完猪，一听这话，满脸的高兴。行啊，没问题，我就认李兰当干闺女，看谁还敢说闲话。同生之后，我花巨款买下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新家的宅基地，没想到却迎来潘氏兄弟的阻拦。潘家老大叫潘银山，正恶狠狠盯着周春明。此时的周建强干咳了2声。按照老书记的指示，杏花渡的宅基地得批给周春明。不过潘家兄弟不服气，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，而且人家之前就跟大队谈好了，还把定金给交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莫要伤了和气。你们看看商量着解决吧。潘银山顿时嚷嚷道：“凡事讲究一个先来后到，那块宅基地是我二叔从湘江来信，特地叮嘱要买下来的，打死我也不会让。”见到这场面，周春明冷笑起来，他就知道会这样。周建强明显不想得罪潘家兄弟，又不敢不听老书记的，所以搁这和稀泥。周建强呵斥道：“周春明，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脑子一根筋，书记的指示都敢不听，这队长做到头了。”闻言，周建强浑身一僵，背上冒出了冷汗。这件事要是处置不好，周春明跑到老书记那里去呢，我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春明兄弟，你别生气啊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跟你道个歉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把事情给办了，该交多少钱，我毫不含糊。是，我这就给你办。一听这话，潘银山几兄弟全都跳了起来，个个脸色激动。周春明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我就知道你们不服气，也罢，那我就跟你们掰扯道理。潘老大，这买宅基地和起新房的钱是你二叔给的吧？那肯定的，他上次回乡探亲，给了我们一笔钱，说了这件事情，回到湘江以后又来信催促，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办妥。那就行了。当初你二叔可是咱村的人，在60年代的时候偷偷跑到南边，身上绑了汽油桶，硬是从大鹏湾漂浮到了湘江，这是什么行为？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多的就不用我说了吧。下一刻，周建强如梦初醒。对呀，我咋忘了这茬？虽然是10几年前的事情，但是当时要是被逮到，后果相当严重。这是给咱们生产队抹黑，村里的宅基地绝不能卖给这种人，出再高的价钱都不可以。姓潘的，我马上把定金退给你们。此时潘家兄弟脸都绿了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事情居然急转直下，让周建强找到了借口，不顾潘家兄弟的哀求，把钱退了之后，又叫来民兵把人给撵了出去。仅仅几分钟，厂部办公室又恢复了宁静。按照咱们村的规矩，是按男丁的数目来分配宅基地。春明，你打算要几间宅基地？我爸、我大哥、我和我5弟，家里一共4个男丁，那必须是4间宅基地，总共需要多少钱？劳驾，你帮忙算一下。既然这样，按照老书记的指示，咱们就按60块钱一间核算，总共是240块钱。周春明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看来茅台和野生大甲鱼送的值。当下的宅基地每间的价钱在60到120之间浮动，那种几家争抢的好地盘，价钱肯定往上走，无形之中就省了一大笔。搞定了宅基地的事情，周春明心情不错。不过潘银山那几兄弟蹲在大队厂部外边堵他。你小子够狠，敢跟我们兄弟别苗头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兄弟还剩一口气，你这新房就建不成。你们比人多是吧？那行，哥成全你们。明天晚上咱们在小石潭水库碰一碰，谁敢不来，谁就是。瞧见周春明底气十足，潘银山内心慌的一批，但是输啥也不能输面子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到时可别怂，等着吧，老子非把你小子……周春明都懒得看他们，径直走开了。接下来他立即骑着车去了隔壁的祁县。没错，牛黄已经晾干了，他这一次
就是专门去药材公司出售的。来到药材收购站，趁着没人注意到他，周春明迅速走进经理办公室。中年人有所觉察，你好，你找哪位？经理同志你好，我手头上有一块接近2斤的天然牛黄。中年人瞪大了眼睛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快，拿给我看一看。周春明走进办公室，打开了人造革手提包，将牛黄拿了出来。中年人当场傻眼。我干这一行快30年了，见过的牛黄少说也有几百斤，但是这么大块的还是头一回见到。小同志，你先请坐，让我仔细瞧一瞧。中年人还伸出指甲，在牛黄表面刮了点粉末，放在舌头上尝了尝。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真的，不过呢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我们还得把它给切开，让公司负责这方面的化验员鉴定一下。这个没问题。中年人叫来了手下，把这块天然牛黄送去检验，然后陪着周春明喝茶闲聊，一个劲的夸他运气好。约莫2个小时以后，化验员送来了检验报告。这块天然牛黄重达925克，检测的胆红素含量很高，品质相当的好，是目前全省发现的最大一颗天然牛黄。春明啊，这下你发财了。按照现在咱们公司的收购价是13元6角每克，你将获得1万元，直接就是1万元户了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周春明也爽歪歪，不枉自己策划布置一番，总算是截胡成功，多谢莫经理。你小子真有福气，一下子赚了我10几年的工资。来吧，叔带你去财务科领支票，拿到了支票以后，就可以去马路对面的国有银行兑换成现金。出了药材公司，周春明抢在银行下班之前将支票兑换成现金。回到村里，已经是晚上。周春明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，里面装着一捆捆的大团结，上面覆盖着山楂茶叶，别人也瞧不出什么。重生之后，我因为教训了马慧慧一顿，第二天马慧慧就带着他二哥气冲冲地找上了门。在马军彪身后跟着马慧慧，他一脸得意，像是巴不得周春明被狠揍一顿。这个时候，马军彪已经冲到他面前，伸手想救他的衣领。周春明把他伸来的胳膊打到一边。二表哥，你还讲不讲理？马慧慧她无缘无故的骂李兰，我肯定得给她一个教训。我不管什么李兰、森兰、钱兰，你敢打慧慧那就是错。对呀，二哥你是不知道，老四现在嚣张得很，连奶奶都敢骂，也不知道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。闻言，马军彪就朝周春明打过来，刹那间，他一个大嘴巴子就伺候了上去，直接把他扇倒在地。小脚老太太和马慧慧都傻眼了。本来还指望二哥给周春明狠狠地来几下，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，万没想到二哥这么不中用。马军彪，想打架没问题，可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二姑父辛苦挣钱送你念书，结果你只学会动粗，看来以后没啥出息。霎时，马军彪脸涨成了猪肝色。此时的小脚老太太气不过，小兔崽子，你敢打我孙子，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快来人啊！周春明打人了，滚一边去！就凭你这护短的态度，以后每月3块钱的赡养费也没了。老子说到做到。听到周春明的话，小脚老太太眼前一黑，差点就要站不稳了。一年36块钱就这么飞了。小脚老太太抹着眼泪，欺负人啊！马军彪也震惊了，每个月3块钱赡养费，他一个土里刨食的庄稼汉，从哪里来的钱？担心奶奶出事，他只得一咕噜爬起来，跑去安慰着老妪。二姑周学芬听到要停止3块钱的赡养费，当时就傻眼了，悄悄跑去找王秀琴。此时的王秀琴正在喂鸡。秀琴嫂子，你去劝一劝你家老四，让他别发那么大的脾气，都是一家人，这是何必呢？王秀琴没吭声，她虽然平时老实本分，但是这种时候肯定知道站在哪边。见她不说话，周学芬摇晃着她的胳膊。嫂子啊，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，赡养老一辈是咱们的义务，要是都像春明这样动不动就不落挑子，老人家岂不是都要饿死？现在我说话不算数，家里是春明做主，而且钱是由他挣的，他想给谁就给谁。周学芬碰了个软钉子，也就不敢再吭声，垮着一张脸朝屋里去。黄朝英在屋里又哭又闹，嘴里骂个不停，但是周春明压根就不理会，只当没听到。随后帮着母亲喂鸡鸭，刚回到院里，大舅妈杨玉琴突然领着一个年轻姑娘来了。春明啊，我的好外甥，舅妈给你介绍对象来了。杨玉琴嗓门很大，来，这位是我表妹，名字叫吴彩霞，年纪跟你一般大，你俩认识一下。周春明愣在了原地，他原先以为大舅妈是开玩笑，没想到人家来真的，居然把表妹领来了。王秀琴抬头一看，顿时笑眯眯地说道：玉琴来了，快屋里坐。王秀琴觉得如果春明跟许白露掰了，还可以娶李兰，没想到又来了个吴彩霞，貌似也很不错，多一种选择总归是好事。吴彩霞也看了看周春明，顿时心里小鹿乱撞。表姐确实没骗自己，还真是个阴茎后生。虽然吴彩霞长得很标致，但是周春明心里已经有李兰了，所以不打算跟她发展。所以周春明径直说道：彩霞姑娘，我的情况你应该都了解了，我现在虽然没结婚，但是有未婚妻。我知道，我倒不是非得跟谁抢男人，就是听说表姐说她的外甥很出色，而且家里也催我相亲了，
闲着没事就过来瞅一瞅。周春明见状，松了一口气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吧。反正不是外人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我没打算在村里务农，打算干个体做生意，开店是迟早的事情。到时如果你肯来帮忙，我暂时给你开50块钱的月工资，表现得好的话，咱们还可以继续涨。听到这话，本来有些失落的吴彩霞突然又雀跃起来。50块钱的工资，而且还有上涨的空间，貌似比很多铁饭碗的待遇都强啊！他立即来了兴趣。当马君彪得知又有人给周春明介绍对象时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。自己一个大专生，毕业包分配居然还不如周春明这个穷农民。马君彪心态直接崩溃了。此时的吴彩霞跟周春明聊得很开心，不时的咯咯笑着，似乎已经被他给俘虏了芳心。看到这一切的马君彪心里直泛酸水，这小子踩到了狗屎，桃花运爆棚了。马慧慧见状，猜出了二哥的想法。周春明有了未婚妻，又跟那个李兰勾勾搭搭的，现在居然还跟其他姑娘相亲，简直臭不要脸！哪有这样对待感情的？太过分了！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臭流氓！不行，我现在就去跟白露姐说，我得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马君彪眼前一亮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许白露冲过来掀桌子的好戏。马慧慧脚步如风，一眨眼就出了门。等到吃过晚饭，春明外甥，你家的伙食太好了，油水那是忒足，一点也不输给国营饭店。你外婆家过年都不敢这么造。彩霞要是能跟你成了，也是她的福气。可惜啦，她相中了你，你倒是有了意中人。吴彩霞一听，羞涩的低下了头。春明哥家这条件，我倒是愿意嫁过来，可能是有缘无分吧。老话说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春明哥肯提携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这傻孩子，也不懂主动争取。要是换成你表姐我，老四一早就被拿下了。重生归来的周春明空手套白狼，找来100多个人帮忙抓蝎子，一晚狂赚上万块。水生从兜里掏出2张写满名字的作业纸。春明哥，这是具体名单，我统计了一下，总共有191人，我都跟他们事先沟通好了，必须同意你的求战，否则不让过来。众人聚集在一块儿，周春明走上了一块坡地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。各位，相信水生和二顺已经跟大家解释清楚了，我把逮蝎子的技术免费的教给大家，实际上等于是从我的兜里往外掏钱，损害了我的利益。只要大家学到这门技术，运气好的话，每天能逮5到10斤的全蝎，哪怕按照代销店每斤8块钱的收购价，这个数字也相当的可观，一天就能挣人家1到2个月的工资。一听这话，年轻人们众人都是蠢蠢欲动。周春明环视四周，我再重申一遍，学会了这门技术，每人在7天之内自愿给我5斤活的蝎子就行。如果谁不同意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我绝不勉强。人群骚动，大家左看右看，硬是没发现有谁站起来走人。很好，我相信大家都会遵守这个承诺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有谁想赖账，那我也没辙。不过接下来下一个发财的机会，我就不会带他了。各位都听清楚了吗？水生催促道。春明哥，你快进入正题吧，大家都听你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咱们就正式开始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门技术的原理，虽然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们，恐怕大家一辈子也想不到。说毕，他就示意老五递来一只活蝎，然后用头灯照射，一捧紫光泼洒过去，蝎子呈现出荧光，非常的显眼。也就数分钟内，周春明把窍门讲清楚，以及逮蝎子的各种注意事项，如何储存和贩卖等等。最后帮人帮到底，我也不是白拿大家的蝎子，这里有一套逮蝎工具，是我亲手做好的，你们拿了之后立即就可以分头上山赚钱。众人领过工具之后，都开始去逮蝎子。赵信才掰着指头算了算，不由得震惊。老四，还是你脑瓜子灵光，哪怕只有150人上缴蝎子，那就平白赚了750斤，卖到代销店就是6000块，赚完了这一笔，你都可以洗手不干了。我的天，发大财了啊！周朝旺也羡慕至极。老四太厉害了，这脑子不输给城里的大学生，难怪你敢买宅基地盖新房。恰好在此时，几个壮汉手里攥着棍棒和扁担，气势汹汹地走上坡来，为首的正是潘银山。周春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爷爷我今天非揍你不可！水生和二顺顿时不干了，我看谁敢动春明哥！潘家兄弟愣了愣，紧接着就看到眼前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群人，数量估计得有100-200。潘银山他们顿时慌了。卧槽，周春明这种兔崽子上哪找来这么多年轻人？如果是本村的那就算了，关键还有不少邻村的，这是捅了马蜂窝啊！潘老大，是你说的，见我一次就打一次。潘银山腿都软了，他勉强挤出一丝苦笑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没想到春明兄弟你深藏不露，能叫来这么多人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春明你就饶了我们兄弟一回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说话的同时赶紧把手上的棍棒扁担扔进了灌木丛里。误会，说实话，我信不过你们几位，潘老大你自己说吧，该怎么解决？潘银山浑身哆嗦了一下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此时的赵信才站了出来，
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们兄弟每人扇自己50个耳光，以后见到春明就绕着走，哥们保证不为难你们。对，小赵说的对，赶紧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潘银山犹豫了片刻，只好说道：“各位大爷，你们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开始抽自己的耳光。打完耳光，潘家兄弟赌咒发誓，以后再也不敢找周春明的麻烦后，赵信才等人才放过了潘家兄弟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分头赚钱去吧，祝各位好运。随后，水生和二顺带着一大群人钻进了黑山。等到众人散去，赵哥、朝旺哥，这些天感谢你们的帮忙。我三姐的意思是，她在时还不想处对象，也不急着嫁人结婚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你俩从今天起也自己上山单干，能挣多少全凭个人的本事，先攒点老婆本嘛。赵信才和周朝旺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泄气。没想到忙活了这么一阵子，周春香压根就不领情。不过好歹是学到了技术，懂得了一条赚钱的捷径。赵信才讪笑道：“老四，既然春香这样说，那我可以等她。好饭不怕晚，我先选你一样，攒足了钱盖新房，到时再请媒婆来提亲。”听到这里，周朝旺急了：“小赵，你忒不要脸了！春香是我的女人，谁跟我抢，我就跟谁急。你等着，我肯定比你先盖新房。”半小时后，周春明带着老五返回，反正山上都是人，何必跟他们抢？明天坐等蝎子送来就是了。第二天清早，就有人登门了，来的是水生，他手里捧着2个塑料瓶，笑眯眯的走进来：“春明哥，这里有6斤半蝎子，你称一下。”“怎么，都是你一个人来的？”“那是必须的。”周春明接过塑料瓶，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，以他的经验来看，确实有这个重量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和二顺帮我凑到了足够的人数，就减免你们的学费，还要每人给10块钱。春明哥，你就放心收下吧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脑子灵光，绝对是个贵人，以后有啥发财的机会，记得带我就行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同时，周春明拿出10块钱，想塞给水生，水生却是死活也不肯收。行吧，水生你够意思，我记住你了，过一阵子有好事再找你。水生一听，兴奋的直搓双手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童生归来的我靠着抓蝎子日入斗金，当隔壁二姑家得知后，却要去举报我投机倒把，送我进小黑屋。不行，老四这是投机倒把，是小农思想，我要去举报他。马君彪也皱眉道：“我就见不得他那小人得志的嘴脸。慧慧，你赶紧去，不能让这王八蛋继续猖狂。”二哥你等着，我肯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当马慧慧还没走到门口，马从良就堵在那里，呵斥道：“混蛋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谁也不许去告状，否则我就没有这样的儿女。”马慧慧吓了一跳，春明现在能耐大了，老书记都请他吃了2回饭，就凭你们也想扳倒他，趁早打消这个想法，别给咱们家惹祸。周学芬也有些吃惊：“老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春明怎么会认识那位？”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，不过呢，我再次提醒你们，别去惹老四。咱们村的潘家兄弟之前跟老四争宅基地，还放话出来说要打他，结果呢，这5兄弟个个脸肿得像猪头，全都躲在家里不出门，连工分都不出来挣了。听到这话，马君彪兄妹冷汗都下来了。难怪今天早上那么多青壮年来找老四，还主动给他递烟送蝎子，咱们还真是惹不起啊。对呀，这阵仗我看了心里都犯怵。你说老四上哪结交了这么多狐朋狗友？你们都收敛一点，别瞎惹事情。老太太每月3块钱的赡养费，就是被你们给折腾没的，也还是我厚着脸皮跟秀琴嫂子好说歹说，才给老太太争取了原来的赡养条件，依旧是每个月10斤稻米。马慧慧无奈道：“行，爸我听您的。”另一边，周春明的大哥周春光带着嫂子梁兰香从茶厂回来。爸，我跟兰香打算在国庆的时候登记结婚，他家那边发话了，彩礼要200块，3转1响，如果实在没钱买，可以等婚后再置办。至于住的地方，我已经跟茶厂领导申请了，会腾出一间单身宿舍，让我俩暂时住着。周占奎说道：“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自己看着办就行，不过老四说了，准备给家里盖新房，春光你最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。”什么？周春光愣了愣，简直难以置信。明明这个弟弟应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怎么突然还说要盖新房？钱从哪里来？哥，我最近挣了些钱，已经在杏花渡那边买下了4间房的宅基地，如果不出意外，1到2个月之内应该就会建好，给你们预留了房间。哥哥嫂子结了婚，在家里新房住就行，家具什么的我已经找村西头的刘木匠定做了，3转1响问题也不大，该有的都会有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差点惊掉下巴，梁兰香也瞪圆了眼珠子。春明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没有几千块钱，怕是拿不下来。你上哪弄这么多钞票？这个你们不用操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哥哥嫂子就等着住新房吧。王秀琴似乎心情不错。春光，如今家里有老四说了算，你相信他就行了。周春光冲着周春明使了个眼色。老四，咱们到外面聊几句。哥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不就是挣钱吗？不瞒你说，盖新房的钱我已经攒够了。可是你说的这些恐怕要花不少钱，
咱们公社最有权势的老书记也不该说这种话吧？具体的我也懒得解释。这样好了，待会我给你拿1000块钱，就当是给哥哥嫂子结婚的随礼。闻言，周春光愣在了原地。啥？1000块的随礼？要知道，在1980年的乡下，结婚随礼这方面也就给个3角或5角，1000块相当于周春光50个月的工资。半小时后，周春光怀揣着钱跟对象梁兰香回去，他脑子里还是晕乎乎的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梁兰香突然说道：“我很不喜欢你们家那个老四，这小子年纪不大，却满嘴跑火车，还说什么盖新房、订家具、买3转1响，我瞧他搭个猪圈都费劲。”住嘴！不许你这么说我弟弟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他刚刚高中毕业，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，搁乡下务农挣工分，能有多少钱？我记得上回你跟我说，他连300块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你母亲还想向你借，怎么就摇身一变，变成地主老财了？你太小瞧人了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老四最近光是逮蝎子卖就挣大发了。你没瞧见家里的飞鸽自行车？我妈跟我说，咱家那块新的宅基地都花了240块。那又怎么样？投机倒把而已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挣出4间新房来。你不信就拉倒。临出门的时候，老四悄悄给我拿了一笔钱，说是给咱俩结婚的随礼。随礼是吧？能有多少？顶天了也就10块钱。我瞧你们哥俩一个德性不踏实，当初我是怎么瞧上你的？话音刚落，梁兰香加快脚步，气鼓鼓地走在前面。周春光很无语，他摸了摸衣兜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决定先别吭声。毕竟离开家的时候，老四交代他说，男人也该藏点私房钱，别把啥都交给媳妇。另一边，周春明带着大老鳖来到周树雄家里。春明啊，你可来了，我刚好想去找你。怎么，老书记有什么急事吗？春明啊，你做事太高调了，招人嫉妒啊！今天就有好几把人来我这里告你的状，说你搞投机倒把，走资本主义路线，还有人建议让民兵把你给逮起来，把钱款全部没收，再关个几天先。周春明径直说道：“老书记，我知道您会关照我，这样吧，回头我给您送一箱茅台，您给我支个招，怎么度过眼前这难关？”听到这话，周树雄眼前一亮，露出赞许的神色。你小伙子挺上道啊！这个事情其实说难也不难，蝎子这玩意又叫全虫，是一种中药材，刚好咱们公社有药材厂，相应的执照和资质都俱全，你就加入公社集体企业，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组，按月缴纳管理费就行。只要你挂靠了集体，别人就拿你没办法。周春明愣了愣，这也行，多谢老书记。请问每个月该缴多少管理费比较合适？周树雄挠了挠头，像你这种情况，一般来说每个月10块钱就行。不过呢，你既然挣得多，那么每个月交20块吧。好，我听您的。同生80年代，我靠着倒卖蝎子日入上万。当许白鹿得志后，火急火燎地找上了门。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满嘴的谎话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限你在明天傍晚7点之前，把彩礼交给媒婆张二婶，或者是送到知青点交给我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婚我就不结了。你去娶你的村姑吧。闻言，周春明心中暗笑，好家伙，居然急眼了！要不是为了让你身败名裂，谁稀罕你在这给你过家家？随后，许白鹿张了张嘴巴，刚想说些什么，突然之间，一股熟悉的感觉从喉咙升腾起来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捂住嘴巴，2、3步跑到墙边，直接干呕了起来。见状，周春明嘴角勾起一个弧度，这就是孕吐妊娠反应之一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让我逮了个现行，当然，现在还不是点破的时候。随后，周春明走上前去，假装关心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吃了啥不干净的东西？”许白鹿本立即顺势说道：“可能是吧，这些天在你家天天吃肉，应该有点反胃。”周春明差点笑出声：“是吗？恐怕这猪肉有问题。明天我去镇上找那个卖肉的算账，看来以后这栋猪肉不能买了。”许白鹿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别给我说那些没用的，我听说你现在一天都挣几千块，限你3天之内把彩礼给我送来。”彩礼的事情，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钱我拿得出来，但是先得盖新房。我大哥要结婚，我也要结婚，哪怕把家里的猪圈隔断成3间，也不够住的呀。那我不管，先给彩礼，然后3天内去登记结婚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去公社告你玩弄女性。许同志，你可别冤枉好人，谁玩弄女性了？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。要不这样吧，看在你恨嫁心切的份上，明天我给你爸的单位打个电话，问一下许叔叔的意见。听到这话，许白鹿脸色骤变。这件事情他本来想瞒着家里，此时的许白鹿强装镇静道：“你别扯淡了，你知道我爸单位，还知道单位的电话号码？这不简单吗？钱公子是你的老邻居，他啥都跟我说了。”一听这话，许白鹿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从前个月回省城探亲算起，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有2个月左右，再不找个接盘的傻子，事情就要露馅了。本来以为周春明这小子没什么见识，人又憨厚老实，随便2句就能忽悠瘸了，没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他了。
他强装镇定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只知道你家住在省城城北区友谊路工商局宿舍里面，虽然不知道具体住哪栋哪单元，但是给门卫大爷发支烟，估计不难打听到。许白露额上渗出冷汗，随后他果断凑上前，伸手挽住周春明的胳膊。春明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刚才是我控制不住脾气乱发火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咱们是自由恋爱，不需要父母干涉。我爸妈确实对乡下有偏见，我会去做他俩的思想工作。实在不行，要不咱们这样吧，还是按我上次的提议，彩礼就不要了。不过我会对外宣称已经收到了300块钱，这点面子你必须得给我。等到咱们登记结婚，我还会陪嫁一架缝纫机。那不行，哥像是缺那300块的人吗？彩礼肯定有，你放心。不，我不要彩礼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谈钱太俗气了。咱们的感情圣洁美好，不能用钞票来衡量。小许同志，没想到你外表长得漂亮，思想境界还这么高，太难得了。讨厌，叫人家白露就行了。那咱们这么说定了，今天时候不早了，咱们改天再聊登记领证的事情。还没等周春明答话，他就松开双手，飞快地走了，像是生怕周春明拒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春明就去了现场，找到了李金莲父子。春明，上回你跟我说的事儿，现在咋样了？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启动，赚钱的机会来了。待会儿我给你1000块钱做本金。李章平大喜，太好了，我就说嘛，春明你比我亲兄弟还要亲。李金莲听得一头雾水，不晓得这2个年轻人在搞什么。李叔，我打算暂时搁置蝎子生意，和张平一起收购金银花。春明啊，叔叔有义务提醒你，收购这玩意有风险，没有专门的资质，容易出状况，倒是别弄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有个远房亲戚，上个月刚开了一家个体诊所，他做过10多年的赤脚医生，也有中医资质，你可以跟他合伙，就不用担心了。谢谢李叔的好意，我原先也是这么打算的。不过呢，资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现在挂靠了公社药材厂，公社还出具了证明，没人可以找我的麻烦。闻言，李金莲父子都是精神一振，这都可以，看来眼前这小子还真是有2下子，关系确实够硬的。李章平爽歪歪，这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放手去干了。9月份你还要去省城念书，要以学业为重，所以赚点差价就行了。就按原先说的，每公斤给你提成5角钱。一般来讲，普通人上山采这玩意，全天能够采到20公斤左右，晒干的话也就只有2公斤。你每天跑几个生产队，估计能收上来不少。李章平使劲点头。周春明又说道，有些生产队也专门有种植金银花的药厂，就算亩产低的，每年也能产出100公斤干花，种植了3年以上的，产量会越来越高，甚至能达到每亩150到200公斤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10几年前咱们全县的金银花产量就达到了20万公斤，现在只会更多。可以说这个市场相当的广阔。李金莲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好小子，我都想把工作辞了，专门跟你收药材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劫道的不如倒药的，这个是真的赚钱。周春明淡淡一笑，他当然知道李金莲只是说说而已，不可能辞掉所谓的铁饭碗。许白露为了和我结婚，对外谎称我已经给了500块的彩礼，然而此事却传到钱公子耳中，他整个人像是发疯了似的往女知青宿舍这边冲。白露，你真的收到彩礼了？看到钱少武后，许白露秀眉微蹙，又是这舔狗，整天来纠缠，烦不烦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只要你还没有嫁人，我就还有机会。快说，周春明那小兔崽子是不是真给你500块彩礼？是又怎么样？小梦他们也都知道。周春明这小子敢耍我！钱少武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双眼变得通红，老子非收拾他不可。随后他整个人像是发疯了似的，又朝着周春明家冲去。姓周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钱公子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的火气？我听许白露说你给了他500块的彩礼。闻言，周春明倍感好笑。钱公子，一场误会而已。误会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你要是真敢耍老子，你就完蛋了。周春明淡然说：钱公子，彩礼我可没有给任何一分钱。许白露对外说是媒婆张二婶转交给他的，实际上我已经好几天没见过张二婶，这件事情有毛你？我不信。孟杰和小凡都见到了那些钱，用红纸包裹着的。少武兄弟，你这记性有点差呀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既然许白露跟那个姓关的有一腿，我怎么可能娶她？要是有那个闲钱，我用来盖新房不香吗？再说了，昨晚你悄悄地跟踪我俩到河边，你瞧见我有啥出格的举动了吗？一句话，哥对他没兴趣啊。闻言，钱少武脸色很尴尬，他确实悄悄地在后面跟踪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。钱少武有些囧，不是你同意让我监督你俩约会的吗？行吧，我倒是瞧出来了，你对他不太上心。昨晚跟当代柳下惠似的，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种定力，确实也不容易。许白露不惜自掏腰包演戏，这是故意造舆论，逼我娶她呢。我也不方便出面澄清，道理你懂的。哪怕我证明了确实没给彩礼，许白露是故意当众撒谎，群众也只会指责我，催我赶紧给钱。卧槽，是这么回事？
春明哥，我给你道个歉，我刚才确实冲动了。跟钱少武聊了半个钟，得知真相后，这才不情不愿的离去。刚送走钱少武，突然有人走过来拍他的肩膀，来者赫然就是二姑家的老大马君胜。大表哥，你回来了。老四，我回来以后听说了一些你的事情，有些话我这个当表哥的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呗，憋在心里多难受。马君胜顿了顿，目光一直盯着他，说道：老四，你这人脑瓜子灵活，又勤快能干，大表哥一直很看好你。不过呢，咱们做人做事要走正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周春明装傻，不懂。马君胜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你还很年轻，搞投机倒把不合适，千万别毁了自己的前途，到时追悔莫及。大表哥，你听谁瞎扯的？谁搞投机倒把了？我先声明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千万别往我身上栽赃。老四啊，犯了错误不要紧，咱们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。你每天收蝎子贩蝎子，据说挣了不少钱，金额非常的惊人。要是按照规定，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，不仅要罚款，而且还要没收财产，更得抓去劳改3年。咱们毕竟是亲戚，大表哥这是在挽救我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周春明哈哈大笑：大表哥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有分寸的，不用谁来教我做事。瞧见周春明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，马君胜嘴角抽了抽，眼角也抽了抽，脸色那是相当难看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老四你好自为之吧。但凡多读几本书，学历再高一点，你也不至于这样。说毕，马君胜摇头晃脑的走了。周春明都懒得理他，没想到还没等他进屋，外边突然呼啦啦的涌进来好几个穿着制服的大汉，领队的正是生产队副队长邱振江。周春明，你小子要倒霉了，有热心群众举报你说你搞投机倒把，而且数额巨大。这几位呢，就是专程从县里赶来的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，带队的是孔队长，要把你抓典型，当成大案要按来办。为首的那个制服男面色冷峻的说道：年轻人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周春明冷笑道：邱老狗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所谓的投机倒把是不存在的，我已经加入了公社集体企业，归云雾山药材厂管辖，按月缴纳管理费，公社还给开了证明，所以你们白跑一趟了。听到这话，投机办的人全愣住，邱振江脸庞扭曲起来：胡扯！你他娘的算老几，也配加入集体企业？你知道药材厂的头儿姓什么吗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玩花样？周春明乐了：你又算老几？是咱们公社一把手，树雄老书记介绍我加入的，证明也是他亲自开的，你要不要瞧一瞧？另外，药材厂的厂长叫做方永胜，就住在隔壁生产队，家里有5口人，那天我还跟他聊了蛮久。听到这里，邱振江有些心虚了，投机办的孔队长脸色也缓和了一些，说道：既然是这样，小同志你把证明拿出来，让我们过目一下，如果确实没问题，我们绝不冤枉好人。周春明点了点头，从兜里取出那张盖了公章的信件，孔队长接过来，仔细的瞧了瞧，然后瞪了邱振江一眼：老邱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情况还没搞清楚，大晚上的就把我们给叫过来，我警告你，下不为例啊！邱振江当时就怂了，豆大的冷汗唰的从额上渗出，他赶紧凑过去瞧了瞧，字迹确实是周树雄的，公社的章也没问题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投机办的同志们大老远从县城跑过来，而且还是晚上，多不方便啊！都怪这姓邱的报错信，闹了大乌龙，索性让他明天在国营饭店摆一桌，请大家吃饭喝酒，就当做赔罪了。孔队长眼珠子转了转，沉声说：我看行，这建议不错。霎时邱振江脸都绿了，照这架势来看，这顿酒没有10来块钱解决不了，分分钟让我荷包大出血。周春明这小兔崽子，报复心也太强了吧！一大早，周朝旺就拎了只野昆，好说歹说，非得送给周春明。朝旺哥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这几天没少挣吧？那必须的，我们没有门路和时间把全先卖到县城里，所以都卖给了代销店。托老四你的福，哥哥我这几天挣了150多块，听说小赵挣的也不少，可把他给得意的。那还不错，等于你半年的工资了。周朝旺笑道：那可不是，不过现在用新方法逮蝎子的人越来越多，山上的资源越来越少，很多机灵一点的晚上都转移了阵地，宁可都跑几10里山路，也要到其他公社的地盘去，那边没啥竞争对手，一晚上逮10斤都正常。然后周朝旺叹了一口气，但是问题也来了，卖这个的人太多，代销店资金紧张，开始拖欠收购款，甚至打白条了。闻言，周春明并未感到奇怪，在当下这个年代，作为收购主力的供销社，不仅体制老旧，而且给的收购价偏低，拖欠收购款是常态，所以各个公社的药材厂没啥积极性，时代背景就是如此。朝旺哥，下午2点，我会召集水生和2顺他们再过来聊一聊，有一条新的财路。朝旺哥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过来听。周朝旺眼前一亮，好，这个好，下午2点是吧？我跟领导请假也要来。随后周朝旺兴冲冲的出了门，到了下午2点，人已经聚齐。周春明不紧不慢的说道：各位，我之前说过，会继续带着大家挣钱，金银花大家都懂，晒干的那种，代销店的收购价是每公斤1元5角，我给2元，
我敞开来收购，有多少说多少，500斤不嫌少，1000斤不嫌多，现场给钱结账。到10月份以前都是金银花的采摘期，大家赶紧的。闻言，众人顿时哗然。老四，这是真的吗？周春明嘿嘿一笑，从兜里拿出厚厚一叠钱来，放在了桌子上。这些钱是我最近换好的，有零有整，就是为了收购药材做准备。朝望哥，你为啥不试一试呢？白天采金银花，晚上逮蝎子，互不耽误的。基本上每人辛苦一天，能搞到2公斤干花，送到我这里就是4块钱，1个月下来就是120块，不比上班强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在咱们公社辛苦一整年，挣到的工分也换不回100块。周朝望眉开眼笑，你说的对，闲着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们也都可以有活计干了。毕竟不是谁都愿意晚上去山上挨蚊子咬。老四这是在造福大家啊！二顺试探道。春明哥，我妹妹前阵子在山上摘了不少，都已经晒干了，摘了整整1袋呢。要不我现在给你拿来？巧了呀，二顺你家今晚可以加菜了。此时在场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周春明要马上拿金银花过来换钱。10分钟不到，二顺果然拎着一个小麻袋跑过来。周春明打开瞧了瞧，一股药材的清香扑面而来，里面全是青黄色的干花，形状有点像火柴。金银花分为4个等级，没开花的那种青色花蕾的，而且没有虫蛀和破损的叫做3青，药性最好，评定等级是1级，也是收购价最高的。你这批药材汇入了刚开始发白的花蕾，还有一些全白的花蕾，所以只能算2级，还是按2块钱每斤给你。二顺尴尬道：我们这些山里人哪里懂得这么具体，以前完全不懂嘛。周春把这袋干花称了一下，总共13公斤2两，这些是货款，你点一点。说着，周春明给二顺拿了几张钞票。周朝望羡慕道：好家伙，二顺你发了，一下子挣了老哥我1个月的工资。待会儿别跑啊，必须请客。没问题，在场的每人1包精致烟，各位可别嫌弃。周春明又说道：谁手头还有金银花，快点拿来换钱，自己手头没有，亲戚朋友家里有的也都通知到位。一句话，别怕我没钱收，就怕你没货供应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纷纷拔腿往外走。此时周春明听到外面有人按自行车铃铛。春明，我给你送金银花来了。周春明循声望去，果然就看到李章平满头大汗，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口。是张平啊，快进屋歇一会儿，瞧把你给累的。昨天加今天，我跑了4个生产队，腿都快细成麻杆了。好说歹说，拢共才收到了这么些，总共有75公斤。周春明解开麻袋看了一下李章平收来的金银花，基本上都没有破损和虫蛀。周春明立即点钱，按照之前说好的，每公斤给你5毛钱提成，总共是37块5毛。李章平大喜，瘦啊，就这2天赚的比我爸1个月挣的都多。这要是干到开学时间，那我不得成了地主老财。两人正在聊着天，冷不防许白露径直走了进来。李章平好奇道：姑娘，你找谁？当然是找我对象春明了。李章平当时就震惊了，嘴巴张大的像鲶鱼。我操，你小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，哥们我咋不知道？一个大老爷们，别这么八卦。说着，周春明跟随着许白露径直走向门外。春明，你咋不来找我呢？我知道你肯定有事想问我。周春明淡然道：我这不是忙着吗？都忙了一整天。许白露微微皱眉，难道收什么狗屁药材比我还要重要？见对方不答话，彩礼的事情你不会怪我吧？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擅自做主，但是之前我跟你提过，当时你没有反对，我就当做你默认了。我这么做呢，也是为了咱俩的幸福。许同志，这样的事情你得事先征求我的意见，不要想当然，也不宜擅自做主。我没吭声，不代表我认可和同意，下不为例啊。同声之后，我开始大量收购金银花。由于人手不足，我找来李兰和吴彩霞帮忙。此时恰巧被赶来的许白露撞见。许同志，你来干嘛？你还有脸问我？好你个周春明，够花心的呀！自己都快结婚了，还把2个年轻姑娘往家里带，你是想犯流氓罪，进去蹲几年吗？你大概是误会了，家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，我能干些啥？彩霞是我过来帮忙收金银花的，按月给她开工资。小兰是我妈的干女儿，家里现在盖新房，需要人手帮忙，所以她就过来了。许白露不依不饶，我不信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小子就是喜欢勾3搭4，你在玩弄我的感情。说着，他一伸手，掀翻了身旁的桌子，咣当一声，满桌的碗碟全部打翻在地。周春明冷笑了一声，这朵白莲花居然有脸跑来劳资家里撒野。周春明2、3步就走到对方面前，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滚！许白露猝不及防，你敢打我？我爸都不敢这么干。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小兰和彩霞都是来帮忙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简直不讲道理，还敢在我家放肆，我没必要跟你客气。瞬间，许白露浑身颤抖起来。王八蛋，小畜生，我看错你了，这个婚我不结了。一个乡下泥腿子，要啥没啥的臭农民，根本配不上我。周春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但要悔婚，而且还要去公社告你。
让大家都知道你乱搞男女关系。不带这么污蔑人的呀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乱搞男女关系？不结婚拉倒，说的我很稀罕你似的。这样吧，我同意，不过呢，你得把彩礼退回来。许白露当场懵逼了，什么彩礼？500块钱的彩礼啊！既然你悔婚了，不可能贪没了这笔钱吧？而且你也甭想赖账，这件事情整个公社都知道。顿时，许白露人傻了。李兰壮着胆子说道：“对呀，既然你不肯结婚，彩礼肯定得退。5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整个公社能有这个存款的，我想也只是极少数。而且你们甚至没有办喜酒，也没有住到一起，甚至没有牵过手。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脸拿这笔钱？”这几句话把许白露气得快要吐血，打死他都没想到李兰居然也趁这个机会站出来针对他。吴彩霞也走过来：“你就是许知清，没想到脾气这么大，原来是个疯女人，真正配不上她的其实是你。你走吧，春明哥不会跟你好的。”许白露哆嗦了一下：“你们合伙来气我？行，我走，我马上走。”说毕，他黑着脸往外走。周春明补充道：“记得还钱哟，千万别当老赖。”当许白露走后，李兰悄声说道：“哥，你说那姓许的会不会真的跟你闹掰了？还只是一时冲动？可能今天他受了刺激，不过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”李兰显得有些失望。随后，李兰和吴彩霞继续招呼前来卖药台的乡亲们。吃过午饭后，周春明打算去工地转几圈，看看工程的进度。此时，生产队副队长邱振江堵住了周春明的去路，背负着双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春明啊，你这阵仗搞得挺大，看来挣了不少钱。不过呢，你盖新房的手续都办好了吗？”“什么手续？”“甭给我装糊涂，你得给咱们大队打申请报告，再到镇上的房管所进行审批，得到那边的批复以后，由我们这些大队干部来现场测量，才可以打地基。否则的话，你就等着被罚吧。”见状，周春明呵呵了。狗又跑来找茬，看来上回他请投机办的人下馆子喝酒，来了个荷包大出血，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哥这故意使坏呢。邱振江吼道：“笑什么笑？说话！我笑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张狂！”闻言，邱振江差点跳了起来：“小畜生，你敢威胁大队干部，找死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喊几个民兵把你给逮起来？”“你声音小一点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建房要办啥手续，我能不知道？老书记早就跟我交代过了，我找队长周建强办的，他没跟你说？”“那你拿出来，让我仔细瞧一瞧。要是有半个字不对，今儿你就惨了。”“手续肯定放在家里，哪有随身带着的道理？”“老邱，你想鸡蛋里挑骨头，找错了对象，咱们就来聊一聊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吧。”“老子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你敢污蔑干部？”“这里没有别人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跟你小舅子，还有一批人，为了个人盖新房、做家具，盗伐集体的林木，在小石潭水库北坡任意破坏森林，毁掉的林木材积少说有100多立方米。真以为没人知道，还是以为大家都瞎了？”此话一出，邱振江像是被捏住脖子的鸭，说不出话来了。你自己说吧，如果被哪位热心社员给你举报到林业部门，后果你自己掂量一下，搞不好得蹲2年班房。大队干部你也别想干了，你家里的亲属也跟着受牵连。邱振江依然嘴硬：“证据呢？没有证据你说个屁！”“老邱，你不会以为没有目击者吧？要不这样好了，我现在跟你去林业局反映情况，相信那边的工作人员会下来仔细认真的调查，还你一个清白。”扑通一声，邱振江两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上，哆哆嗦嗦道：“春明兄弟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千万放我一马！我家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那小女儿还跟你是初中同学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”周春明不说话，就这么冷冷的看着对方。邱振江又哀求道：“我糊涂啊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也犯不着来为难你。春明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以后肯定有大出息，不会跟我一般见识吧？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要不叔给你磕几个头吧？”“那倒不必。”“那你家里缺点啥？叔给你送过去。”“老邱，你还没想明白，本来咱们无怨无仇，是你几次三番的来找我麻烦，我要是想收拾你、报复你，还用等到现在？”“确实是叔不对，叔犯了糊涂啊！春明兄弟，你放叔一马，叔会记得你的好。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一声，叔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给你办了。”上集说到，面对许白露的蛮横无理，我反手送他一个大逼兜子。然而第二天一早，许白露就请来张二婶做说客。“春明啊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跟你媳妇闹掰了，还敢动手打女人？这太不像话了呀！”看到这位，周春明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很明显，张二婶是许白露派来的说客，估计是打算挽回局面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许白露铁了心想分手，压根就不必这么费劲。张二婶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我刚做好的一桌菜就被他给掀翻在地，换作是你能容忍得了？随后张二婶又瞥见了李兰等人。“你这孩子也太不让人省心了，都
都有未婚妻了，应该跟其他女同志保持距离嘛。你天天让2个漂亮姑娘跟在身边，你让人许知青怎么想？我管他怎么想，让他赶紧退彩礼钱，我跟他一刀两断。闻言，张二婶脸都黑了。你咋能这样呢？彩礼的事情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纯属做给外人看而已。反正没有。周春明冷笑道：“想当老赖是吧？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到时候丢脸的又不是我。张二婶，劳驾你跟许白露说一声，我跟他的缘分已尽，结婚是不可能结婚的。”张二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本来想吓唬周春明几句，逼他去跟许白露认错，没想到这小王八蛋态度如此强硬，这下子麻烦了。来的时候刚跟许白露谈好了，如果能让周春明回心转意，就会把我亲侄弄进工商学校，毕业包分配工作的。妥妥的铁饭碗啊！顿了顿，张二婶讪笑了2声。春明贤侄，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。这件事情说起来，你们两边都有错。我替许知青向你道个歉，他不应该冲动掀桌子，你也不该动手打他。人家姑娘长得多漂亮啊，个子又高，还那么有才艺，尤其还是高干子女，哪怕放眼整个省城，都难找到这样的。多少年轻人惦记他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春明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听到媒婆的话，周春明哈哈大笑。你笑什么？有这么好笑的吗？二婶，你老人家省省吧，不用跟我说这些。既然许知青那么出色，你让你儿子或者侄儿去追他吗？仙女般的姑娘，谁娶了就是祖上有德哦。张二婶顿时郁闷坏了。我那个儿子不成气候，亲侄儿又长得歪瓜裂枣似的，追个村姑都费劲，还想追人家局长千金？不是，春明你咋能这么说话？真把人家许白露气跑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二婶，差不多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随后周春明挥着手把他往外边撵。张二婶虽然不情愿，却也没有办法。到了晚上，钱少武手里拿了瓶酒，醉醺醺的来了。只见钱少武哭丧着脸：“钱公子，你这是咋了？有啥心事？”钱少武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朝着我家的院墙来了一套王八曲。少武同志，出大事了！钱少武点了点头，抓起酒瓶就往嘴里灌酒。见状，周春明赶紧阻止：“你别管我，我不想活了。没想到许白露这贱货已经怀了那个姓关的孩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钱少武从兜里拿出一张信笺，周春明接过来一看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这封信正是关洪涛从花旗国寄过来的。他仔细的把信从头到尾看完，里面的内容正是关洪涛跟许白露商量怎么处置这孩子。关洪涛说他学业重，办回国签证也很麻烦，所以不方便回来，准备汇过来1500刀，让许白露自己想办法。如果把孩子生下来，那就委屈许白露自己带几年，等到关洪涛学成归国，两人就再续前缘，组建小家庭。此时周春明心情很亢奋，这玩意就足够锤死许白露，是他骗婚的直接证据。周春明不动声色。少武，你从哪里搞来这封信？我为了接近许白露，悄悄买通了跟他同宿舍的樊知青。平时许白露有啥风吹草动，樊知青就会悄悄告诉我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许白露频繁呕吐，我才让他悄悄把这封信给偷了出来。不对啊，像这样的东西，许白露肯定不能随便乱放，必须得锁起来。你说的小樊姑娘，居然还会开锁？那不至于，人家是知青，不是扒手。我本来想让他把整个梳妆盒弄出来，结果那天巧了，许白露当时在梳头，听到院子里进了毒蛇，慌得连忙跑出去，忘了给他上锁。听到这里，周春明大概懂了。那这封信是你私案的，还是原件？拿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了。我猜测，本来许白露打算毁灭证据，后来可能突然想到，万一把孩子生下来，狗日的关洪涛不认账怎么办？所以又想办法悄悄把信给粘在一起。有道理。钱少武骂骂咧咧的，又继续喝酒，削瘦的脸庞红成了猪肝色。少武，你家里有背景，返城之后多半可以当干部，就这条件，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并不难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？钱少武摇了摇头，又叹息了几声。毕竟为了追求许白露，他付出了很多。这样吧，你也别说那些丧气话，也甭走极端，不值得吗？我先跟你去公社卫生院包扎一下。猛然间，钱少武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一脸狐疑的看着周春明。兄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件事了？你这法烟不对劲啊！你才是许白露的对象，被戴了绿帽居然这么淡定。周春明笑而不语。我跟你说过了呀，二手货我没兴趣，就凭着许白露这条件，为啥会看中我这小农民？人往高处走，谁往低处流？他明明可以高攀，为什么非得下架？这里面明显有猫腻。钱少武恍然，你当时咋不早说？哥们一直被蒙在鼓里。我说了你会信吗？况且我又没有证据。行了，咱们上卫生院吧。借着夜色，两人去了一趟公社卫生院。许白露在周春明那里受尽百般屈辱，想了整整一宿。许白露把心一横，打算悄悄解决这个烦恼，再把周春明给蹬了，以解他心头之恨。趁着天还没亮，他就带着钱悄悄来到县里的小诊所。姑娘，你要看啥病？许白露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人偷看或偷听。不是我看病，是我的一个姐妹，她前阵子处了个对象，
然后高医师玩味的笑了笑。然后怎么了？你不说清楚，我也没办法判断状况啊。许白露尴尬道：她不小心怀上了，又没办法跟那男的结婚，所以想找您帮忙，把孩子给拿掉。这种情况不是没有，你这姐妹也太不小心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过于冲动任性，不懂得保护好自己。不过呢，你找错人了，还这种要是犯忌讳的，我也爱莫能助啊。闻言，许白露急了，她连忙哀求道：高医师，我知道您是好人，您总不可能见死不救吧？再拖下去，我姐妹这辈子都毁了。你们这些知青啊，总是让人不省心。瞬间，许知青汗毛直竖，心都凉了半截。许白露声音颤抖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还不简单，听你的口音就不是本地人，应该是省城那边的，而且你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普通社员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这皮肤这么白净，手掌也细嫩，没有老茧，一看就不是下地挣工分的。你这样的姑娘我见多了，你说的姐妹应该就是你自己吧？我要是给你开了药，到时你反手一个举报，我这诊所都得关门。许白露真是欲哭无泪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我可以多给些钱，求您帮一帮我。把手伸过来，我给你把一把脉再讲。许白露无奈，将纤纤玉手伸过去。高医师沉吟片刻：你这脉搏跳动来往流利，如珠走盘，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讲，叫做是滑脉。结合你之前所说的，那就是有孕在身。最近你有啥妊娠反应吗？许白露叹了一口气：容易犯困，总是觉得浑身疲倦，而且经常恶心呕吐。那就是了，报上你的名字和单位。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那么姑娘请回吧，我帮不了你。我只是来买个药而已，你确定要问的那么仔细吗？那是必须的，我得知道你的底细，免得以后出了事情也知道该找谁，否则的话我这诊所一天也开不下去了。你要能替我保密的话，那我可以签字，否则的话我打死也不签字。放心吧，医者父母心，我有义务为患者保密。我从医那么多年，像你这样的姑娘起码见过3位数。许白露重重的叹了一口气，很不情愿将地址姓名写下。高医师，算我求你了，买药得花多少钱？咱们能快一点吗？你行行好吗？我一个姑娘家容易吗？高医师神色玩味的说道：公社文艺汇演我看过几次，对你的印象很深，没想到啊，你这样的姑娘也不懂得自爱，被野男人给玩了。许白露窘极了，可也不敢反驳，生怕一不小心把人家给得罪了，真要搞砸了事情，他可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样吧，你给个200块钱，我给你开一副方子，你还别嫌贵。这方子里面用到几味名贵中药，什么藏红花、麝香之类的，成本低不了。再说了，多出来的那一部分钱就当做封口费，叔会替你保密的。200块钱。听到这个，许白露一阵肉疼，可是对方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就当做花钱消灾吧。10分钟之后，许白露拎着一包中药，低着头往外走。突然间，许白露瞧见了一个人，钱少武蹲在路旁边，像是专门在等谁。瞧见了这位，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。是舔狗，不会是在等我吧？下意识的，许白露把那包药藏到了身后。白露，总算见到你了。钱少武脸色阴沉：你哪里不舒服？需要去看医生？要你管！钱少武双手一张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那点破事瞒得了谁？把药交出来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。听到这番话，许白露愣在了原地，心里掀起了万丈惊涛。真毒假毒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而且还专程在这里堵自己，难道怀孕的事情早就已经败露了？你别这样，你别过来，你动我一下，我就喊非礼。这下子把钱少武给整懵逼了。白露，你别激动，我没别的想法，只是想跟你私下聊一聊。你相信我，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啥，而且你肯定误会了，我最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才去找医生拿药，稍稍调理一下。白露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咱们也别藏着掖着。你跟姓关的事情，我已经完全知道了。走吧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谈一谈。说话的同时，钱少武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腹部。许白露是个聪明姑娘，哪能不明白？她的脸色瞬间苍白无血。事情大条了呀，麻什么专挑细处断，越是怕什么，越是来什么。你别胡来，我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你想趁人之危。没错，居然被你给猜中了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得到你啊！说话的同时，他一步步朝对方逼近，许白露则是慌忙后退。恰好在此时，后面有人按铃铛。喂，你俩干嘛呢？瞧见了这一幕，许白露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只要顺利回去，以最快的速度把药给煎服了，哪怕钱少武知道了真相又如何？打死不认就行了。
英斌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搭我回去，我有点内急。此时的钱少武是又急又气，本来他有信心今天就拿下心中的女神，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搅局的，趁着许白鹿放松警惕的瞬间，钱少武一下子夺过了那包中药。你干嘛？抢劫呢？快还给我！瞧你说的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钱少武坏笑道：“我怀疑这包药来路不正，容易吃坏身子，所以替你处理一下。”他大力撕开油纸包装，然后把整包药材一股脑的撒在路边，看着随风飘散的药材，许白鹿如遭雷击。上集说到，钱少武一把抢过许白鹿的机会，他大力撕开油纸包装，然后把整包药材一股脑的撒在路边，看着随风飘散的药材，许白鹿如遭雷击。冯迎宾被激怒了：“姓钱的，你干嘛呢？大白天发什么疯？你懂个屁！这件事情你别瞎掺和，否则的话，村民都会跟你翻脸。”与此同时，许白鹿浑身哆嗦起来，眼神像是要吃人的母老虎。要不是还怀着孩子身子骨弱，非得现场手撕这狗约的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带他去找春明，我倒要看看春明究竟帮谁。钱少武哈哈大笑，完全不在乎的样子。是吗？那我好害怕。这样好了，这是啥药？得花多少钱？3块还是5块？我认赔还不行？我愿意给双倍。冯迎宾转头问道：“对啊，小许同志，你说这是啥药？让他赔吗？”许白鹿不敢吭声，他脸色铁青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简直太倒霉了！半天的经历跟噩梦一样，不但没达成目的，还平白损失了200块钱。更可怕的是，钱少武8成是知道了自己怀孕的事情，而且想以此要挟我，甚至趁机占有我。越想到这里，许白鹿越心惊。难怪自己对周春明的美人计不管用，他俩肯定互通了消息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见状，冯迎宾也反应过来，貌似事情有点反常啊，这药该不会真的有古怪吧？联想起之前许白鹿孕吐的传闻，冯迎宾心里涌起些许猜测。心虚的许白鹿拉着冯迎宾想要逃离现场，很快到了知青居住点，他一头扎进宿舍里，死活不肯出来了。冯迎宾看着他的背影，越想越觉得蹊跷，所以调转车头又骑向周家。此时周春明正忙着炒菜，他凑到周春明身旁，小声把刚才目睹的状况飞快地说了一遍。周春明眉头微皱，许白鹿前段时间受了刺激，实在想不开，打算走极端，所以大清早跑到镇上找医师拿药。钱少武悄悄观察他的动静，判断出这个状况，直接就在必经之路堵截。随后周春明放下锅铲，骑上自行车赶往镇里。没错，他要去高济个体诊所。上一世高立群昧着良心卖忌讳要挣钱，最重要的是要副作用很大，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坑害了一个孕妇，他也因此被判了10年。小伙子，你干嘛呢？没看到我正在午睡吗？别睡了，找你有事呢。高立群很不爽，恼怒地瞪着他，有屁就放。你犯了事儿，知道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许白鹿的男人。听到这话，高立群脸色狂变。什么许白鹿？我不认识，没有来过。我这半年以来就没有接待过姓许的患者。那还有啥好说？赶紧的，咱们去局子里，你跟公安同志说，许白鹿没经过我同意，私自跑来买药，想把孩子拿掉。你呢，净赚些昧良心的钱，也该遭报应了。这下子高立群脸都绿了。这位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求求你千万别把事情闹大。周春明打量着这位，你自己说吧，该怎么处理？高立群小心翼翼地问。那许姑娘吃药了吗？正在煎药呢，被我家人发现阻止了，否则的话非出大事不可。高立群松了一口气，既然许姑娘没事，那就最好不过。我看不如这样，那笔200块的药费我也不要了，索性都退给你们。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想要点补偿，咱们还可以商量。半小时后，高立群送走了周春明，他心里那叫一个郁闷，连同药费在内，他一共补偿给了对方600块钱。我呸！今天真邪门，晦气呀！这么多钱，起码得半个月才能挣回来呀。另一边，周春明刚回到家，就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嚷嚷着来了：“我媳妇儿呢？人在哪里？回了一趟娘家，忘了婆家是吧？给我滚出来！”周春明抬眼看去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二姐夫刁新明。此时手里还攥着小半瓶酒，貌似来的路上没少喝。瞧见了丈夫，二姐周春秀吓得脸色煞白。周春明迎向刁新明，伸手揪住了对方的衣领。站住！刁新明怔了怔，老子，你找死！我找我媳妇儿，轮到你来阻拦？周春明可不惯着他，一巴掌把这人扇倒在地。狗一样的东西，平时就会喝酒赌钱，然后就欺负我二姐，你还有脸上门撒野？刁新明当场被打懵逼了。二姐周春秀见状，老四，你别冲动，打人是不对的。二姐，你别管我，这狗东西把你拉回去，你肯定逃不了一顿毒打。而且你现在还怀着孩子，哪能让他这么欺负？这种废物男人，不要也罢。周春秀立即不吭声。刁新明捂着脸颊，老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敢打我？信不信我把你二姐赶出家门？信不信我休了她？是吗？说的我姐稀罕待在你家似的。
你家是啥情况？你自己心里没数？一个大男人不去干活养家，整天就知道喝酒和赌玉米子，家里都快断粮了。还有你那个老娘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专门刁难我姐。我姐受够了她的气。听到这话，刁新明窘极了，他不敢看周春明，把头转向周春秀。媳妇啊，你跟我回去，赶紧的，天快黑了。我不回，苦日子我过够了，我宁愿留在娘家，好歹还有吃有住。霎时，刁新明难以置信。本人这媳妇才结婚没满2年，居然造反了。王秀琴也说道：“让春秀留下吧，她在家里有我们照顾，也不用受气。”刁新明一蹦3尺高，你们这是活活拆散我们夫妻俩。再说了，我媳妇户口迁走了，在你们生产队挣不到口粮，难道你们养她一辈子？这个不用你操心，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夫。刁新明气得七窍生烟。好啊，你们周家厉害了，居然撵姑也走。周春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希望你别后悔，别到时跪着来求我。雨之清宿舍里面，许白露独自躲在屋里，正在瑟瑟发抖，因为她突然发现梳妆盒里面藏着的那封信，信笺居然不翼而飞。恐怕我跟关洪涛之间的通信内容已经泄露了出去，否则的话，钱少武的态度不会那么反常，大白天的就在路上堵我。梦洁拿着饭盒递到了他面前。白露姐，欧几点了？你好歹吃点东西吧。走开，我不想吃。梦洁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倒也没生气，毕竟跟许白露相处了那么久，知道她脾气大，而且喜怒无常。等到梦洁转身离去，许白露目光狐疑地望着梦洁。这些女知青里面肯定出了内鬼，否则的话，那封信不可能凭空消失。钱少武这样的男知青，平时根本进不来这间屋子，想当初就该把他给烧掉，否则的话，哪有这么多麻烦？正当他脑子转个不停，宿舍门口帘子被掀开，只见钱少武走了进来。还没等许白露吭声，梦洁尖叫起来：“钱少武，你怎么跑进女宿舍？”他脸色阴沉：“梦洁，你出去一下，就几分钟，我有点事情想单独跟许知青聊一聊。”这不好吧？钱少武呵斥道：“少废话，赶紧的，就几分钟，我能干啥？走开一点，不许偷听，否则老子……”看到这人一脸狰狞，梦洁吓得不敢吭声，快速的出了门。看到梦洁走出去，他这才转过头来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许白露。钱少武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乱来，我就大声喊人，隔壁一定能够听到。那不至于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就放。我想干啥，你心里有数。要不是惦记你这大美人儿，哥们早回省城了。这样吧，我考虑了一下，孩子你生下来，我娶你，我就委屈一下，就当是娶了个二婚带娃的。听到这话，许白露险些石化。这狗约的，还真让他知道了。胡扯，不可能的事，哪个造谣说我怀孕了？说瞎话，天打雷劈！钱少武哈哈大笑，就知道你嘴硬。瞧瞧这是啥？他从兜里拿出了那张信笺，冲着许白露晃了一晃，霎时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你这无耻小人，居然偷东西，卑鄙下流！钱少武得意洋洋，随便你怎么骂，我无所谓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达到目的就成了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吧。反正周春明不可能娶你，不如便宜了哥。瞧见他这副模样，许白露如坠冰窖。越是这样，他对钱少武越反感。如果我答应你，你真的肯当孩子的爹？傻你的，你也信？这就猪脑子，活该被野男人玩。许白露被激怒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啊，我就把信还给你，并且替你保密。许白露脸色阴晴不定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见他还在犹豫，钱少武坏笑道：“不乐意是吧？嫌弃我？说个实话，你可能不爱听。哥们在棉纺厂里，只要勾一勾手指头，大把黄花闺女想当我媳妇，已经没资格进我家门。”许白露气得又哆嗦起来。钱少武笑得越发狰狞。生气了？你没得选择，只有答应我的条件。想好了，你就来找我。给谁不是给？为啥不能给我钱公子呢？你要是敢不答应，你就甭想安生，等着在全公社出名吧。许白露又惊又怒。畜生，你去死！这一刻，他抄起桌上的暖水瓶，狠狠地朝对方砸过去。钱少武一个闪现躲了过去，暖水瓶在地上爆开。我的大美人儿，别生气啊！此时被惊动的梦洁跑过来查看究竟。就这状况，钱少武也不想逗留，直接开溜了。白露姐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许白露脸色铁青，紧紧地抿着嘴唇。梦洁看他一声不吭，只好拿来扫帚清洁打扫房间，随后默默地离开。天色渐渐的黑了，许白露的心情却越发的焦躁。他不想跟钱少武有任何接触，也不想受他的胁迫。他找出钢笔，写了张纸条，找人送进男知青宿舍，给一个名叫郑钱的年轻人。半小时后，距离知青点500步的空档出现了许白露的身影。他刚刚到这边不久，郑钱也来了。这年轻人壮得跟蛮牛一般，也是许白露的追求者之一。白露姐，你找我有事？许白露泪眼婆娑。小郑，
姐遇到了一件麻烦事，只有你能够帮我。姐，你到底受了啥委屈啊？你快别哭了，有啥能帮到你的，我肯定不会推辞。姐也不瞒你，姐之前处过一个对象，但是因为要下乡插队，所以我俩被迫分手了。对方呢，给我来了一封信，里面有些敏感的内容，不方便被外人知道的那种。没想到钱少武这畜生找人把这信给偷走了，现在他拿着这封信当把柄，想趁机。听他絮絮叨叨的说了一通，郑钱也双眼冒火。可恶啊，这还是人？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这信前的揍一顿，替你好好的出气。许白露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小郑，姐感谢你的好意，不过呢，这件事情不宜闹得太大，你悄悄的去就行了。姐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那封信拿到，你得答应姐，不要看信里的内容，然后在第一时间拿给姐。郑钱点头，姐，我知道了。此时许白露眼中出现了一抹温柔。好样的，平时姐没白疼你，姐也不会让你白帮忙。你记好了，事情办妥之后，姐就托关系把你调回城里，直接进我爸那个系统。郑钱简直狂喜，许父在工商系统当局长，能够进去的话，那就是吃皇粮的了。你帮我，我也帮你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也要帮姐拿回那封信。郑钱拼命点头，没问题。我早看那小王八蛋不顺眼了，就算姐不说，回城之前我也要找机会收拾他。从知青点回来的钱少武很兴奋，想起以前许白露对他的态度，钱少武就有一种即将大仇得报的快感。让你看不起我啊，让你嫌弃我啊，等着吧，到时看本公子如何炮制你，不玩出100种花样，老子绝不收手。想到这里，钱少武就想仰天大笑。也许是因为喝的有点多了，他慢吞吞地站起来，走到墙边去解手。钱少武正要解开腰间的皮带，冷不防一把冰冷的牛角刀突然抵在他的后背，钱少武魂飞天外。谁？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哥们给你放一放血。钱少武惊怒交加。郑钱，你丫疯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对方根本不答话，刃口向前一推，后背冰冷的触感让钱少武浑身战栗，实在没奈何，钱少武只能认怂。反正许白露都这样了，哪怕没有那封岳阳信原件，也还是有机会拿下他，何苦跟郑钱较劲？半小时之后，女知青宿舍后面突兀的响起了2声鹧鸪叫。这么快？随后他假装起夜的样子，揣着一盒火柴，再次来到空地。郑钱早已等在那里。姐，信在这里，你看看对不对？许白露一眼看去，顿时惊喜交加。就这薄薄一张纸，差点要了我的命啊！姐，你放心，我一眼也没有看，里面说些啥，我压根就不懂。姐相信你，1个星期之内我就联系我爸，让他帮你办这件事。郑钱笑得合不拢嘴。哎，那就太感谢了，我就先回去，等姐的好消息。回去吧，姐绝不亏待你。等到郑钱走之后，许白露瞧瞧四下无人，迅速掏出火柴，把这封信给点燃了。眼看着它烧成了灰烬，他如释重负。当初留下这玩意，只是怕关洪涛变心反悔，毕竟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人家在花旗国留学，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红颜知己？这种定时炸弹绝不能继续留着。现在应该去找周春明了，这小王八蛋也是个隐患，得好好安抚。临时仓库里，周春明就着灯光在翻看中医书籍，冷不防院子里小黑狂吠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推开，一袭白色连衣裙的许白露出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许白露面无表情，缓缓地走近。怎么不欢迎吗？我知道你听了些风言风语，甚至相信了钱少武的鬼话。他是不是跟你说我前男友从花旗国寄信过来，里面有些你无法忍受的内容？不存在的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不信的话，你让他拿出证据来瞧一瞧。周春明呵呵了，姓许的，扯犊子你有一套，要不是手里还有一堆复印件，老子恐怕真被你给骗了，是吗？什么花旗国来信？我不清楚啊。许白露盯着他的双眼，我不管你知不知道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仍旧冰清玉洁，还保持着黄花闺女的身子。如果这么说了，你还是不信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提前洞房，然后你自然就明白了。闻言，周春明都吓了一跳，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吧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此时许白露衣物已经褪去一半，你这是闹哪样？赶紧打住！本来我俩会有一段姻缘，只怪你耳根子软，胡乱听信别人的谣言。我今天就要证明自己，我要你把我从黄花大姑娘变成真正的女人。这他娘的又是个圈套，只要中了许白露的奸计，跟他春风一度之后，肚里的野种肯定赖上我了。许知青，你冷静一点，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没兴趣这么干。你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说毕，周春明将许白露赶出了屋子，把门给锁上了。见状，许白露愣在了原地。狗约的周春明，美人计都不好使，跟坐怀不乱柳下惠似的。开门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还是不是个爷们？送上门给你，你都不要，你是不是不行？你就大声喊吧，等下隔壁邻居听到了，到时候丢脸的可不是我。
闻言，许白鹿冷静了下来。看这样子，这姓周的小农民仍旧在提防着我。村民，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躲着我，不过呢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注定跑不掉的。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一定经得住考验。说毕，他转身朝门外走去，像是已经放弃了。许白鹿又回头说道：“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那个姓钱的好兄弟对我耍流氓，想要占有我，你管不管？”周春明一怔，以钱少武的为人，如果钱少武拿着那封岳阳信胁迫许白鹿，企图把他给办了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钱公子这辈子注定栽在女人身上，他敢这么干？明天我跟你去公社反映情况，让老书记找他谈话，让治保主任盯着他，看看他还敢不敢胡来。许白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像是十分不屑。你就这点能耐，亏你还是个男人。告诉你，姑奶奶今天很不爽。一边说话，他一边掏出缝纫机票券，3两下就撕成了粉碎，这才气呼呼的走了。等到这女人离开，周春明才不紧不慢的走出去，看到被撕坏的缝纫机券，这是原先许白鹿说要陪嫁的物件。好家伙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发火了。许白鹿的骚操作貌似越来越升级了，还不知道他下一回会玩什么花样。总之绝对不能让他得逞，说让他身败名裂就一定得办到。第二天，周春明起了个大早，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镇上新租的门面。彩霞，我寻思着要给你找一个帮手，你看看身边的小姐妹或者亲戚里面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到时你们2个坐镇店里，互相也有个照应。没问题，我亲妹妹红霞刚刚初中毕业，不准备念书了。她虽然不是读书的材料，但是手脚很勤快，我让她来帮忙。好嘞，有空你带她来见我，合适的话每个月工资先按50块钱，表现得好还可以加。周春明看了看时间，高级诊所马上就要开门营业，我得过去瞧一瞧，会不会撞见某位熟人。在高级诊所斜对面，周春明找到一个茶水摊，太阳已经升高，诊所外始终没有许白鹿的身影。难道是自己的判断有误？按照昨天的情况，许白鹿买的要被扔了。老狐狸萧卫格想要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送我进小黑屋，却不知我早已经托关系找来市里的一把手做靠山。你就是周老四，我是甘泉寨药材厂的新任厂长杨殿峰。接到上级指示，你这药材站从今天开始不归集体管辖，所以你要是继续开下去，那就是投机倒把，而且数额巨大，等着坐牢吧你。见状，周春明嘴角扬起一个弧度。对方前来找茬，却也没有否定周树雄之前开的证明，而是说从今天开始把我们踢出集体，不用再交管理费。但是如此一来，经营资质就没了。一旁的许白鹿冷笑不断。周老四，你个王八蛋也有今天，你死定了。周春明的脸色却是依旧淡定。不好意思，恐怕让你失望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收回目光，看向前来闹事的汉子。这个叫杨殿峰的男人，我怎么没见过，也不晓得萧卫格是从哪里提拔的。甘泉寨药材厂在几年前因为经营不善，已经是半死不活的状态。那个老厂长年纪也大了，几乎不去药材厂，而是下地挣工分。杨殿峰手指着药材站的牌匾，大声咆哮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来人，给我把这破招牌给砸了！”他身边的青年立即想上前动手，却被辛志强拦住。此时，周春明语气平淡的说道：“杨巅峰，你是文盲吗？不识字是吧？我来问你，这招牌上写的是什么？”我虽然是小学文化，但是字还是认得几个的。这不就是甘泉寨药材站吗？原来你还真的识字，干嘛不念完呢？后边还有几个字。杨殿峰仔细一瞧，下意识的说道：“后面是邹正一提，这个姓邹的是谁？不懂是吧？一瞧就知道你平时不读书，不看报。我建议你立即打电话给校尉哥，问一问邹正义是谁，免得等下追悔莫及。”闻言，杨殿峰愣住了，他挠了挠头，死活想不起来这姓邹的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许知情，现在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怎么懂？我又不是你的上级，我只是个看热闹的。周春明冷笑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傻？邹正义是市里一把手，到任半年多了，谁要是不信，马上去邮电所看报纸，市里的日报经常报道他的动态，开会、考察、调研、做指示之类的。”这番话宛如平地惊雷，立即把杨殿峰这几个震得脸色煞白。卧槽，差点闯了大祸啊！许白鹿也浑身哆嗦了一下。周春明这泥腿子，居然能搞到这种大人物的墨宝，难怪特地换了招牌。萧卫格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绝不敢捋虎须。叹了一口气，许白鹿悄悄地后退了几步。许知情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马上去打电话跟上面汇报一下。话音未落，他拔腿就往邮电所跑去。很快，办公室里的萧卫格就收到了消息。听到杨殿峰的叙述，他也傻眼了。我尼玛，不是吧？周春明那狗崽子，居然有这么牛的靠山，区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药材站，居然能请得动这尊大神，这确定不是开玩笑。霎时，萧卫格浑身大汗淋漓。这要是一个不留神，搞不好就闯了大祸，肯定得弄清楚状况。倘若事情属实，那么事先跟许白鹿商量好的那些阴招就不能使出来了，否则的话未必能整死周春明。
反而把自己给坑了。很快，萧卫格就出现在了药材站门口。萧卫格的目光立即锁定了那块崭新的牌匾。这下子，萧卫格脸色骤变。这下没跑了，一定是邹正义的笔迹，谅这小农民也不敢造假。萧卫格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里迅速的权衡了一下，他转过头去，狠狠地瞪了许白鹿一眼。就是这个臭婊子，险些把我给坑惨了。且不管周春明跟邹正义有没有关系，人家能够赏脸写一幅字，就已经说明这周老四能把话递到邹的面前。倘若真的不管不顾，封了这药材站，再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把周春明给拘起来，那简直捅了马蜂窝，人家肯定去告状。而且据杨殿峰所说，这招牌是刚做的，意思就是说药材站在邹正义那边也是有印象的。人家刚提字，我就跑来拆台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萧卫格赶紧上前，误会啊，都是一场误会。小周同志，你有这样的关系，咋不早说呢？误会？我怎么觉得早有预谋呢？这下子，萧卫格尴尬至极。这狗约的小农民，这也太狂了吧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要不是看在邹书记的招牌，老子非得送你去蹲耗子。萧卫格满脸堆笑，都怪这杨巅峰擅作主张，简直乱来！你们年轻人发展集体经济，给集体做贡献，我这个公社书记很欢迎，怎么可能刁难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今天的事情暂且就到这里。小周同志，你消一消气，我回去一定好好处分这狗约的。听到这话，杨殿峰那张脸顿时皱成了苦瓜。早来，我就是奉萧卫格的指示，非得整死周春明不可。结果现在来了个大反转，瞧这架势，我肯定得背锅了。萧卫格抬腿就是一脚，走啊！怎么还不走？笨蛋！杨殿峰哪敢怠慢，带着他的人灰溜溜的离开，撵走了这几个碍眼的。萧卫格又满脸堆笑。为了表示歉意，回头我找个时间请小周你下馆子。都怪我初来乍到，不熟悉情况，没有管束好手下，都是我的错，怪我好了。周春明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另一边，许正茂接到了省里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上级主管部门接到了张元的控诉，让他马上回去。等挂断电话后，许正茂也揪着自己的头发，脸庞无比狰狞。太倒霉了，咋会摊上这些破事？这畜生咋不让？太恶毒了！我怀疑他跟那个小农民是一伙的，天杀的，打蛇不死，反被蛇咬。省城那边如果原单位待不下去了，我们还可以找关系调到其他兄弟单位，就是白鹿那边实在不好办，也不知道周老四是怎么搭上邹正义这个关系的，搞得我们很被动啊。走投无路的许白鹿找到昔日最要好的姐妹，想要寻求庇护，然而却被好姐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。情况已不可挽回，暂时也拿周老四没办法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先忍着，找到合适的机会再狠狠地办他。还有那个张元，凡是伤害了我们的人，统统不能放过。梅丽华和许白鹿同时点头。今晚我连夜赶回省城，明早还要向上级说明情况。老婆你也跟我回去，你到单位请病假，先躲一阵子，等风头平息再说。然后我俩去找关洪涛的长辈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毕竟闺女肚子里怀的是关家的种，他们不可能就这么放任不管吧。行，咱们就这么办，问一问关家的意思，看他们打算怎么处置。如果能把关洪涛叫回来，俩孩子去登记领证，我看也没问题。许白鹿弱弱地说。如果关家不理会，不认这孩子，那该怎么办？梅丽华眼中闪过一丝狠辣。你怕是不知道吧，现在单位里都在传，说我跟你爸要升级当外公外婆了。倘若关家不认，那也别怪我们无情，这孩子坚决不能留。许白鹿完全不敢说话，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。这件事情越闹越大，对许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在城里生孩子，有家里长辈帮衬着，是勉强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在乡下这种环境，要啥没啥的，那还是算了吧。我跟你妈商量好了，到时找人借一张结婚证，然后你抽个空，直接去医院解决这个烦恼。许白鹿缓缓地点头同意。这一招确实可行，因为当下的结婚证也就跟奖状差不多，上面并没有男女双方的照片，只要胆子够大，豁出去了，完全可以钻这个空子。所以还要看关家那边的态度。虽然关洪涛承诺会对我和孩子负责，但是关家父母却未必能接受。以当下的华国环境，倘若关洪涛学成归来，想要进入部委，从此走上仕途的话，还是保持清白比较好。他越想越心寒，看着闺女的神情，梅丽华叹息道：白鹿，妈也是为你好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许白鹿不说话，眼角却淌落两行清泪。许正茂忍不住叹气：造孽啊！闺女你先忍着，等我们的消息。在此之前，你什么也不要做，不能再惹是非。许白鹿则是情绪低落，慢慢的返回知青点。许知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刚才接到公社的通知，我被任命为知青小组长，以后你归我管辖，要听话，服从指挥，懂了吗？许白鹿挺无语。以前的好姐妹，现在变得这么趾高气昂，瞧她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
没想到萧卫阁那边动作如此的快，刚刚得知周春明有势力的关系，这货就变脸了，恐怕自己以后的优待不会再有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去公社宣传队，虽然人长得漂亮，但也不能搞特殊化，搬回来跟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该下的劳动证工分就必须到场，我会时刻监督你。闻言，许白露心头火起，这是取消了我以前所受的种种优待，直接按照普通女知青处理了呀。虽然我没兴趣继续待在公社宣传队，但也不能被人如此针对，尤其是梦姐以前整天巴结讨好我，跟哈巴狗似的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姓孟的，你别太过分，周春明欺负我，你也来欺负我，枉我以前对你那么照顾。梦姐冷笑起来，许知青，你也别激动，这是公社领导的意思，不是我要为难你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乱搞男女关系，给咱们下乡知青脸上抹黑，不客气的讲，你就一破鞋，嚣张什么？听到这话，许白露再也按捺不住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是被人众星捧月般对待，何曾被人这般小看和辱骂？往前冲了几步，许白露伸手就揪住梦洁的头发，使劲的薅。梦洁也怒，抬手就给了对方一巴掌，直接将许白露扇倒在地，随后潇洒离去。许白露挨揍了一回，心里既窝囊又委屈。此刻他对梦洁的恨意，甚至超过了他恨周春明、恨周树雄这些人。如果这个时候身边有个帮手该有多好，可是挣钱还被关在牛棚里。突然间，许白露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不如趁此机会把姓郑的救出来，来个借刀杀人，让他找机会对付周春明以及这些可恶的女知青。只要小心行事，未必会被发现，毕竟现在没人注意挣钱，武装部那边守卫也没有那么森严，完全有机会的。现如今还想逆风翻盘，只能倚仗这支骑兵了。想到这里，许白露内心深处又燃起了一丝希望。趁着没有人盯梢，他找来凿子和锯片，悄悄来到关押郑钱的屋子后面，从窗口将那些工具扔了进去。此时被五花大绑的郑钱正在呼呼大睡，突然2件工具从上方掉落下来，刚好砸到他的脚面上。郑钱刚想开骂，猛地反应过来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好家伙，是锯片啊和凿子，有了这些玩意，我就可以松绑了，甚至可以乘着守卫晚上睡着，把门锁给悄悄锯断。只听到远处传来2声鹧鸪叫，顿时郑钱心领神会，这是以前我跟许白露的暗号，许白露这是悄悄跑来救我的，都到了这份上，打死我也不想蹬耗子。想了想，郑钱利用锯子开始给自己松绑，他非常的小心，没有引起屋外那人的注意。时间匆匆而过，转眼间就到了晚上10点。此时的周春明刚从县城回，突然他看到公社的方向火光冲天，周春明皱了皱眉，这是公社着火了呀，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，至少在我前世的记忆里面并没有存在。等到周春明赶到时，火已经基本被扑灭。周春明看到赵信才，把这人拉到身边。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赵信才也来救火，这会儿喘着粗气。狗约的郑钱逃跑了，他打晕了看守的民兵，又放了一把火，点着了好几间屋子，故意制造混乱。周春明也吓了一跳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许正茂夫妇兴冲冲地来到官家商讨对策，却被孩子的亲奶奶一家扫地出门。老瓜，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今天我特地过来，就是想谈一谈咱们2家孩子的事情。关月静抬起眼皮看了许正茂一眼，但是并没有吭声。我闺女怀了你儿子关洪涛的孩子，现在2个多月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关月静冷冷地说：“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，证据呢？”许正茂和梅丽华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感觉不妙。许正茂强忍着怒气，掏出了那份岳阳信的复印件。关洪涛的母亲于丹很好奇，也凑过来看。他跟关月静2人看着这封信，脸色顿时狂变，因为这字迹模仿不了，正是关洪涛亲笔写的。关月静的眉头越皱越紧，这不是我儿子的字，是有人伪造的，纯属故意栽赃陷害。许正茂快要气晕了，梅丽华也是眼前一黑。真是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，没想到关月静夫妻俩这么心黑无耻。于丹也摇头，不是我家涛涛的字，你们误会了。再说了，我听说许白露在乡下有对象，甚至谈婚论嫁了，她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，还真不好说。许正茂身躯猛晃，郁闷的想吐血。许正茂双眼冒火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赖账，要不要我叫闺女过来对质？对什么质？没必要。涛涛人在花旗国，短期内回不来，而且咱们退1万步来讲，哪怕真是他的州，他也做出了赔偿。按照当下的汇率，2000多块钱呢，这还不够吗？听到这话，许正茂双眼通红，额上青筋根根绷起，像只被激怒的疯狗。亲，耍赖是吧？姓关的，你等着，你儿子祸害了我闺女，这事儿不算完，我让闺女去报案，告他非礼。关洪涛这王八蛋，等着吃花生米吧！暴怒中的许正茂跟他老婆一起被撵出了关家。不管许正茂在外面如何叫骂，关月静始终不肯开门。屋里的于丹脸色焦急，老关，我心里好乱，
现在该咋办？就按我之前说的，打死也不能承认，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涛涛的前途。那许家珍去报案怎么办？无所谓，他们不敢去的，因为太丢脸了。另外，哪怕许家真的走极端，涛涛被追究责任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在政法部没有关系？关系肯定有，但是用不上，因为只要涛涛毕业以后，直接留在华旗国就行，根本不用回来。你大概不知道吧？起码有40%的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。于丹呆住了。那我岂不是永远见不着儿子了吗？没那么严重，许白露跟咱们涛涛是有感情的，不可能去告他，等到风头过了再说。这件事情不管谁来问，你都不要承认。于丹没办法，只有机械的点了点头。尽快跟涛涛取得联系，跟他在电话里面说清楚，大家统一口径，免得坏了大事。我还指望着儿子为咱们老关家光宗耀祖呢。瞧见关家这态度，许正茂满腔的怒火没处撒，只能骂骂咧咧的带着老婆离开。老许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跟闺女说？明天早上你就给女儿拍电报，让她打电话过来。这件事情需要征求她的意见。你是对的，如果闹得太凶，闺女也甭想加入关家了。夫妇两个对视了一眼，同时重重的叹气。梅丽华像是想起了什么。张元呢？这畜生在哪里？这狗日的捅出了大窟窿，然后人就跑了，到乡下工商所报道。我就算想整死他，虽然也有办法，但是得等风头过了再说。今天早上领导找我谈话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，搞坏了咱们系统的风气。另一边，许白露正顶着烈日，挥着锄头除草，她已经双臂酸软，娇嫩的手掌磨出好几个水泡。好想躲到树荫底下，喝一口清凉的白开水。许知清，你干嘛呢？偷懒是不是？就不能改一改你这大小姐的脾气？劳动最光荣，懂吗？许白露不吭声，怨毒的瞪了对方一眼。昔日的好姐妹，居然变成这样，落井下石是吧？瞧见许白露毒蛇般的眼神，孟杰怒了。怎么了？还不服气？我是知青小组长，你是我的组员，归我管理。你看看人家吕平，都除了几亩地的草了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像话吗？许白露委屈至极，可也不敢出声反驳。此时的萧卫格假模假样过来献殷勤。许知青还是应得了吗？一边说话，他一边用贪婪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。此时的许白露脸庞红扑扑的，被汗水打湿的衣裳紧贴在身上，看得萧卫格心中一阵荡漾。瞧见他假装关心的模样，许白露心里就来气。如果不是这狗东西刁难，我哪会被撵出公社宣传队，而且取消一切优待，跟普通知青同样下地干活。孟杰等女知青针对我，肯定是受了萧卫格的指使。姓萧的，甭在这里装好人，你敢整我，你记住了，准没你的好果子吃。许知青，你咋这么大的火气？谁整你了？哪个看到我整你？你下乡插队干农活不是正常吗？合着你是来享福的？当初说的好好的，滚一身泥巴，练一颗红心，服从祖国需要，接受人民挑选，你全都给忘了。顿时，许白露说不出话来。萧卫格继续说道：你思想不端正，而且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给棉花地除个草而已，又不是啥重活，你就受不了了？那别的知青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身为领导干部的子女，尤其要注意，不能搞特殊化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都在盯着呢。许白露恨得牙齿痒痒，她强忍着愤怒，没想到萧卫格的目光却继续在她身上转来转去。姓萧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你缠我的身子，企图得到我，所以故意先打压我，想让我去求你。萧卫格怔了怔，神色有些玩味。小姑娘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虽然长得水灵，可就是一破鞋，哥能看上你，那是给你脸。想要生活过得去，你懂得该怎么做。面对萧卫格的出言调戏，许白露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子。听到这个动静，周建强慌了神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萧卫格沉声说道：这女人是个神经病，她居然污蔑我，说我惦记她的美色。我做人堂堂正正，讲原则，有底线，绝不肯干这种下三滥的事。混蛋，你就是想睡我，你臭不要脸！周建强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周叔，你是个好人，你会帮我的。瞧见这状况，周建强直摇头。这许知青虽然长得漂亮，可是脑子不好使。领导想收拾你，只需要一个借口。不相信萧卫格，难道相信你一个小知青？萧书记，现在怎么处置他？请您指示。你还问我怎么办？以前你们怎么处置流氓犯的，照着办就是了。这种城里来的女知青，不懂得洁身自爱，犯了严重的作风问题，甚至还敢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应该狠狠的教训。听到此话，周建强向许白露投去同情的目光。没过多久，许白露就被捆绑起来，她的颈上挂着一块黑牌，胸前还挂上了一双破烂的胶鞋。不但如此，公社还派出了一辆卡车，让许白露和2个女民兵站在翻斗上，沿着乡间的土路开往各个生产队，头顶着烈日，颈上用铁丝挂着沉重的牌，还要迎接围观群众的唾弃和谩骂。
这样的消息在全公社传播的飞快，周春明并不知情，还是赵兴才跑来告诉他，春明出大事了，许知青颈上挂着破鞋和黑牌游街示众，很快就要到镇子上来。周春明愣住了，什么？有这种事？现如今很少有这种状况发生，挂黑牌游街那都是老黄历了，还挂上破鞋，那就更令人难看。没错，我路过知青点的时候，是其他知青告诉我的。刚才路过几个生产队，乡亲们也都在议论。见状，周春明精神一振，既然是这样，貌似是真的，如此难得的时刻，肯定得给许知青留个纪念。公社的卡车缓缓驶来，进入镇子之前已经引发了轰动，所有人全都跑出来争相看热闹。卡车为了游街，拍得跟乌龟爬似的。辛志强拿着相机，咔嚓咔嚓的连拍了几张。人群之中，有个女生喊道：“周春明，周老四。”周春明循声望去，见到的却是梦洁。有事儿？梦洁激动说道：“知道许知青是怎么被游街的吗？”不知道。肖卫阁去棉花地考察，跟许白露聊了几句，许白露抬手就给人家一个大逼兜子，被惹怒的肖卫阁直接将许白露当成破鞋游街示众，这下可碎了你小子的心愿。周春明恍然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许白露胆敢得罪公社一把手，哪有好果子吃？肖卫阁正好借题发挥，让他把脸面丢尽。许白露对于秦哥哥之外的男人是非常抗拒的，哪怕肖卫阁想潜规则他也肯定反抗，并且许正茂如今也没倒台，他深信自己仍旧有背景，可以跟一个科级干部撕破脸皮叫板。周老四，你得请我下馆子，除了肖书记以外，我也替你出过气，收拾过这破鞋。怎么，合着这里面还有状况？上回公社任命我为知青小组长，然后许知青部副管束还敢顶撞我就揍了他一顿。你看他脸上那几道痕迹，就是姐姐我挠出来的。请客吧，别婆婆妈妈的。不行，下馆子太浪费钱了，勤俭节约才是美德。要不这样吧，改天我让志强给你们送2斤猪肉，帮你们知青改善伙食，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听到这话，梦洁直接愣住了。2斤猪肉，过年都不敢这么造啊，差点意思，不过也还行吧。记住你说的话。说毕，梦洁紧跟着卡车的方向离去。一旁的辛志强有些绷不住，真的要给他们送猪肉？凭什么？周春明嘿嘿一笑，送啊，为啥不送？回头你去找我六叔，想办法买2斤母猪肉，味道又骚，口感又硬的那种，请女同志们夹菜嘛。就算他们觉察出不对劲，难道敢跟你动手？辛志强笑出了猪叫。从镇上回来后，周春明揣着2瓶好酒，去到了老书记家里。周树雄坐在桌边，脸色很郁闷。老书记，你这是咋了？又有啥烦心事？周树雄叹了一口气，那个姓肖的畜生想整死我，我都退下来了，人家居然还要赶尽杀绝。周春明微微一怔，哦，什么情况？你还没听说吧？这狗日的今早开会，在公社设立了一个监督举报信箱，说要整顿公社的风气，纠正以前的种种错误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我。闻言，周春明恍然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周树雄愁眉不展。可人家肖卫哥才是如今的公社一把手，有权利这么干，想对周树雄进行秋后算账，甚至都不用耍阴招，直接就是阳谋，让小老头气得干瞪眼，却也没有办法阻止。毕竟周树雄在这个位置干了10几年，本身也不是省油的当，肯定有人不服他。肖卫阁特地设立监督信箱，不难拿到前任的把柄，有了充足的把柄，想要拿捏周树雄那就简单了。所以你有啥想法？老子跟他完全不熟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居然想把我逼上绝路。春明，你说这是为啥？我也不清楚，跟这人没咋接触过。不行，这样太被动了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做些什么。老书记，你可别冲动啊，冲动是魔鬼。今天许白露被游街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大概知道，狗月的手段够狠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仗着有姚宗威当靠山，所以觉得可以为所欲为，看谁不爽就收拾谁，或者说初来乍到先立威，抓几个刺头来办了，让大家都怕他。老书记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中间人去肖卫阁那里送个礼啥的，先探一探他的态度。如今人家掌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别跟对方硬碰硬。多谢提醒，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讲。放心，我嘴巴严得很。在周树雄家吃过晚饭，直到周春明离开以后，周树雄仍旧站在院里，呆呆地望着夜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游街一天的许白露回到知青部，收到了省城许父的电报，顿时整个人像是丢了3魂7魄。在电报之中，梅丽华说了官家翻脸无情的事，还被官家扫地出门。许白露双膝一软，竟然跪了下来。许知青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春明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可是我现在也遭到了报应。那个姓关的畜生，他狠心抛弃我，他们官家甚至不承认这个孩子，我没有活路了呀。闻言，周春明乐了。不错，现在他已经摆烂了，不再隐瞒过去的丑事。至于官家的反应，也在我的推测之内。虽然前世的时候，许白露确实带娃嫁给了关洪涛，但是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法子，是怎么说服官家长辈的。而且后来关洪涛下海经商失败，
到了破产的边缘，许白露又带着孩子跑路，立马跟这位闹离婚。这女人挺会见风使舵，自私到了极点。你先起来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官家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也太缺德了吧！我爸妈亲自去过官家，人家根本不承认。后来我爸又想办法弄到了关洪涛在花旗国的电话号码，设法打过去跟他沟通。关洪涛应该是跟家里商量好了，不但不承认，还怀疑孩子是我跟哪个野男人的。我现在眼泪都哭干了，我只想死。见状，周春明心中冷笑，有意思，现在可真有意思，官家也真够狠的。周春明淡淡的说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思来想去，觉得其实还是你最好。虽然咱们闹过矛盾，经历了种种不愉快，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春明，你娶我吧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愣在了原地。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。虽然她仍旧很漂亮，也非常的年轻，但是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，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。春明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就这么铁石心肠，一点同情心也没有。我知道你在嫌弃我，要不这样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咱们登记以后，我可以把孩子拿掉，你就当娶了一个二婚的女人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已经和李兰确定了关系，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另外，人品差的女人留在身边终究是个祸害。一听这话，许白露双手捂着脸，肩膀不停地耸动，貌似很伤心的样子。你走吧，我们不可能的。过一阵子，你回到城里，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别再作妖。说毕，周春明直接回屋把门给关上。春明，你别这样，我改，我愿意改，你说啥就是啥，我都听你的，只要你不抛弃我，咱们什么都好商量。我会好好的服侍你，以后给你多生孩子。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凄凉，不管他怎么喊叫，周家都没有回应，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女儿的回信。许正茂夫妇心里忐忑不安，直接坐车来到周家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。闺女，起来吧，我都上下打点好了，反正现在知青没地可种，全都在歇着。我替你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咱们按照原先商量好的，把麻烦给解决掉。返程的事情先不急，咱们一步步的来。听到父亲的话，许白露机械地点了点头。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不能再给家里继续添麻烦。既然官家不认这孩子，我也没必要再坚持。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腹，许白露苦涩的眼泪往心里流。很快，许正茂夫妇就带着女儿消失在黑暗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春明刚来到镇上的药材站，就看到杨殿峰手里领着东西站在门口。这不是杨厂长吗？有事儿？上回的事情多有冒犯，我这是特地来向你赔礼道歉的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请务必赏脸收下。说着，他就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周春明。东西我就收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杨殿峰脸色尴尬，却没有立即离开。不好意思，咱们这里暂时不招人，你还是回去继续当厂长呗。见状，杨殿峰顿时急了。别我是真心诚意的，而且咱们药材厂是啥情况，大家都懂的，已经半死不活了，根本没有前途吗？现如今各个生产队都在搞包产到货，就算药材厂没搞头，你也可以忙自家的农活嘛。种地能挣几个钱，我不想那么辛苦。要不这样，我听说李金莲的儿子在帮你收金银花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从明天开始也到各个生产队去，到有金银花的人家里去收，质量绝对有保证，不比你们收购的差。周春明呵呵了，没想到对方还认识李金莲，既然这样，那也没啥好拒绝的，不就是多一个业务员吗？而且还是实习期的那种，干得不好的话，就直接让他走人。这样吧，3天之内，如果你能收到500斤金银花，符合收购标准的那种，我就可以考虑一下。行，我尽量吧，反正我已经被药材厂除名，而且也不想再家务农，拼一拼也是应该的。我操，500斤金银花干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听到这个条件，估计当场就得打退堂鼓。没想到这小子当即就答应了，看来这小子应该有点东西。没想到刚送走杨殿峰，姓高的猥琐老头脸上笑眯眯的找上了门。周老弟，我给你介绍了生意，我有2个同行，听说你收广角，所以就想把诊所里的存货给清仓了。他们都在诊所里忙着，所以派我过来做代表。高立群笑眯眯的将东西递给周春明，货都是真的，我替你验过，如果有赝品，那算在我头上。随后高立群看看左右无人，我跟你说个事情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。说呗。周春明点头。你们公社出大事了，中午刚过，你们新来的肖书记就被送到镇上卫生所抢救。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，卫生所的护士长跟我是老熟人，所以悄悄告诉我。周春明愣住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就想起了之前周树雄的话。周树雄是打算报复的，速度如此之快吗？高立群解释道，据说是房间里进了毒蛇，还是过山峰，2米多长，
5、6斤重的那种。你们肖书记中午喝了点酒，正想回去休息，然后就被攻击了，说是当时被咬的小腿就肿胀起来，人也呼吸困难，全身都乏力。还好镇上卫生所有抗毒血清，否则的话他可能小命不保。回到省城的许正茂放出狠话，一定要整死我，却不知我早已经主动出击。周春明已经走在省城的街道上，他要找的正是许正茂的死对头聂殿军。小伙子，你很面生啊，咱们以前认识吗？周春明微微一笑，现在就认识了。我从玉林那边过来，是做药材生意的，我叫周春明。周春明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。聂殿军眼珠子转了转，突然想了起来，这不是许白露企图骗婚的那个受害者吗？原来是你，快请进。周春明坐了下来，从兜里取出相片，递到聂殿军眼皮底下。聂殿军目光扫去，顿时激动起来。这张照片能送给我留念吗？没问题。实际上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帮你一把。帮我一把？怎么说？周春明笑了笑。许正茂就像茅坑里的石头，那是又臭又硬，把他搬走了，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闻言，聂殿军眼前一亮，心脏很不争气的狂跳起来。说的不错，可惜的是上回许白露的事件没有影响到许正茂，这货的后台有点硬，否则的话我这个二把手就有机会上位了。小周啊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妨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。周春明看着对方，意味深长的笑了笑。说吧，赶紧的，许正茂是不是有啥把柄落到了你的手里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我有个故事，你可以听一听。有某个同志本身吃着公家饭，但是日子长了，他就觉得自己劳苦功高，每月只领110来块的工资，实在是没意思，所以他就动起了歪脑筋，找了2张盖有公章的空白发票，以购买办公用品的名义坑了公家的一大笔钱。聂殿军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居然还有这种事，具体金额有多少？也不是很多，3000来块钱吧。聂殿军陷入了思索，在当下贪污3000块可不是小数目，哪怕许正茂后台再硬，事情闹大了同样要被弄下来，而且还得送去劳改。不过单位报销这一块是由许正茂亲手抓的，我压根就不晓得，在单位里就像个小透明，啥事也不经过我，轮不到我说话和签字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有具体的证据吗？这不就得靠聂副局长你自己喽。聂殿军顿时秒懂，刚好许正茂请假1周，待会儿就去一趟单位财务科，万一找到了线索，那就是一石二鸟。周春明和聂殿军相视一笑，咱们这些人要廉洁自律，不该伸的手切莫乱伸，请把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会尽快想办法。不过春明，你能否透露一下你是听谁说的？周春明笑了笑，我是做梦的时候有个白胡子的老头跟我讲的。顿时聂殿军被逗乐了，你这小年轻还挺会开玩笑。春文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不过我得去上班了，你留个联系方式，咱们保持联络。数分钟之后，周春明就离开了。聂殿军来到了单位，坐在办公室里，脑子转个不停。现如今单位里重要的科室和岗位全都是许正茂的人，财务科那边同样如此。如果我冒冒失失的直接去财务科找那2张发票原件，估计人家转个头就把电话打到了许正茂那里，打草惊蛇要不得，别引起人家的警觉，来个毁灭证据，还是得另想办法。一般来讲，这种发票报销得经过4个人签字，也就是经手人、财务、会计和单位头儿。如果是许正茂搞的空白盖章发票，那么第一个环节和最后一个环节都是他，哪怕找采购科的人来问，人家估计也不太清楚。至于财务和会计，那都是许正茂的心腹，同样不会往外说。但是假设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么经手人肯定认为各个环节没啥问题，不存在漏洞，也不用特地隐藏起来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也就锁在文件柜里，最多放在财务科那个保险箱里。既然没办法通过正经渠道搞到手，那么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用非常规的手段。想到这里，聂殿军精神百倍。随后聂殿军叫来自己的小跟班，远兵，你是不是有个哥们以前插过队，有过盗窃前科的那个？您说的是崔瘸子，他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不干了。您找他干嘛？找他当然是有正经事。你跟我说一下，他这个偷东西的水准究竟厉害吗？能不能开保险柜？我不太清楚，据说是偶然拜过师，苦练了好一阵子，这个得找他本人来问一问。好，那你赶紧去找他，你告诉他，如果他能帮我办成一件事，不仅能够伸张正义，而且我保证替他解决工作岗位的问题。闻言，郭远兵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好去叫崔瘸子。很快，一位精神小伙走进办公室，聂殿军立即判断，这恐怕就是自己要找的人，瞧着就像神偷。聂殿军拿出一把锁扔给崔瘸子，崔瘸子直接拿了根弯曲的铁丝，眨个眼的功夫就把大锁给撬开了。小伙子，保险柜你能对付吗？您家里如果有这玩意，我现在就开给您看，不是我吹牛，最多就用半分钟。顿时，聂殿军激动的直拍大腿，有这样的专业人才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他握着崔瘸子的手，跟对方说了一通，又拍着胸口保证，
不管事情成与不成，我一定替你解决工作问题。崔瘸子哪里想得到，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，眼眶都湿润了。以他这种有前科的，肯定进不了工商系统。聂副局长，您是我的贵人，请受我一拜。别，应该是我感谢你。你要记住，这次是为民除害，是伸张正义，不是干坏事。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许正茂贪污证据确凿，被叔叔带走。怎么样了？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你爸那边没办法翻身了，他们省局一把手发话，要从严从快处置这件事。公款追查到了，你爸也交代了情况，所以省局党委开会，直接把他给撤了职。据说还要开除公职，估计这几天之内，相关公告就会张贴出来。现在那个姓聂的开始兴风作浪了，你曹姨告诉我，横抓您被调整了岗位，跟张元互换。那个姓张的从乡下又回来了，而且当上了保卫科副科长。许白露浑身一颤，张元是不折不扣的阴险小人，当初就是张元在局机关里面到处传播我的坏消息，甚至还跑到我妈单位，在院子外墙张贴大字报，生怕有人不知道我生活作风不检点，未婚先孕且骗婚。不光是小鹏被整，聂殿军还开始大洗牌，把你爸的人逐渐清除出去。于秘书、山科长、财务科副科长林芳，还有你曹姨，都接到了调令，全部降职，下放到市里的支局或者是检察大队。这下子搞得人心惶惶，机关里都乱了套。估计是那姓聂的在单位里憋屈的太久，早就谋划好了，等到一招拳在手，立即来个大换血。那我爸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还有脸回来？这个家都快被他给搞散了。被开除以后，他想找工作都难，还怎么养家？许白露尴尬道：您每个月的工资不是接近100块吗？只要省一省，够咱们仨吃的了。而且你们难道一点存款也没有？梅丽华翻了个白眼。一个男人不能养家，不能给予子女庇护，他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您别这么说，我爸他也不容易。梅丽华不吭声了，她起身走向厨房，开始准备晚饭，同时也在思考着今后该怎么办。横竖许正茂已经是死鱼一条，没办法翻身了，自己跟女儿是不是该另找一个靠山？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易建波，听说老易最近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，离异也好几年了，独生子也上了大学，是不是该跟这位联系一下，叙一叙旧？如果能跟老易再发展一下，自己和女儿又有了新的靠山。毕竟这是副省级城市，老易的级别比徐国香还要高半级。至于那个许正茂，让他一边凉快去吧，一个窝囊废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客厅之中，许白露紧紧攥着拳头，内心仿佛有一团烈焰在燃烧。不行，我要报仇，我要弄死周春明、肖卫革和周树雄这些杂碎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还有，谁敢阴谋陷害我爸，我就要他好看。姓聂的，你也给我等着！许白露怒火中烧。此时，张元却是得意洋洋，走路都带风。聂局，是我回来报道了。是小张啊，来，我听说你跟周春明有过节是吧？张元很尴尬，不晓得该怎么回答。算是吧，过去的恩怨就算了，不要再计较。明天中午，春明来省城，我在家里请他吃饭，你也一起去吧，跟他敬一杯酒，争取化干戈为玉帛。张元愣在了当场。聂殿军跟周春明貌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，居然有这样的交情，还要摆家宴招待。难道许正茂闪电般倒台是这两位联手的结果？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，你好好跟着我干，进步空间还是有的。听到这里，张元顿时狂喜。明白，聂局您是我的贵人，您叫我向东，我不敢往西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那就行。最近局里的人事变动不小，你替我盯着一点，如果有谁不满意，私底下发牢骚说怪话，你统统汇报上来。张元点头如捣蒜。爹，我知道了。次日中午，周春明再次来到聂殿军家里。落座之后，周春明把目光移向张元。张科长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恭喜高升啊！小张，你跟春明也算不打不相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以前的恩怨就算了，待会儿你敬春明一杯酒，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。张元只能点头。聂局，我听您的。春明，前2天你托我打听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吃完饭以后，我给你名单和联系方式，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，你就说是我表外甥，否则的话，事情恐怕不太好办。感谢表舅，你帮了我大忙啊！都是自己人，甭跟我客气，我该感谢你才对。饭后，此时的聂殿军正在卧室休息。张科长，有件事情，我想私下跟你聊一聊。张元怔了怔，什么事？张科长，我知道你非常恨那徐的，他虽然现在倒台了，但是你应该还没解气。张元满脸疑惑。徐正茂之所以倒霉，其实跟张科长你没多大关系，你没有亲自报这个仇，肯定多少有些遗憾。现在有个机会，你想不想给他来个雪上加霜？听到这话，张元眼前一亮。什么机会？许正茂现在落魄了，而且几乎没有咸鱼翻身的可能。梅丽华肯定嫌弃他，打算另外找靠山，另找一个宽厚的肩膀。张元顿时恍然，貌似很有这种可能。
据我之前的观察，梅丽华心气很高，一般的男人驾驭不住。许正茂哪怕被放出来，以后也就是个无业游民，另外出去找靠山，完全合情合理。春明兄弟，你似乎很了解许家，能不能给我更多的线索？比如说，许白露他们如果抛弃了现任丈夫，会去找哪个男人？总得有个范围吧？哪几个人比较可能？周春明微微一笑，他对这个还真的知道。前世许正茂倒台后，梅丽华就开始闹离婚，然后重组家庭，嫁给了市里的一位大佬。这一世多半也是如此，只是时间提前了几年。梅丽华有个老相好，据说还是初恋。我判断她嫌弃许正茂以后，估计会悄悄跟对方接触。女人一般找好下家以后，才好跟男人翻脸。我同意你的判断，恐怕事情真会如此发展。不过还要等许正茂出来再说。他已经退赃完毕，又受到了处分。根据内部消息，这1、2天就放出来了。这么说，张科长有意向。如果情况真是这样，那里面肯定有文章可以做。没有哪个男人想戴绿帽子，许正茂肯定也不能忍。张元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梅姨那位老相好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在哪个单位上班？我怎么觉得他至少不输给许正茂？周春明嘿嘿一笑，你说对了，那位可比许正茂强多了，级别比徐国香更高半级。张元吓了一跳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开什么玩笑？这种大佬谁敢惹？怕什么？又不要你抛头露面，暗中掌握证据就行了。侦查不是你的强项吗？需要用到相机什么的，我可以提供。不会用的话，我叫人叫你。想要报仇吗？哪能不担点风险？听到这话，张元轻松了不少。有道理，只要做得足够隐蔽，我根本没啥风险，还能搅得许家大乱。我回去考虑一下，咱们保持联系。许正茂贪污证据确凿，被叔叔带走。张科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其实你不用有太多担忧，因为你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。梅丽华和他的相好，也不可能预料到会有人暗中盯梢。到时候你再稍稍打扮一下，哪怕你站在梅丽华面前，他都认不出来。对，春明兄弟，你说的不错。这2天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老易如今是单身，难免有点寂寞，又遇上漂亮的初恋情人，很容易来个老防着火。他们如果悄悄的约会见面，又在没提防的状态下，很容易被抓到把柄。所以你能否提供一下梅姨喜欢出入什么场合？他们有可能在哪里碰头？3品楼，这是一家老字号的茶楼。梅丽华每逢休息日就喜欢去喝早茶，还有北湖公园，她喜欢去那里散步。如果在这2个地方都遇不到目标人物，那我建议你在他的新家附近蹲守。张元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和笔，迅速地做着记录。随后周春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相机。张科长，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春明兄弟，你也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又没多贵，一点小意思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有了照相机，想拍点风景或人物都很方便的。张元顿时心领神会，他甚至已经想到了在北湖公园佯装拍风景，却意外带到梅姨和老易出双入对，甚至亲密接触的镜头。想必这样的照片扔在许正茂面前，这位8成要抓狂，出了任何事情都不奇怪。对了，老许今天放出来了，没有人去接他，他自己走路回的家。周春明微微一笑，这状况很正常，都走背字了，谁还耐烦理会他？估计今天晚上许正茂就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冷暖。正当2人在餐厅把酒言欢的时候，许正茂已经回到家里。短短数天时间，他的2鬓已经斑白，顶上的头发几乎白了一大半，像是一下子老了20岁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么倒霉？闺女出事，我也出事，我们老许家招谁惹谁了？说毕，他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。此时刚下班的梅丽华脸色冰冷地走进来。老婆，你下班了。梅丽华瞧见了他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快步走到这人面前。他抬手就是一记耳光，直接把许正茂给打懵逼了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求求你别再打了。你这王八蛋，你把这个家给毁了，你知道吗？闺女被当成破鞋，你又被打成贪污犯，还被开除了。你知道我在单位里面多丢脸吗？所有人都在幸灾乐祸，所有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，我打死你！许正茂也没辙，只好捂着脑袋，任凭梅丽华疯狂抽打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？我拿那些钱也是为了你啊，为了我俩以后过上更幸福、更美好的日子。说毕，许正茂扑通一声跪在水泥地板上，瞧着眼前这个窝囊老男人，梅丽华越发的恼火。跪下有用吗？跪下就能挽回一切？行，你没错，错的都是我害了你，这总行了吧？许正茂不敢吭声，犯了这样致命的错，不用被抓去劳改，仅只是撤职加开除，已经算幸运了。被老婆打骂，我也认了。看到许正茂不说话，梅丽华又踢了对方几脚。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？我跟错人了，我后悔的要命。许正茂心头一颤，自己如今落魄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根本压不住场面。万一老婆嫌弃我，不要我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可是鸡飞蛋打的节奏啊！老婆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不止拿了那3000多块，我另外还有一大笔钱，比咱们的积蓄多几倍。我就算不工作，不去上班，
也可以硬撑10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梅丽华瞪圆了双眼，简直快气炸了。原来你这狗东西犯的龌龊事情，只被揭露了冰山一角，平时葬的可真深啊！跟枕边人也不说，都藏在哪里？藏在咱们老屋的小阁楼里，分别用不同的东西装着，有饼干罐子，有酿酒坛子，也有压缩饼干盒子。上回没被人家搜出来，你想要的话，我现在就拿给你用。不必了，你干这种事情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母女俩这么多钱，够把你拉到城郊打把几回了？你这是找死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碰我，你就在客厅睡，我不管你是睡水泥地板也好，用凉席打地铺也好，都随便你。许正茂有些窘。要是换成从前，这女人哪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那天不是深情款款的讨好，现在形势不同喽，居然都不肯跟我睡一张床了，还要我睡地板，过分了！下一步是不是要撵我出家门，或者是这个家换一个新的男主人？此时的许正茂只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做饭，反正你不用上班，以后家务你全包了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许正茂咬着牙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。想到从前当有一把手的时候，那是多么的风光，现在却落魄的像条狗。此时的梅丽华一脸厌恶，这么废物的男人不要也罢，还是老一好，长得又精神，性格又温和体贴，社会地位也高，简直把这废物老许按在地上摩擦。同一时刻，周春明已经回到镇子，正在李兰家里帮忙。冷不防，三叔公从外面回来了，他脸色酡红，脚步晃晃悠悠的，像是在外面又喝了不少酒。春明，你真是个孝顺孩子，知道叔公我爱喝酒，特地买来请我喝。春明啊，你想娶我孙女，这个没问题，不过呢，叔公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答应这条件，否则的话我就不答应。什么条件？李兰有些紧张，紧紧地抓着周春明的胳膊。你知道的，我老伴走了很多年，身边没人陪着，很难受啊。所以呢，我一直琢磨着再找一个人选，也物色好了，就是差点彩礼钱。闻言，周春明乐了，这货扯犊子呢，打着找老伴的幌子要钱，到时还不是都拿去喝酒挥霍了？三叔公，你这一把年纪了，还找老伴呢？身子骨吃得消吗？吃得消，完全没问题。不是我吹，我这身板硬朗着呢，老虎来了我都打给你看。远处的知青点，孟杰趁着没人注意，悄悄溜了出来。他跑到了萧卫阁面前。孟知青，有什么情况？报告萧主任，确实有情况。许知青回来以后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总是躺在床上休息，一动也不动。他不跟任何人说话，别人问他什么，他都装作听不到，一概不理会。然后呢，根据我的观察，他去茅厕比较频繁，而且随身的行李里面还带了麦乳精和奶粉，背着我们悄悄地冲泡来滋补身子。萧卫阁一听，顿时来劲了。这情况太反常了，恐怕许白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，她的肚子变大了吗？还有没有孕吐的现象？肚子没什么变化，而且一整个下午都不见她呕吐，好像完全恢复了正常。萧卫阁顿时恍然，许白露这状况，应该是趁着7天假期把肚里麻烦拿掉了，这会儿正虚弱着，要多卧床休息和滋补身体。他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现如今，许正茂已经倒台，梅丽华那边没啥能量，庇护不了宝贝闺女。在河吉公社的地盘上，我就可以随意拿捏许白露，想怎么玩都行。好饭不怕晚，那就再等一等。想起许白露那张精致的脸蛋，他的心头就燥热起来。此时的钱少武得知许白露种种遭遇后，立马从县城赶了过来。有事就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我知道你所有的遭遇，你现在需要帮助，需要有力的盟友，而我正是那个人。是吗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知道的可多了，比如你跟萧卫阁闹翻了，他实施打击报复，让你挂着破鞋游街。又比如我许叔被下属举报，坐实了贪污公款的罪名，被撤职并开除。还有你去外地找关系，把那个祸根给弄掉了。对方每说一句话，许白露的脸色就又白了一分，她的身躯轻颤，屈辱和痛苦再次涌上心头。纸包不住火，很多事情是瞒不住的。我明白你的想法，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，我愿意拉你一把。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计划，我都坚定的支持你。许白露没吭声，她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对方，像是想把这人给看穿。伟人说过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钱少武肯这么卖力帮我，无非就是贪图我的美色，馋我的身子。如果换成从前，钱少武敢这么跟我讲话，我肯定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大耳刮子伺候。但是现在不再是人人讨好和追捧的局长千金，而是个普通的弱女子，想要报仇，想要出一口恶气，根本没有可能。而且接下来那些藏在暗处觊觎我美貌的恶人，都会逐渐露出狰狞的嘴脸。你打算怎么帮我？这样好了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你说收拾谁，我就替你想办法。闻言，许白露冷笑了起来。我的仇人
那可是个个都棘手的很，一般人根本招惹不起。萧卫阁、周树雄和周春明，你能对付哪一个？钱少武有些窘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周树雄是我干爹，如今人也不在公社，我不可能对他如何。至于萧卫阁，那可是公社一把手，在和吉公社跟土皇帝似的，要有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我也不敢惹。但是我可以帮你对付周春明。许白鹿眼前一亮，我怎么听说你跟周春明是好兄弟，感情好的同穿一条裤子？你现在说要对付他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出卖兄弟这种事情很缺德。那都是谣传，我跟那小子不熟，也就一起喝过2回酒，连普通朋友都不算。再说了，为了你，我愿意上刀山下油锅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钱少武顿时来劲了。等到你身子方便了，陪我一回，否则的话，我不甘心。你应该懂的，打小的时候我就惦记你。你的觉喜欢吗？你的是馋他的身子，你下贱！许白鹿翻了个白眼，这狗约的果然想的是这种龌龊事情。瞧见对方那副尊容，以及满嘴的四环素牙，我就倒胃口，完全不想跟这人亲近。他坐了下来，神色玩味。这件事情咱们先不谈，如果你真的能收拾了周老四，我肯定有奖励。这人不简单，很滑头，藏得很深。钱少武压低声音，放心，我在家这段时间已经计划好了，就等周春明上钩了。随后钱少武将自己心里的计划告诉了许白鹿。第二天一早，国营大饭店，春明兄弟，总算把你给等来了。听说你发了大财，这药材站经营的不错呀，我瞧着都眼红。别听人家瞎说，挣点辛苦钱而已。方便透露一下收入吗？周春明笑而不语。是这样的，我在城里待业了一阵子，觉得进厂没意思，哪怕当了干部，1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，而且受的束缚很多，时刻都被人盯着。我就琢磨着，是不是学你做生意，也弄个万元户当一档。周春明微微一怔，没想到钱公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那你就试一试呗。咱们省城棉纺厂实力雄厚，在册的职工接近3000人，主营棉布、棉纱、麻棉混纺纱、纺织面料和麻面料这些产品，最近更是出口创汇，卖到了樱花国、棒槌国还有东南亚。这些产品质量过硬，在全省也是有口碑的。我的计划是跟春明你合作开部店，进货渠道这方面由我来解决，你负责出资和销售，咱们5-5分账。闻言，周春明乐了，这狗约的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，啥也不出就想分走1半的利润。说实话，我要是真想干这一行，也不是非得找省棉纺厂进货。抱歉啊，我只懂药材，不懂什么棉啊纱呀的。正所谓隔行如隔山，我不敢涉足这种陌生的行业，更何况我做生意有一个原则。钱少武皱眉，哦，什么原则啊？我不跟任何人合伙，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我习惯吃独食，不喜欢跟别人分享。这狗约的戒备心很重啊，明显是不相信我。本来打算邀请他合伙做生意，反正周春明也不知道棉纺厂那里谁有多深，只要操作得当，甚至能给周春明扣个投机倒把的罪名，把他送进去吃牢饭。因为省棉纺厂这1-2年抓了好几个利用职权倒卖集体物资的员工，只要我找到一个这种角色，从对方的渠道进货，到时再来个举报，周春明就得栽了。如此一来，就替许白鹿报了大仇，顺势就能拿下许白鹿那个小美人了。没能说服周春明，钱公子表示很郁闷。这顿饭不欢而散，钱少武则是踏着月色在镇子里漫步。看来得另想办法了。自从许正茂被撤职后，就遭到老婆的各种嫌弃。这么废物的男人，不要也罢，还是老一好，长得又精神，性格又温和体贴，社会地位也高，简直把这废物老许按在地上摩擦。梅丽华同志，你找我有事情吗？没有事情就不能找你吗？叙一叙旧难道不可以？易建波有些尴尬，这多不合适，你可是有老公的，传出去可太难听了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并没有其他人，这才来到梅丽华身边。多年未见，初恋女友的变化并不大，只是眼角出现了淡淡的鱼尾纹。我操，这种肌肤如玉的成熟美少妇，谁能顶得住？简直太极品了！你们家那口子的事情，我已经听说了，在金钱面前，还是没有经受住考验啊。这样的处理结果已经算不错了，至少人没进去。只是你身为家属，也难免承受舆论的压力。梅丽华微微蹙眉，别提他了，他就是个废物，现在被单位开除，只能待在家里，除了吃和睡，整天无所事事。这种窝囊废，不要也罢。听他这么说，易建波心中一动，看来这位家庭闹矛盾了，男人没本事，被嫌弃很正常。敢娶漂亮老婆的，自己没有2把刷子，罩不住的话，那肯定悲剧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方便吗？帮什么忙？我想换个单位，待遇不变，稍微清闲一点，最好离家比较近。因为闺女和老许的事情，我在单位天天被人议论，太难受了。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一定得帮我。行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回头你想好了，打算去哪个单位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来替你安排。以我现在的权势和地位，想安排一个科级干部，还是很轻松的。闻言，梅丽华大喜，
到时工作调动成了，再借口请老易吃饭表达感谢，推杯换盏之际，感情想不升温都难呀。有些事情得慢慢来，讲究一个循序渐进，不能上来就直奔主题，否则的话，保不齐会把人家给吓跑。我都想好了，老干局、工会、妇联、人大和政协这些都可以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好好报答你。听到这话，毕建波点了点头。可以，你等我的消息，你给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咱们也方便沟通。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兜里拿出了一枚式样古老的奖章。老易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当民办教师那时收到表彰获得吗？20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你还保存着它。那必须的，这辈子我都得把它保存好，因为它见证了我俩纯洁美好的爱情。说毕，他深情款款地看着对方。毕建波确实有些感动。这个尤物级别的中年美妇，至今对我念念不忘，也挺不容易。所以梅丽华此时接近我，难道想跟我重温旧梦？5分钟后，从草坪中走了出来。老易，你个死鬼，你还是那么猴急。此时的易建波像是被榨干似的，一言不发。突然梅丽华发现远处有个戴着鸭舌帽人，手里拿着相机，似乎在拍着什么，可能是拍风景吧。很快，易建波上了车，轿车疾驰而去。此时的梅丽华心情大好，今天的成绩不错，易建波答应帮我搞定工作调动的事情，最迟1周之内，我就可以接调到理想的单位。今天我拿出往日的定情信物，就是为了试探老易。老易果然是个很念旧、很重感情的人，而且这位离婚了那么多年，一直没有再娶，恐怕身边也需要个女伴。只要把控住节奏，悄悄给对方一些暗示，不派鱼儿不上钩，届时升级成是领导夫人，岂不是更风光？想到这里，梅丽华就心情愉快，甚至轻声哼起歌来，朝着单位方向走去。此时戴着鸭舌帽的中年人这才收起了相机。刚才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不过万幸的是，今天运气居然这么好，第一次来就大有收获。这次不但拍到两人秘密私会，而且还拍到两人钻小草丛。要知道，许正茂疑心病很重，就这些照片已经足够让他胡思乱想，让他喝足几坛老醋。本身已婚妇女背着老公，私底下见前任是非常犯忌讳的。拿着照片说一梅二人在幽会谈恋爱都是可以的。此时的张元陷入思索之中，现在就把证据抛出去，究竟合适吗？可别打草惊蛇了。不过这样其实也可以，因为据周春明的推断，梅丽华不甘寂寞，一直想攀高枝。如今许正茂落魄了，他肯定想傍上旧情人，还不晓得怎么开口，正缺一个机会摊牌呢。这证据若是递到许正茂手里，夫妻两个吵起来，恐怕梅丽华还要偷着乐，这家庭不就撕裂了吗？接下来肯定是家庭内讧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如果继续跟踪拍摄，不仅容易暴露自己，而且未必能拍到什么实质内容。从易建波的行事风格来看，他是相对稳健谨慎的类型，不希望出岔子。就算真的跟梅丽华旧情重燃，肯定也会做得足够隐秘，跟地下党接头似的。捋清了思路，张元直奔许正茂家。此时的许正茂正在家里洗菜切菜，突然外边传来敲门声。许正茂很好奇，谁呀？哪位？许正茂皱了皱眉，然后一溜小跑过去开门。门开处压根就没有人，入户地毯上却扔了一个牛皮纸信封。搞什么鬼？他弯腰捡了起来，用手指捏了捏，里面似乎装的是照片。拆开信封，把这几张照片抽出来，许正茂浑身的血立即涌到了脸上。照片的背景他相当的熟悉，因为他曾经陪梅丽华去北湖公园散步，少说有几十次了。照片里的人物他也都认识，一个是他现任的老婆，以前部队文工团的台柱子，现在的科级干部梅丽华，另一位则是市里的大佬。这两人在梁公园幽会的照片，此时却映入他的眼帘，狠狠地刺激着他的心脏。许正茂脸孔扭曲，内心在咆哮：贱人，臭不要脸的东西，简直无耻啊！拿着这些照片，许正茂的手在颤抖。梅丽华竟然背着我，偷偷跟其他男人约会。不甘寂寞的梅丽华偷偷私会小情人，却不知绿帽侠许正茂早已知晓一切。姓许的，给我烧洗澡水，立刻，马上！此时的许正茂一脸讨好，饭菜都凉了，要不我加热一下，你先吃东西。不了，在同事家吃过了。可是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麻辣毛蛋和毛蛋刺身啊！我让你做了吗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这么浪费，赶紧烧水，快一点！突然之间，许正茂完全明白了，他这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找茬挑刺呢。以前的时候我在家里也不见他吭声，现在却跟河东狮吼似的。我有事情想问你。梅丽华极不耐烦，大清早你去了哪里？你管我去哪里？你一个无业游民，一个糟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想要我早请示晚汇报？看到对方这个态度，许正茂心中怒意勃发，还不老实！你去见了易建波，以为我不知道？霎时，梅丽华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这么隐秘的事情，居然让老许给知道了，到底是哪里走漏了消息？胡扯！证据呢？你不要凭空误人清白。许正茂冷笑着，
掏出一沓照片扔在他的脸上。你最好解释一下。梅丽华阴沉着脸捡起照片，看到照片的瞬间，她当场傻眼。原来公园的那个摄影爱好者果真有问题，女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许正茂和梅丽华对视着，都能看到彼此眼中愤怒的火苗。你心理变态吗？你居然找人跟踪我！怎么敢做不敢认？梅丽华顿了顿，这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，离婚！我限你3天之内跟我去办离婚手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闻言，许正茂直接傻了。我本来只是想揭穿对方的无耻行径，没想到这娘们直接掀桌子不完了。你威胁我，我只是问你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偷偷跟那个姓李的见面？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你不配知道，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给你。你不能再耽误我了。梅丽华压根不想解释，反正我的最终目的就是离开许正茂，嫁给初恋情人。许家这艘破船都快沉了，我肯定得逃。更何况老易无论哪个方面都比这许正茂强得多。许正茂他脸色痛苦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记住，3天内离婚，你没得选择。都，我不同意。看在咱们闺女的份上，我坚决不离。见状，梅丽华呵呵一笑，不同意是吧？那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这下子，许正茂惊得跳了起来。以前怎么没看出来？这女人长得那么漂亮，心肠却那么狠毒，闺女8成就是被她给带偏的，自己的底牌果然不能亮出来，现在被人家拿住了把柄。说完这句话，梅丽华就回到了房间。许正茂愣了半天，这才缓过劲来，夺门而出，骑上自行车赶往老屋。他把之前所有存钱的瓶瓶罐罐全都翻找了一遍，可是里面全都空空如也。又惊又怒的许正茂发出一声狂笑，肯定是那蛇蝎妇人找个了机会，把这些钱都卷跑了。我的2万多块钱啊，那都是我绞尽脑汁弄到手的，一直藏着掖着，不敢让人知道。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终于冷静下来，想清楚了对策。继续纠结梅丽华和易建波的关系，显然没必要。当务之急是跟对方好好谈一谈，不敢说把钱都要回来，能要回一部分也行，否则的话，自己吃这么多苦头，担了这么大的风险，岂不是白费劲？反正这蛇蝎美妇已经变了心，索性就由他去吧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规律。哪怕梅丽华跟易建波真的在北湖公园良品幽会，估计也没能亲密接触，在被戴绿帽子之前，还是得及时止损。深夜11点的许家，此时的许正茂手里拿着德莱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心里有了别的男人，如果想离婚，那么我同意。不过呢，咱们得坐下来解决财产分配的问题。我劝你做事留一线，不要把人逼上绝路。听到这里，梅丽华松了一口气，随后2人开始长达2年半的激烈讨论。好，天亮之后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。女儿归我，还有现在这套房子，至于那套老房子，我也不稀罕。还有那笔藏在阁楼的钱，以及那些各种票券，全都平均分成3份。聊到了半夜，事情终于确定下来。第2天，民政局门口，此时的2人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。下午你来新竹路收拾你的东西，我再把你那份东西给你，咱们就两清了。许正茂脸色阴郁，机械的点了点头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闺女，我怕她会担心。我还有个疑问，请你务必解答，你跟那个姓易的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是咋认识的？梅丽华笑了笑，告诉你也无妨，他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在老家那边，一家就住我家对门，我俩早就认识了。许正茂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此女太有心机了，居然隐瞒了这么多年，好一对狗男女，诅咒你们下地狱。转眼间2人当场分开，谁也没有回头。许正茂低垂着脑袋，默默地推着自行车，他完全想不通，这短短几个月，自己居然接连遭受打击，失去了一切，事业没有了，工作也没有了，老婆跟人跑了，女儿也悲剧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天底下似乎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吧？同一时刻的聂殿军则笑容满面。聂军，瞧您这气色，是有啥好事吧？好消息，许正茂跟他老婆离婚了，刚办的手续。张元愣在了当场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跟打雷闪电似的，眨个眼的功夫就离了。聂殿军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梅丽华单位的一把手蒋局，那是我的好哥们，他们离婚不是要开证明吗？就是蒋局今早开的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就让陆元楼去打听。刚好小陆的表嫂在婚姻登记机关上班，一下子就给打听到了，人家夫妇2个刚把证给办妥，已经分道扬镳了。此时张元只想仰天狂笑几声，大仇的报了，舒服啊！手握证据的徐正茂本以为能拿捏梅丽华，没想到他老婆居然要和他离婚。此时的周春明收到了省城的电报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，没有比见证仇家倒霉更令人愉快的了。本来以为哪怕许正茂跟梅丽华真的分手，也得耗上一段时间，各种撕逼和吵闹，这个过程少说得半年以上，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这对恩爱夫妻就离了。
本来许正茂就从山顶摔到了谷底，这下子老婆也跟人跑了，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当初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凄惨，就是不清楚许白鹿晓不晓得这件事。老话说得好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如果许白鹿不来招惹我，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意外。此时的钱少武迎面走了过来。春明兄弟，忙着呢。钱公子，你咋来了？我以为你回省城了。没有，又不急。晚上有事吗？咱们去玩一玩。周春明呵呵了。玩一玩？恐怕钱少武这小子是又想到了什么毒计，又搁置给老子挖坑呢。玩什么？钱公子。钱少武凑近。跳迪斯科呗，城里很流行的。我姓钱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直。你姓周，执笔写词，犹如骏马在奔驰。我有个哥们刚买了一台收录机，还有不少港台那边的磁带。咱们晚上去他家跳舞，男女青年都有，好玩的很。周春明乐了。这年头聚众跳舞是犯忌讳的，被带到的话送去劳改几年很正常，也难为钱公子琢磨出这条计策了。这个不合适吧？我没兴趣。我听说城里有人因为跳舞被送到农场砍甘蔗了。钱少武顿时急了。怕什么？我也去。你要是担心出事，被抓的是我俩，而且那么多人在一块儿，只要没人举报，啥事也没有，10次也未必被抓到1次。门口也有人放哨的，你怕个锤子吗？闻言，周春明心中冷笑。我信你个鬼！你小子肯定安排好了，我不去则已，去了肯定会出事。这样的陷阱虽然很简单，但是还挺实用，对付一般的愣头青绝对是足够了。可是我两世为人，经验何其老道，怎么会中招？改天吧，晚上我得找赵根生说个事儿，搞不好还得请他喝酒。钱少武实在没奈何。那行，晚上我先去耍一耍，好玩的话下次再带你。说毕，钱少武脚步飞快，一下子就走得没影了。瞧见他脸色沮丧，许白鹿皱了皱眉。怎么了？事情又没办成？没有，周老四那狗约的，警惕心很重，根本不上当。亏我还跟人借来了收录机和磁带，局都不好了。可是鱼儿死活不肯上钩，看来咱们得另想办法了。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本来打算把周春明骗到跳迪斯科的地方，等到这帮人嗨玩起来，我就悄悄通知派出所。接下来周春明就会被逮个现行，当事人去了劳改农场，生意也泡汤了，未婚妻李兰也未必肯等他，这就是3重打击。没想到周老四这小子压根就不接招。此时此刻，两人心里都涌起浓浓的挫败感。钱少武摸着下巴，我怎么觉得周老四已经知道我俩联手，一直提防着呢？要不这样吧，既然拿他没办法，我们索性把目标对准他的身边人，比如说李兰那小姑娘，要不找几个壮汉给周老四戴绿帽。许白鹿怒了，一巴掌扇到对方脸上。畜生，祸不及家人懂不懂？你做人能不能有点底线？什么事情你都敢乱来？钱少武心里很窝火，却又不敢跟这女人翻脸，生怕以后连接近她的机会也没有了。行，我不敢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那就怎么办，只对付周老四一个，不殃及其他人，这总该行了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李兰长得漂亮，早就惦记人家了？我怎么觉得是你自己想祸害那姑娘？是你想给周春明送顶帽子？钱少武讪笑了2声。李兰至少是村花级别的，她眼又不瞎，早就暗中垂涎。如果不是碍于周春明，我肯定拿招工指标套路李兰了。至于许白鹿你，则是我的终极目标，只要能跟你春风一度，付出啥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想到这，钱少武不自觉地大笑起来。许白鹿叹了一口气，对付周春明的事情，咱们先放一放，有合适的机会再说。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我总是心神不宁，总觉得有事要发生。听到这话，钱少武嘴角抽了抽。老是这么拖下去，要等到猴年马月。现在不能回知青点住，天天住在镇上招待所，每天那么多的花销，本来以为很快就能解决问题，现在看来是我太盲目乐观了。钱少武盯着许白鹿，眼神直勾勾的，像是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那么卖力对付周老四，还不是为了你？你说延期，那就延期呗，我都听你的。不过呢，事先说好的奖励呢？趁着这儿没人，你就给我嘛。许白鹿后退了几步。不行，这件事情等扳倒周春明再说。可我等不及了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扳倒这狗崽子？到时候你反悔了怎么办？谁又知道你是不是在耍我？说话的同时，他一步步朝对方逼近。瞧见对面这副猴急的样子，许白鹿反而不怕了。你的疑心病太重了，得改一改。咱们也是老邻居，从小一块长大，我说的话你必须得信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身子不方便，你也心知肚明的。钱少武有点上头了。好不容易才带到一次2人独处的机会，错过了岂不是太可惜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奖励，肯定不能少，就算不给本金，利息也得意思一下。眼看着钱少武就要扑上来，许白鹿伸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把牛角刀。看到这玩意，钱少武瞳孔猛缩。我操！没想到啊，这貌似柔弱的文艺女青年，居然还随身带着利器。钱公子，
我劝你冷静，你现在马上走，我可以不计较。说话的时候，他面色冷峻，没有半点慌乱。你拿刀对着我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拿去对付周老四，他才是你的仇敌，是他把你害得这么惨的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这么做的。你不用怀疑我的决心，我都落魄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钱少武没辙头，转身离开了。这女人疯了，就靠我一个人还真的有点搞不定。她已经不再是我印象之中那个美貌单纯的小姑娘了。手握证据的徐正茂本以为能拿捏梅丽华，没想到他老婆居然要和他离婚。丽华，你还是这么漂亮。哪里？我又老又丑，你别嫌弃就好。怎么可能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18岁，永远那么青春貌美。讨厌，嘴巴那么甜，就知道哄人家开心。梅丽华笑眯眯的，手却不经意的垂落，放在对方的大腿上。如此亲密的动作，令得易建波心脏狂跳。说实话，这么些年以来，我一直忙于工作，很久没有跟女同志这么亲密接触过了。别这样，就怕有人看到，待会儿服务员同志还要进来呢。怕什么？我都不怕。你有啥好担心的？你离异未娶，我未嫁，咱俩就算处对象也正常。听到这个，易建波犹豫了。这女人刚离婚就火速跟我勾搭上了，传出去太难听。而且一旦接纳了梅丽华，许白露就成了我的妓女了。这位女知青可是声名狼藉，名声在省城这个圈子里已经彻底臭掉了。我虽然惦记旧情人，如果摊上不好的名声，万一在上级领导那里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我的升迁都成问题。还是师徒要紧。看到易建波脸色尴尬，咋了？这么些年来你都没想我，你不愿意？易建波不吭声，梅丽华顿时急了。这老易如此优秀，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老公。也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错过了这段好姻缘，现在机会摆在我面前，打死我都不愿再错过。他直接抓住易建波的胳膊。丽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松开手！我不放，你是我的，这辈子我就赖上你了。梅丽华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身子往他那边靠。易建波直接无语了。合着这中年美妇动机不纯了，鸿门宴了属于是。别，你千万别这样，你吓到我了。你再这样我走了。老易啊，咱俩的姻缘是老天爷注定的。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说话的同时，梅丽华打开随身携带的小皮包，拿出了一张黑白照片。易建波心中疑惑，拿过来仔细端详。这少女长得跟梅丽华很像，但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比如她长着一双大长腿，身材明显比梅丽华更修长动人。这是你闺女许白露吧？长得挺好看的，是个美人儿。梅丽华笑了笑，这是咱俩的闺女。闻言，易建波愣住了。玩笑可不能乱开。你仔细看她的眼睛，跟你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易建波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这下子他真是被吓到，反复的端详。易建波越看越熟悉。不可否认，许白露的眼睛跟我的确实很相似，跟一个母子塑出来的那样。不过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许白露是我的女儿啊。孩子是你的，不是那个姓许的。真要是他的种子，孩子恐怕得长一张麻点，怪难看的。易建波不吭声。有道理啊，许正茂长着一张狭长的脸庞，被不少人暗中嘲笑。许白露显然没有遗传到这一点，大家都说她长得像母亲。看到初恋情人沉默，梅丽华又抛出了重磅炸弹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老许他小的时候玩单杠时摔下来，要害受过伤，所以他丧失了生育能力。换句话来讲，他就是个太监，是个公公。像他这样的，怎么可能有后代？霎时，易建波目瞪口呆。这种秘密我还是头一回听说，想必梅丽华也不至于骗我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许白露确实可能是我的亲闺女，因为在当年我跟梅丽华热恋期间，一时把持不住，不止一次偷尝禁果。只是两人当时产生了严重的误会，闹到分手的地步。没过多久，梅丽华就嫁给了许正茂。彼时的许正茂还在城南工商所里努力表现，仍是默默无闻的小卒，靠着老丈人家的关系，才让许正茂提拔为小科员。这货倒也挺机灵，蛮懂得钻营，居然让他一步步往上爬，成了单位的一把手。回头想想，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，记忆都有点模糊了。那么许正茂知道闺女不是亲生的吗？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他这样的条件，有人肯嫁给他，他就得偷着乐了。更何况闺女长得这么水灵，跟嫦娥下凡尘似的，哪个见了不夸奖一声？可一万步来讲，就算老许真的知道了，也养了白露20多年，没有亲情也有感情，他很疼爱白露的，勉强算是个称职的父亲。易建波揪着自己的头发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凭空冒出来一个20多岁的亲闺女，这谁顶得住？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跟闺女摊牌，然后我再跟你去登记结婚，咱们一家子算是团聚了。闺女如今还在乡下受苦，你得多帮一帮她。不知为何，易建波有些郁闷。今天先到这里，你得让我冷静一下，好好考虑。听到对方这么说，梅丽华心知肚明，
仅凭我的几句话就想让老易认闺女，这恐怕不现实。易秘书长又不是3岁小孩，没有那么好骗。没问题，建波哥，你可以动用手段去查。实际上，你只要看一看闺女的生日，一切就明白了。我跟老许登记结婚，不到8个月就生下了她，对外当然说是早产儿。小心思被看穿，易建波有些囧。我刚想打算这么干的，还有喜当爹这种狗血事件，谁也不想遭遇，肯定得弄个清楚，细节什么的100%要对得上。倘若真的如同梅丽华所说，许白露是我女儿的可能性就相当的大了。我会尽快落实这件事，有什么进展的话，我会跟你保持联络。说毕，他起身去结账，然后径直离开。看着初恋情人远去的背影，梅丽华无声的笑了。易建波啊，实际上我还真没有欺骗你，许白露其实应该姓易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查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我距离成为是领导夫人不远了，该找个什么时机跟闺女好好谈一谈，争取早日做闺女的思想工作。家庭发生巨变，甚至换了个爹，恐怕这姑娘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接受。白莲花梅丽华跟前夫闪电离婚，转身就钻进了老初恋的怀抱。老易，你才是白露的亲生父亲。谁啊？这大晚上的，都几点了？顿时就瞧见易建波戴着口罩，跟半夜做贼似的。失落，让我进去。梅丽华凑近，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。都调查清楚了吗？大概懂了。我从许正荣的谈话记录来看，他亲弟许正茂确实要害受过伤，影响了生育能力。其实有个办法很简单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？从血型方面来看，老许的血型是 AB 型，而闺女的血型是 O 型，这完全不符合遗传规律。我跟你的血型都是 B 型，所以孩子的血型只能是 O 型或 B 型，这就对得上了。没错，我也注意到了。基本上，如果父母双方有一位具有 AB 血型，但生出来的孩子不可能是 O 型血。从这个角度来鉴定，已经能排除许正茂是闺女生父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晚上的跑过来找你原因。最重要的就是咱俩得好好商量一下我和女儿认亲的事情。易建波不禁颇多感慨，一晃就是20多年，错过了陪伴闺女的黄金时期。就白露这个年纪，一旦嫁出去，我们父女俩相处的时间那就更少了。咋的？还有啥不清楚的吗？我就是想知道新婚的时候你是怎么糊弄老许的，怎么过关的？讨厌，干嘛问这个？说嘛，这里又没有外人。很简单啊，我是学舞蹈的，天天都要练功，练劈叉的时候容易受伤，所以你懂的。这都行，哪怕当时许正茂心里怀疑，但是能娶到文工团台柱子，能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恐怕欢喜的快晕了。横竖已经是老黄历，没必要再追究这些。行吧，该商量一下咱们闺女的事情。丽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计划怎么办？这得问他是啥想法，我目前还没有主意。咱们分3步走，第1步先跟他摊牌，第2步认亲，第3步改名字，跟我姓。梅丽华点头。等到这一系列流程走完，闺女已经换了个身份，甚至可以落户到易家，从此受到易建波的庇护。就算仍旧进不了单位，那也没什么，我手头上有一笔钱，可以支持闺女干个体，做生意也是一条出路。而且有老易帮忙，闺女想要发家致富，那简直太轻松了。与其整天到单位点卯上班，拿那点死工资，不如下海当富婆。丽华，你先别急，咱们现在还不知道闺女究竟是什么想法。取得她的认可以后，不论她想做哪一行，我这个当父亲的都会全力支持。梅丽华喜上眉梢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此时的易建波心里也有一些隐忧，万一白露性格倔强，不认我这个生父，那该怎么办啊？事情就交给我吧，闺女那边由我来做思想工作，保障让白露开口叫爸爸。突然间，梅丽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是咱闺女刚寄回来的。是什么？只见梅丽华从兜里掏出一封挂号信，这是那个祸害咱闺女混蛋官洪涛从花旗国寄来的快件。易建波一目十行的看着，额上抱起青筋。混账蛮夷，畜生，这是始乱终弃啊！那个小兔崽子祸害完咱闺女，就要跟咱闺女分手，居然说什么2人距离那么遥远，没办法维持感情。我求你一件事，谁伤害了咱闺女，你就绝不能放过谁，能做到吗？闻言，易建波缓缓点头。原先从走上仕途的那一刻，我就立誓绝不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可是经历了这么些年，我已经看明白了，而且这一回深深受伤的是咱的亲闺女，不能忍，这回坚决不能忍。关洪涛人在国外，没办法奈何他，那就追究他的父母。养子不教父之过，关跃进这人我是知道的，以前我在教育系统搞的是宣传这一块，跟他有过接触。这人的脾气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，那是又臭又硬。整死他！如果不是他儿子，咱闺女也不至于这么惨。至于关跃进的老婆，在单位里就是普通群众，小角色一个，没啥下降的台阶，那就把火力集中对准关跃进。易建波点头，
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收拾一下官府，也算是替闺女出一口恶气。日报社那边是归市里管辖的，稍耍点手段，就能让这官总编吃不了兜着走。到时候关跃进就算想辞去总编室主任，到下属单位印刷厂当工人，恐怕都难了。这个事情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丽华，你放心，咱闺女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我不会放过他们。看时间不早了，易建波站起身来，10点钟了，我该回去了，免得影响不好。急什么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日夜操劳。不行，丽华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免得被别人抓到把柄。走到门口，易建波突然停了下来。咋了？有啥东西忘了呢？对了，还有一个事情，上回在北湖公园偷拍咱俩的那个假摄影师究竟是谁？丽华，你有线索吗？人家像是对咱们非常熟悉，早就埋伏着了。梅丽华叹了一口气，我知道是谁了，但是这人是条疯狗，不好惹。他人在市工商局、归省局垂直管理，你说话也不好使。更何况市局一把手聂殿军，那可是许正茂的死对头，张元又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心腹。不过敢这么有恃无恐的给我上眼药，对方的胆子确实大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整整他。出了门，易建波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，下回再跟丽华约会，貌似得换个安全的地方。阴沟翻船这种事情，我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。等到他的身影消失，电线杆后走出来一个年轻人，此人正是张元。一直好奇这美貌叔父跟老易啥时候才会勾搭到一起，万万没想到进度如此的快。看到梅丽华家里那仍旧亮着灯的窗户，这老阿姨真是不甘寂寞啊，用脚趾头猜都知道老易在他家待了那么久，究竟干了些啥。梅丽华跟前夫闪电离婚，这边就跟老易勾搭在一起，简直是无缝连接。好家伙，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啊！不过就梅丽华的身段和姿色，小年轻看了都迷糊，老男人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势，完全可以理解。站在阴影里面，张元的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大胆的想法。白莲花梅丽华跟前夫闪电离婚，转身就钻进了老初恋的怀抱。老易，你才是白鹿的亲生父亲。闺女，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是咱们市委秘书长，叫做是易建波，快叫伯伯。易建波，我怎么从没听到过这名字？不过对方身材高大，相貌儒雅清秀，倒是不让人反感。不过这易伯伯怎么会跟我母亲在一块？什么情况这是？易伯伯你好。你好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人可真漂亮。哎呀，比起照片上面，闺女真人更美，完全不输给丽华年轻的时候。许白露挺尴尬，没想到这素未谋面的伯伯居然看起来有点似曾相识，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，难道是自己的错觉？闺女，这次我专程过来就是想跟你聊一些事情，咱们家里最近遭遇了重大变故，希望你在听之前有个心理准备。许白露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家里遭遇重大变故，怎么没人跟我提及？我只知道我爸因为虚开发票被撤职并开除，后续又发生了什么？深吸了一口气，您说吧，我能接受。我跟你爸离婚了。许白露瞪圆了美眸，简直难以置信。什么？这不是真的？紧接着，一张离婚证递到了他的眼皮底下。许白露胳膊颤抖，把这纸证明接过来，仔细的端详。许白露下意识的问道：为什么？话刚说出口，他立即就后悔了。母亲是什么性格，我岂能不清楚？一辈子想攀高枝，心气那是高得很。我爸没倒台的时候，家里还能勉强维持。现如今，我爸成了无业游民，是个落魄小老头，被枕边人嫌弃很正常。没有为什么，他配不上我，而且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啥大出息了。我还跟着他干什么？我跟他在一起，虚度了20多年光阴，这代价还不够吗？许白露叹了一口气，我就知道母亲肯定会这么说。很早以前，妈就私底下教育我说，美人从来都是稀缺资源，永远不会缺乏追求者。在选择伴侣方面，千万不能任性随意，要提高门槛，从中挑选最优秀的男人，无权无势的那种，就休想染指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爸失去了价值，成了枕边人心目中的小废物，被抛弃是很正常的。本来以为父母会白头到老，没想到居然闪电离婚了。想起父亲从前对我的疼爱，我真想抡起胳膊给这白莲花一耳光，痛斥这贱妇不要脸，骂她见异思迁。可是自己都是这种性格，面对同样的选择，我也肯定会无情抛弃废物伴侣。更何况爸妈的离婚手续都办妥了，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能心疼我爸几分钟了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没办法的。见状，梅丽华和易建波对视了一眼，神色都很欣慰。
本来以为想收服白鹿，恐怕并不容易，甚至做好了母女俩互扇耳光，开启撕比大战的准备。可是没想到，闺女当场就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估计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难，磨平了这小姑娘的棱角，让她不再心高气傲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家里还有一些钱和票券，平均分成了3份，你的那份在我那里，什么时候想呢？你就跟我说一声。本以为我爸退赃的时候把所有钱都上缴了，没想到我爸居然还有小金库。此时的梅丽华拉起许白露的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妈不能再瞒着你了。许白露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什么事？实际上她能觉察出来，易建波有可能是母亲的新男友，离了婚再找新伴侣，这没啥好说的。问题在于我妈这才离婚了几天啊。你这位易伯伯呢？实际上原先家里住在你外婆家对面，2家就几米的距离，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等于是你跟关洪涛的关系。吐！许白露快吐血了。卧槽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2人的关系果然不一般。意思就是我妈离婚以后火速勾搭上了旧情人。平心而论，易建波的条件确实比许正茂强很多，无论是外形还是身份地位，那都是轻松碾压。难怪我妈和易建波看起来如此暧昧，不像是正常的男女同志。没错，当年我跟丽华青梅竹马，感情相当的好，要不是一些误会，我俩说不定就结婚了。许白露哑口无言。听梅丽华这么比喻，许白露心中猜测，这对狗男女是不是还滚过床单？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！唉，我该怎么办？失去了一切的小老头真的太可怜了。可是理智告诉我，跟易建波搞好关系准没错。随后梅丽华留许白露独自在屋里消化。还跟闺女继续摊牌吗？算了吧，今天暂时到这儿。我觉得她的情绪有些不对头，没办法接受那么多东西，不宜再刺激她了。也对，根本不能急，这种事情还是得慢慢来，只要她不反对我俩在一块儿，这就行了。她的身世以后找个机会再说呗。我同意。2人很有默契，立即达成了一致。看样子白露并不反对我离婚以后再找男人。既然如此，问题已经不大，再找个合适的时机，跟易建波悄悄领证，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白露就成了他的继母，也可以改信义了。易建波给许白露留了个联系方式，然后趁着夜色，易建波带着旧情人急忙赶回省。此时的许白露找到梦姐，报告组长，我明天和后天请假，要回一趟省城，我爸生病了。不行，想都别想，你之前才休假1礼拜，这才回来多久？如果每个知青都像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，个个都自由散漫，那岂不是乱套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请假，反正大家都没活干，整天都在宿舍里待着，我回省城探亲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。你不批假无所谓，我自己走。你走一个试试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马上报告大队。无所谓，报告呗。行，你等着，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你。之前许白露被收拾了一番，整个人低调了很多，整天搁宿舍里扮哑巴，没想到现在说话又硬气了起来。许正茂不是据说倒台了吗？谁给他的底气？随后他急匆匆地出了门，想到肖卫阁恐怕已经下班了，所以梦洁直奔周春明家。回到家的梅丽华突然发现女儿正在疯狂拆家。你简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居然给我爸戴绿帽。闺女，你咋回来了？爸，您受苦了。许正茂无奈，看来你都知道了，没办法，可能这就是命吧。爸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许正茂头疼，我这个情况不比你那边好多少，唯一的办法只能像周老四那样干个体户，经商做买卖，别的不说，至少本钱咱们还是有的。我也是同样的想法，周春明那小子也就是高中学历，他都能成功，我们肯定比他强。本钱怎么说，咱们能凑到多少？怎么，你妈没跟你说吗？还是他想独吞那笔钱？我妈提了一嘴，但是易伯伯在场，他没有详细说。对了爸，咱们目前做什么生意好？难道抄周春明的作业，也跟他竞争收药材，唱对台戏？我有一位住在沿海省份的战友，有一回我和他通电话的时候，他无意中提到那边有不少渔民出海，利用民国时期的银元，跟宝岛和港岛的商人做贸易，进口了不少新颖玩意，什么计算器、双喇叭收录机、录像带、彩电等等，在当地购买的话，价格都不算高，倒腾到了内地，利润可以翻好几倍，甚至10倍以上。有不少人靠着倒卖这个都发了大财。说实话，我有些心动。不妥啊，你这样会出事的，咱们这算是倒卖。还有，你恐怕忘记了，咱们有仇家，有人在暗地里一直盯着咱们。许正茂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可是这里面利润太高了，我听说港岛那边的电子表进货价几块钱，能卖几10块，甚至上100块，比卖违禁品都暴利。
许白露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真没想到倒卖这玩意的利润竟然如此惊人。问题在于，咱家的仇人躲在暗处啊！我不希望你再出事。还有别的路子吗？咱们再想一想，最好是走正道，让人抓不着把柄的那种。随后两人展开了长达2年半的激烈讨论，聊了一阵子，也没聊出啥头绪。我妈好像换了新单位，去老干局上班了，说是评级戒掉，到时再设法留下来。闻言，许正茂脸色一沉，以后不要提她，这个女人的一切跟我已经没有关系，她是死是活，我不想知道。许白露哦了一声，吓得不敢吭声，把行李放在老宅。许白露又去了梅丽华家，恰巧茶几上放着一本日记本，闲来无事的许白露翻看了起来。30分钟后，此时的梅丽华刚到家，就看到许白露在疯狂拆家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疯了吗？你不是人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爸吗？你简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爸对你那么好，那么疼爱你，恨不得把世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，结果你呢，在外面找野男人，还给他戴绿帽。瞬间，梅丽华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许白露没回答，而是看了看地上的日记本。看到地上摊开的日记本，梅丽华顿时傻眼了。早知如此，根本就不该给闺女新房钥匙。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还他妈的把真相全记录了，这不是找不自在吗？你别骂我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亲吗？而且当年我也是有苦衷的。如果我不嫁给老许，妈这辈子都毁了。再说了，你怀上关洪涛孩子的时候，情况还不是一样。许白露郁闷的想吐血。摊上这样的极品老妈，真的令人抓狂。给老公戴帽子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过分了呀！如果周春明接纳了你，他也就是第二个老许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咱娘俩谁也别嫌弃谁。我不是什么好女人，难道你就是？反正你对不起我爸，你没良心。他不是你爸，老许他没有生育能力，要是搁旧社会，可以送进宫里当太监。充其量他就是你的养父，养育了你20年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可以不爱我爸，但你不能侮辱他。瞧见闺女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梅丽华后退了2步。白露，你误会了，请你冷静一下。我并没有侮辱老许，他的药还受过伤，所以当不成男人了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所以你不可能是许正茂的闺女。我不信，拿证据出来。你想看证据是吧？没问题，刚好老易给了我一份谈话笔录，你仔细看看吧。许白露疑惑的接过，目光狐疑的瞧了瞧，眼前确实是一份谈话笔录。谈话对象是他大伯许正荣，关于许正茂受伤的那件事情描述的很详细。许正茂丧失了当男人的权利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么他是不可能有后代的。难怪当初我妈跟我坦白的时候，意味深长的说过，他和老易的关系就好比我和关洪涛。原来我和母亲2人的感情路线出奇的一致，都是怀了初恋男友的孩子，然后急着找接盘侠。唯一的区别是我妈成功了，而且还隐瞒了那么多年，而我则是惨遭曝光，完全身败名裂，还戴上了流氓犯的帽子。怎么样，妈没骗你吧？你是老易的孩子，这一点没问题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这个当妈的肯定心里有数。而且你比预产期提前出生了2月，对外说是早产，你懂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许白露的满腔怒火已经消散无踪，整个人无力的瘫坐在地上。闺女，你别生气，妈跟你道个歉，这种事情必须烂在肚子里，跟谁都不能说，否则的话麻烦就大了。而且你可以换一个思路，进了一家的门，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你不是想做生意吗？妈让老易给你开批条，他要是不干，他就休想爬上妈的床。对不起。人啊，就是不能钻牛角尖，想通了就好吗？你先歇一会儿，我下楼到巷子口给老易打电话，咱们下馆子吃顿饭，把事情摊开来讲。有件事情我必须先说清楚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爸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绝不能辜负他，否则的话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你跟老易结婚我不反对，但是我坚决不改姓，我不要叫什么易小磊，我就叫许白露。梅丽华听到这话简直无语，你这丫头就是倔，脾气跟牛一样。好，我跟老易商量，一切都依你。被戴了20多年绿帽子的许正茂上门讨要说法，却被一位平头大汉一套昆拳给拿下。闺女，你看到那本日记簿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拿。出门的时候我2手空空的，你也看到了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咱家里丢东西了？这个时候梅丽华脸色苍白如纸，2腿都软了。闺女，咱出门这段时间肯定家里进贼了，不仅卷走了家里的钱财，还拿走了那本日记簿。要不要我去报告派出所？对，千万别，那钱是赃款，而且数额巨大，还有日记簿里面记载着丑闻。许白露美眸圆瞪，整个人也吓得不轻。到底是谁干的？还有那些照片又是谁拍的？梅丽华皱紧了眉头。张元还会开锁吗？
什么张元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就是这小子。之前照片的事情就是张元化妆拍摄的，这狗约的够阴险啊！他究竟想干什么？这小子野心很大。当初在镇上招待所的时候，晚上他来拍门，说可以娶我，可以当孩子的爹，但是有条件。这小年轻看着不起眼，真是一肚子坏水。闺女，我现在立即去找老易，跟他商量对策。你在家里守着，哪里都不要去。然而此时的张元正躲在巷子里翻看着日记。狗约的许正茂，绿帽一戴就是20年，你比我还惨啊！这小老头被欺骗了一辈子，太可怜了，肯定得来个热心群众，点醒这落魄小老头。随后张元带着日记朝着许绿帽的家里赶去。此时的梅丽华从外面赶了回来。易伯伯说了没有？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件事情很棘手，你也懂的，不方便报案处理。老易找了一位姓高的朋友暗中调查，这人曾经在刑侦队待过，只能再耐心等一等，看看小高那边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老易叮嘱我说，查这种事情只能悄悄进行，要背着所有人，千万不能声张，咱们必须多一点耐心。可是我担心那些东西会被有心人利用。梅丽华很囧，谁说不是呢？母女俩正在担心，忽然外边有人敲门。谁呀？说话不说不开门。不要开，我害怕。老易跟我约好了，不会轻易上这儿来，而且我俩约定了暗号，这个敲门间歇也不对。听到母亲这么说，许白露也慌了神。这大晚上的，居然有陌生人来访，而且还不吭声。突然传来钥匙开门的响动，梅丽华和许白露吓得汗毛直竖。什么情况？这是盗贼去而复返了。等到大门打开，两人的眼帘之中却出现了火冒三丈的许正茂。梅丽华吓得魂飞天外，许白露哆嗦着迎了过来。您怎么来了？滚开，没你什么事。梅丽华，你这贱人，枉我一片真心待你，你却给我戴绿帽，让我帮别人养娃儿。完了，纸包不住火，这一天终于到来，这是来秋后算账的。他接连后退。闺女，拦住你吧，他疯了。许白露张开双臂拦在小老头面前。你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，而且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不准你伤害我妈。暴怒的许正茂一巴掌抽在许白露脸上。你还帮他说话？也对，你是他生的，易小磊对吧？以后你就叫这个。许白露又愤怒又委屈，捂着脸不敢说话。梅丽华，你大声讲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你欺骗了我20多年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今天我就要跟你算总账。你别这样，我求你了。正当许绿帽朝着梅丽华冲去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身材壮实、眼神非常锐利的中年人出现了。此人很快走到许正茂身边，把东西交出来。教你大爸，滚开，别瞎管闲事。银头哥不再吭声，突然使出擒拿动作，把许正茂给控制住了。放开我，你跟那个奸夫是一伙的，你也不是啥好人。嫂子，麻烦找根绳子过来，我先把他给捆住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可以叫我小高，老易请我来保护你。你就是小高，太好了。随后许白露留在屋外，家里3个大人则是坐下来谈判，足足谈了1个多小时，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。只见许正茂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这里，临走之前，老许深深的看了许白露一眼，眼神非常复杂。回到屋里，高叔叔，谢谢你，今天若是没有你，我们母女俩还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谢我，我也是受一哥的委托，他帮我，我帮他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我在许正茂身上翻出来的，交给你们，待会你们就把这个证据给烧了，不然会给你们招来无穷祸患。对了，小高，许正茂是怎么拿到的这本日记的？基本上可以确认是张元设法盗窃了你们家，又把日记簿扔到许正茂那里，企图点燃老许的怒火，来个借刀杀人。我来之前去了一趟张元的宿舍，发现他没有在，所以我才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。除了这本日记之外，还有那笔钱怎么办？一哥的意思是，只要风波平息了就好，钱可以再挣，咱们不着急。好了，许正茂不会再来找你们的麻烦，两家从此井水不犯河水，断绝来往就是了。说毕，这人径直离开。你们是怎么谈的？你不许往外说。简单的来讲，老易答应给那个人足够的补偿，甚至还答应帮他再介绍一任老婆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那个人非得追究，那他就死定了，谁也救不了他。还是你一伯伯格局大，眼光长远，看得透。那笔钱反正来历不明，虽然数目巨大，但是丢了就算了，不宜再去追究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有你一伯伯帮忙，闺女你想多挣几倍的钱，那都不是问题。听到这里，许白露眼前一亮。没错，是我太着急了。上回我听钱少武说，他有个哥们悄悄倒腾当财，但是这哥们没有门路，只好花钱跟人家买批条，一吨当财的批条就得花个几百块钱。哪怕是这样，那哥们依旧发了大财。嘘，低调一点，闺女，只要咱们抱紧一肩剥的大腿，各类紧俏物资的批条，那是根本不会缺。
只要小心一点，压根就没啥风险。刚认了易建波这个新爹，等于是家里坐拥金山银山，要发达的节奏啊！有那么一瞬间，许白露甚至觉得原生家庭破裂、父母离未必是坏事。钱少武，你给我滚过来！咋了？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？给你个机会，以后当我身边的一条狗。钱少武怒目圆瞪，神经病！你侮辱人格！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自己心里没有数吗？要啥没啥，也就是个破落户，也有胆子来要求我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情况已经不一样了，希望你能识趣一点。闻言，钱少武皱了皱眉。什么叫做情况已经不一样了？咸鱼也能翻身的吗？你爸不是已经被单位开除了，不再是手握权柄的领导干部，就凭你妈她一个科级干部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你凭什么说这种话？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当本公子身边的小木，如果乖乖听话，可以赏你一点好处。许白露的神色依旧很淡定。不要给我提什么许正茂，我妈已经和那个废物离婚，我现在的父亲比那许正茂强100倍。随后，许白露从兜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对方。钱少武接过后仔细的打量着，当他看清照片中梅丽华旁边的男人后，顿时人傻了。这不是咱们市委秘书长易建波吗？我也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过，他怎么会和你母亲在一起？没错，我现在的父亲就是易建波。知道关洪涛的父亲为什么被单位除名了？不想你母亲少小娥落得同样的下场，你只能听我的。钱少武愣在了原地。卧槽！难怪这许白露气焰如此嚣张，这是抱住了新大腿，靠山升级了呀！钱少武一脸卑微。白露，都是我的错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有罪，我该死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白露你身边的一条狗，你叫我咬谁，我就咬死丫的。是吗？我不信，你是什么德性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给你学狗叫还不行吗？我的小姑奶奶，我请你下馆子，摆一桌酒赔罪。见状，许白露无声的笑了。不急，你先跟我回公社，我身边需要帮手，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我会考虑适当给你一些奖励。画面一转，春明，你终于来了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出了一件大事，老许受了刺激，跑到新房那边，拿着绿帽要打前妻。什么？这么可怕？你在现场吗？我当然不在现场，我被人盯上了，哪敢瞎掺和？这些事情都是事后打听到的。不过这女人不守妇道，很缺德，她给老许戴了多年的绿帽，受到点惩罚很正常。春明，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。什么事？你先说说看。最近易建波找人查我，那人叫做小高，先后找了我2回，试图套我的话，还威胁我，让我把那笔钱、存折和日记全都交出来。是吗？看来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，你被盯上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没承认。不过呢，对方倒是有些手段，我的住处被撬过，人家进去搜了一番，东西都不在，他们白忙活了。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小高这个人不一般，他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危险，如果可能的话，那笔钱我宁愿不要，也不想再被对方时刻盯着。他是不是叫高继伟？以前在市局刑侦队干过，后来辞职了。春明兄弟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人的？周春明笑而不语。如果告诉你我是众生者，那你不得傻眼。我想让你替我摆平这件事情，过去跟他谈一谈我的想法。放心吧，张副科长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周春明拎着水果来到了城北的一处单位家属区。张元难以置信，春明兄弟，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？周春明笑笑不语。张副科长，你在外边等着，我去跟小高聊一聊。小兄弟，咱们认识吗？以前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。我姓周，叫做周春明，想找你聊点事儿。高继伟怔了怔，神色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我也不绕弯子了，张副科长托我过来跟你谈一谈。张元，你认识他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对，就是张元。张副科长不想惹麻烦，希望跟你和易建波沟通一下，消除彼此的误会。霎时，高继伟不吭声了。把东西都交出来，我可以当做啥事也没发生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位朋友麻烦可就大了。一哥不会放过他的，年纪轻轻的，可别玩火啊。小意思啊，只要张元没意见，你俩可以私下谈，给还是不给，给多少，啥时候给，我一概不知道。那就这么定了。高兄，说实话，我很欣赏你，有没有兴趣干个兼职，以后替我做事？我认为你很适合当私家侦探，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。闻言，高继伟傻眼了。我有正式单位，有正经收入，足够养活自己，不必干什么兼职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乐了。不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，在学校当老师很难发挥你的才能。你具有冒险精神，喜欢挑战自我，身手也不错。要是干私家侦探，绝对会成这行业的领军人物。闻言，高继伟再度沉默。周春明观察着他的神色。更何况，我也不会要求你干违法犯罪的事情，而且按月给你开工资，干得出色的话，还另外有奖金。这个时候，高继伟明显心动了。如此优厚的条件，谁拒绝就是傻子。每个月工资多少？这个好说，你可以开一个心目中的价格。
我考虑一下。高继伟不假思索，每个月200块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小高，你值这个价？高继伟当场傻眼，我只是随便乱喊了一个价钱，漫天要价的意思，就是想让对方知难而退。没想到这小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而且每个月200块钱的工资，已经是我现在工资的6倍多。你确定吗？咱们可以签合同，按照合同办事，我甚至可以给你预支半年的工资。高继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得出来，眼前这位是真的器重我。半小时后，周春明离开了高家，高继伟手里捏着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心情颇有些复杂。瞧见周春明的身影，张元赶紧迎上去。春明兄弟，怎么样？谈妥了，待会儿你自己跟他聊。如果把东西还给人家，小高不会再找你。张元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原本只是想搏一把，利用梅一两人的地下情，拿在手里当把柄，要挟易建波，达到晋升的目的。没想到事情闹到这个地步。自从许白鹿抱上了易建波这个大头，平日里越发嚣张。许知青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服管束，自由散漫，足足旷工了3、4天，你的思想觉悟在哪里？此时钱少武站了出来，孟杰，你给老子住嘴！你都不知道你惹到了什么人物。孟杰吓了一跳，孟杰和那些女知青一直合伙欺负我，小武，你看着办吧。钱少武听到许白鹿的话，脸色立即变得很厉。孟杰，就是你平时经常欺负许知青，是不是很爽啊？很过瘾是吧？姓钱的，你不要乱来，等下我去报告肖主任。是吗？找肖振球也不好使，股级干部而已，就算他哥肖卫阁书记来了也算个屁。听到如此猖狂的话，孟杰快吓尿了。怎么，你要打人？打你还嫌脏了我的手？大家都听好了，你们不是操心返城就业的事吗？刚好咱们省城棉纺厂要招工，谁替我收拾孟杰，谁表现的最好，我就考虑帮谁弄一个名额。此话一出，本来看戏的知青们全都蠢蠢欲动。不信是吧？如果工作问题没解决，我就赔给他50块钱。说话的同时，钱少武从兜里拿出了几张大团结，在众人眼前晃了晃。孟杰吓得不轻，拔腿就开始逃窜。整个院子里那叫一个鸡飞狗跳。孟杰在院子里被一顿胖揍。孟杰，你还敢欺负许知青吗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深夜，质保主任肖振球接到消息，匆匆赶到知青里。他看到孟杰头发散乱，浑身都是淤痕。大胆，这是谁干的？还有没有王法？你就是肖主任，初次见面。我就是返城知青钱少武，我回城的时候，你还没来咱们公社，是吗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解释不清楚，你就甭想走了。姓肖的，你他妈也敢威胁我？你知道你招惹了什么人吗？我警告你，最好放尊重一点。对方的态度令肖振球有些惊愕。你这钱知青很猖狂啊，敢和我质保主任叫板，是吃错了药，还是乱发神经？说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很简单啊，女知青闹矛盾，打了起来呗。你别看我这样子，不是浓眉大眼的，不像是好人，实际上我可没动手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许知青，你又怎么说？我这才刚回来，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，狗咬狗两嘴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听说一切都是因为你跟孟姐有仇，所以你只使钱知青，耍手段对付他们？没有这回事，你听谁瞎说？是谁告的状？自己站出来，我要跟他对峙。冯迎宾晃晃悠悠的从人群中走出来。肖主任，你说的情况属实，我作证。刚才打架的过程，我都全程目睹了。开始的时候是孟组长训斥许知青，说他请霸王假旷工几天，许知青不爽，就叫钱少武报复。还有这个钱少武，简直变成了疯狗，逮谁咬谁的那种。好，情况清楚了，来人，把挑事的这几个许白鹿、钱少武全都铐起来，同时把挨打的女知青也一起带回武装部。听到这话，许白鹿瞪圆了双眼。你敢？你算老几？也敢动我？把你们公社书记叫过来，我要跟他当面谈。闻言，肖振球愣在了当场。钱少武指着肖振球，姓肖的，你最好识相一点，马上去叫肖卫阁，否则的话，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担待不起。卧槽，许白鹿他爸不是最近刚倒台吗？明明没有了靠山，怎么还如此蛮横霸道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至于钱少武，我隐约也听说过，父母都是省城里的干部，有一定的背景。可是县官不如县管，哪怕钱少武的背景再大，他家里的影响力也辐射不到这里啊！你们可得想清楚了。肖书记正在休息，真要打扰了他老人家，可没你们的好果子吃。少废话，我要见肖卫阁，立刻，马上！足足1个小时以后，肖卫阁才来到知青点。哪个要见我？是谁？此时的许白鹿迎面站了出来。许知青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找监控屋子进去再谈。闻言，肖卫阁点了点头。许知青，你今天惹了不小的麻烦，影响极恶劣，不处理很难服众。不如这样吧，哥给你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待会儿哥帮你解决这个麻烦，事成之后，你陪哥到小河边走一走，散一散心，哥保证不使坏。
也就跟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谈点人生，聊点理想啥的。闻言，许白露恶心坏了。大半夜的叫我跟你到河边散步谈心，分明就是居心不良，打算耍流氓。许白露走上前，对着萧卫格的裆部就猛地挨了一脚，要害被袭击。萧卫格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姓萧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龌龊主意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爸妈离婚了。知道，哥消息灵通着呢。我很快会有一个后爸，他跟我妈是老相识，认识了40年了。萧卫格愣了愣，啥意思？难道说梅丽华这个姘头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？简单的来讲，如果我后爸调来潞州市，可以直接就任一把手，罩着你的姚宗威。倘若见了他，那也是毕恭毕敬的。萧卫格虎躯一震，是吗？拿证明出来，否则我不信。许白露拿出梅丽华和易建波的合影，当他看清照片中的男人后，浑身冒冷汗，整个人好似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那样。没过多久，萧卫格和许白露已经来到屋外，梦洁大叫着扑了上去。萧书记，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许知清他欺人太甚，今晚的事情暂时先这样，等明天再处理。大家都散了。眨个眼的功夫，公社来的几个人几乎都走光了，只留下梦洁独自瑟瑟发抖。梦洁，你好自为之吧！倘若还敢他妈的惹事，下回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。梦洁带着哭腔：是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小五，你去拿我的行李，到镇上招待所住，1人1间房。小五，你真打算拿出招工指标，或者是50块钱给那帮贱女人？那怎么可能？我耍他们的呗，这帮猪脑子活该被人利用。如果他们缠着你不放呢？很简单啊，采用托自觉。到时回到城里，他们谁也不懂我的地址，想找人都找不着。如果真有谁撕破脸皮逼得太紧，那我就给5张大团结呗。刚好我有个哥们的老表，最近收到了一批假钞。闻言，许白露翻了个白眼，这狗约的钱公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。重生80年代，我靠着倒卖药材日入斗金，然而阴险的许白露竟想用假币买空我的药材店，让我血本无归。春明兄弟，没想到吧，哥们又来看你了。原来是钱公子，我听说你回省城了，怎么又来咱们这种乡下破地方？可别这么说，我这次过来是专门找你的，哥们替你联系了个大客户，财神爷上门了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呵呵了，这狗约的笑得那么假，真以为瞒得了谁？我可是听说了，昨晚你和许白露2人住在镇上招待所，而且以你昨天的表现，就差跪舔主子了。这回过来，明显没安好心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有个哥们的朋友，现在是药厂采购员，听说你这药材站经营的不错，就想跟你拿点货。正所谓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大家互相帮衬呗。看着钱少武，周春明心中冷笑，这件事先不急，我怎么听说你跟许知清混到一块去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跟许知清从小就是邻居，一块长大，走得近一点不奇怪。我跟许知清关系好，不影响我跟你的兄弟情分。闻言，周春明挺无语，这狗约的就会狡辩，这是又挖了新坑，等着我往里跳呢。这个事情具体怎么说？他们药厂在哪里？厂名叫什么？打算收购什么药材？量多大？需要什么品级的？收购价又是多少？好像叫青川制药2厂，规模还挺大的。那位同志说打算收一批黄连，收购价具体是多少？你们自己谈，我对这方面完全不懂。行啊，你把人叫来嘛，我跟人家慢慢沟通。生意做成之后，该给多少提成，我1分钱也不会少给你。不，我不要钱，这件事情纯属义务帮忙。你要是硬塞给我提成，以后兄弟都没得做。没看出来啊，钱公子你境界还挺高。那是俗话说得好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既然事情定了下来，我跟对方说一下，人家明天就过来，反正都在省里，距离也不远。行啊，那就当面谈吧。钱少武点了点头，立即转身走了。目送着这位离开，冯迎宾走过来，春明，我认为你得提防着点，这姓钱的损着呢，8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第二天早上约莫10点钟左右，钱少武领来了一个年轻人。周春明同志，你好，我叫李峰。这一次厂里缺原料，叮嘱我出来采购，刚好钱公子这边说他兄弟在乡下经营药材站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周春明点了点头，取了一些黄连的样品。这批黄连还算马马虎虎吧？那就按照当前的市场价，我给你26块钱每斤，先拿一批400斤的货，回到厂里看看效果。如果车间反馈好的话，咱们再追加订货。行啊，那就这样呗。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结算收购款？大疯子笑了笑，把随身带着的人造革皮包拉开一条缝，顿时就看到里面有10几捆钞票。周春明有一丝狐疑，现如今这种国营单位收购药材，哪怕是110块钱的，也不会给你现金，而是开具支票。而且现在社会治安不好，到处都有扒手，随身带着那么多公款到处乱窜，非常的危险。厂里的领导肯定不同意。别看大疯子装的挺像，假的就是假的。现在快到中午了，生意的事情
咱们先放一放，去隔壁的店下馆子吧，吃饱喝足了再说，我请客。大疯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那这样，川明同志，你让手下的人先帮忙打包好药材，等咱们吃完饭了，我就想办法托运货物，立即回厂里。周春明笑容满面，没问题。此时的许白鹿和钱少武正在对面的招待所观察着这一切，许白鹿很是焦急。小钱，这大疯子怎么还不立即提货走人？拿了货，把那袋子假钞扔给周春明不就行了？别急，做生意嘛，难免吃饭应酬，这个很正常。等吃完饭，这400多斤的药材，雇一辆马车就可以拉走，拉到县城火车站或者是汽车总站，就能够办理托运手续。届时再把这批药材转手卖掉，绝对能让周春明感到肉疼。半小时后，周老四出来了，他去干什么？可能去上厕所吧，喝了几瓶马尿，不得去方便一下。此时的周春明绕到国营饭店后面，随后发了疯似的朝着派出所赶去。又过了不到10分钟，一辆小型货车从公社方向开来，骤然在国营饭店门口停下来，车门打开，肖振球带着2个警察迅速跳了下来。此时的许白鹿紧张起来，怎么回事？钱少武心里也咯噔了一下，有可能质保主任这几个人也是来吃饭的。随后只见大疯子如同惊弓之鸟那般从饭店里面飞奔出来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2人反应极其迅速，撵出了不到30米，就把人给摁倒在地上。许白鹿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直接瘫坐下来。完了，出事了！钱少武也目瞪口呆。我操，这傻逼孩子也太沉不住气了，瞎跑什么呀？这样的突发状况令他始料未及。春明，刚才我检查过了，包里除了上面几张是真钞，下面10几捆钞票都是假钞。此时的肖振球很激动，这下子立功了。说，你还有没有同伙？人都在哪里？大疯子不敢吭声，使劲地摇着头。肖振球又看向周春明，周春明笑了笑，转身望向招待所的位置。同志，你看好这个假冒采购员。小郑，你跟我去招待所抓人。春明，你跟辛志强一起来，别让人给跑了。与此同时，许白鹿跟钱少武2人在楼上也吓得脸色煞白。小武，你快跑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记住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有什么你自己扛，否则的话，我对天发誓，你爸和你妈都得跟着倒霉。一听这话，钱少武顿时2腿发软，怎么也跑不动了。这个时候正好遇到许白鹿下楼。肖主任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想抓坏分子啊？咱们这里也没有啊。给我让开，别妨碍公务。对于肖振球的呵斥，许白鹿根本没当一回事。许知青，你给我起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想替同伙争取时间。肖振球瞪了他一眼，继续往楼上跑去。此时的周春明走了上来。许知青，你这心肠也够歹毒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今天这件事你就是幕后黑手。放屁，你污蔑好人。好人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就是个破鞋，流氓犯，全公社都知道的。别以为抱住了意见部的大腿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下一刻，许白鹿的表情凝固住了。城里心机女妄想用假币买空我的药材店，使我血本无归，我直接一个举报，送她进小黑屋踩10年缝纫机。春明，那个假冒采购员已经全都招供了，人家不叫李峰，绰号也不是大疯子，姓氏是个比较罕见的，姓燕，属于社会闲散人员，家住省城那边。那张介绍信也是假的，公章是伪造的，萝卜章之类的。那他怎么熟悉采购药材的事宜？问得好，这人有个表舅在青川制药2厂当个小领导，所以信件是从那边搞到的。药材的药性以及采购行情也是最近打听到的，可以说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如果不是春明你警惕性高，换成别人的话，很可能就上当了。那他怎么不去骗别人，专门盯着咱们老四？还是说这是早有预谋的？钱知青和许知青布的局？假冒采购员大老远从省城过来，就是钱少武安排的。刚开始的时候2个人都不肯说，后来实在扛不住了，假冒采购员才承认全是受钱少武指使。钱少武这边一口咬定是他自己想的毒计，跟许白鹿没关系。冯英兵猛地拍了拍桌子，操，这个畜生，我就知道他别啄坏，这杂碎看面相就不是啥好人，之前还有脸跟春明称兄道弟。所以到底许知青参与了没有？怀疑归怀疑，人家打死不承认，咱们也没辙。不过呢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假钞的来源是个问题。我听县公安局的人讲，全省都没出现过这样的大案子。那批假钞经过清点，10元面额的超过600张，5元面额的超过800张。从假冒采购员这边展开侦查，搞不好可以破获一个制贩假钞的团伙。钱少武想坑人，没想到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按照当下类似的案例，假冒采购员估计得判15年以上。钱少武还是主谋，刑期也不会短。真没想到钱公子还是个人才，别人当舔狗是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他老人家更胜一筹，直接舔到牢里去了。不晓得少小娥知道以后作何感想？离开药材店的肖振球来到镇上医院，跟肖卫格汇报案情。振球啊，你怎么判断？事情一目了然，主谋不用问了，肯定是许知青，只不过他打死不认，非说不知道。
钱少武可能有把柄在他手上，所以不敢攀咬。而且许知青如今的靠山，也让钱少武非常忌惮。萧卫阁点了点头。易建波的权势和地位，拿捏小小的钱家，那可太轻松了。但是这件事拖延下去，那肯定是钱少武自己背锅。这样吧，朕求你想办法，找人给钱知青带话，劝一劝他。怎么劝？你自己拿捏分寸。反正就是说，就他这个情况，少说得判10年以上，人生能有几个10年？等他出来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如果他父母受威胁，那也很简单，就算不干一把手了，退居2线了，也没有那么糟糕。难道家里没有积蓄了？许知青他爸许正茂被单位开除了，如今还不是活蹦乱跳？萧振球不停地点头。好嘞哥，我明白了。与此同时，周春明也回到了家里。春明，你回来了，来，陪叔公喝酒。三叔公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玩？还是为了那件事，上回你答应给叔公500块，现在还没见着钱，我想你可能贵人事忙，给忘掉了，所以自己过来拿。我操，原来这糟老头子没安好心，上门讹钱来了。三叔公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没有答应给你任何一分钱。另外，如果我请人上门提亲想娶李兰，彩礼也只会给赵毅拿着，和你没啥关系。这下子三叔公很尴尬。扯淡，我才是一家之主，没经过我的同意，谁也别想娶我孙女。你不同意那无所谓，反正李兰我是娶定了的，正常的彩礼我肯定给岳母娘。另外，谁想来讹钱，那都没门。小王八蛋，你说谁讹钱？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门在那一边。如果你不贪心，逢年过节的正常孝敬肯定不会少，但是你非得挑出来讹钱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此时三叔公气得浑身发抖。你那么有钱，人家说你早就是万元户，还差这仨瓜俩枣，你不肯给钱是吧？等你们结婚摆酒了，我就来闹事，每桌酒菜都给你们掀了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丢脸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想坑我没那么容易。讹钱失败让他很不爽，所以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头狠狠瞪了周春明一眼，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此时的三叔公已经回到了家，看着如此年轻漂亮的孙女，三叔公神色非常复杂。如此青春动人的小姑娘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垂涎？干脆拆散了这对鸳鸯，然后再替李兰物色新对象，直接跟男方拿彩礼钱，不经过赵永红手里。如此一来，既报复了周春明，又能狠捞一笔，往后几年的酒钱就有着落了。干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去周占奎家喝酒，你那个对象不待见我，不尊重老人，还撵我出来，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回头你找个机会跟他分手吧，干爷爷再给你找一户好人家，家境殷实的那种，绝不是周德生那样的坑货。听到这话，李兰如遭雷击。您这是企图拆散我和春明哥啊！干爷爷，您搞错了吧？我春明哥不是那种人，他情绪很稳定，不会轻易发火的。您该不会是趁机向他要钱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总之，周老四人品不行，我不允许你嫁过去，干脆就明天吧，我去找一下媒人，看看帮你寻个新婆家。两人的对话被赵永红听到了，这糟老头子八成是强行索要钱财，被周家拒绝了，于是恼羞成怒，搁着故意拆台呢。赵永红强压着愤怒走过来，干爹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俗话说，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小兰跟春明感情这么好，从小青梅竹马的，婚事也都基本定下来了，您却为了一点小钱就想拆散他们，这不合适。闻言，三叔公暴怒起来，到底谁是一家之主？这里没有你们说话的份，想待在我家必须听我的话，否则你们统统给我滚蛋。干爹，小兰的婚事由我这个当妈的来做主，如果您非得跳出来搞破坏，那么咱们只能分家了。他胆子肥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分家就分家，谁怕谁？行，分家，明天咱们就搬走，以后您老人家自己过吧。城里新姬女妄想用假币买空我的药材店，使我血本无归，我直接一个举报，送他进小黑屋踩10年缝纫机。建波，你快想办法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咱闺女给捞出来再讲。易建波有些恼火，你跟老许平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我发现他的3观很有问题，跟别人又过节，哪怕你想找回场子，也得光明正大的来啊！要从正面击败对手，怎么尽是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？我来找你是请你帮忙，不是听你骂人的。你以为我不希望闺女好吗？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说什么都晚了，赶紧打电话托关系吧。如果咱闺女有啥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。闻言，易建波有些头大。这女人虽然长得漂亮，但是胡搅蛮缠，根本不讲是非对错。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许白露就是被老妈带歪的。不过这姑娘好歹也是我的亲闺女，不帮忙说不过去。却书记的七弟在潞州市公安局任副职，我给他去个电话吧，先打听清楚情况再说。行，那你赶紧的，回头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易建波叹了一口气，起身走到阳台，然后开始打电话。足足40分钟过后，他脸色阴沉的回来了。
怎么样？到底啥情况？麻烦大了，那些假钞数量太多，在全省范围内也没有遇到过，所以省厅很重视，立即挂牌督办，要求潞州那边限期查处，并且第一时间上报结果。梅丽华通体冰凉，这个情况对于咱闺女那是相当的不利啊！这件事的主谋就是咱闺女，钱少武只是奉命行事的一条走狗，万一钱少武这小子什么都着了，怎么办？我可怜的闺女啊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呗。明天我去一趟潞州，把张元退回的那2万花掉，如果还不能成的话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梅丽华没办法，只能点头答应。此时的李兰一家已经被周春明安置到镇上。哥，你得经常来看我呀。没必要，再过几个月就把你娶回家，到时候天天看，白天看，晚上也看。李兰一脸羞涩。赵爷，先不忙买家具，我让刘木匠赶紧打一套，36条腿一件不少，反正是自家的厂子，拿货是成本价，争取国庆前后就送过来。那怎么好意思？都是小意思。安置好李兰一家后，周春明就赶回了药材店。春明，有个省城来的姑娘找你，人家等了一下午了。闻言，周春明很疑惑。春明哥，我是钱萍萍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我哥是钱少武。钱姑娘，你找我有事儿？钱萍萍扑通一声，当场下跪。春明哥，求你救一救我哥，只要他平安无事，我可以把身子给你。钱萍萍的举动把众人都吓到了。这位姑娘，请你先别激动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此时的冯英兵想要伸手去搀扶钱萍萍。别拉我，我就不起来，除非春明哥答应我的条件。说吧，你哥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春明整天忙生意，根本不晓得状况，哪怕大发慈悲想帮忙，也帮不上啊。钱萍萍没有回答，骤然鼻子一酸，居然抽泣起来。冯英兵挠了挠头，钱少武确实不是个东西，当面笑嘻嘻，一口一个兄弟，叫得贼亲热，转过背来就他妈的捅刀子，不带这么坑人的啊。不过呢，我听说就他这个情况，也就判个10年8年的，丢不了小命。钱萍萍哇的一声，哭得更响亮了。英兵，你一边去，别搁这火上浇油，其他人忙自己的活儿，没事别瞎掺和。听到这话，冯英兵讪笑着走出去，钱萍萍这才开口。我哥刚出事，就有人往省城通报消息，我爸妈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可是也毫无办法，因为他们的关系和人脉全都在省城，对于遥远的合集公社有点鞭长莫及的意思，所以四处托关系找人，这才打听到了一丁点消息。什么？这案子被省厅挂牌督办了？对，我爸妈打听到的消息来源是这么说的。所以邵厂长和钱厂长就派你来了？是我自己偷偷来的，钱家对我有大恩，小武哥以前对我也不错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这也是我报答钱家的机会。按照你这么说，一般人根本没办法插手，我只是个普通小老百姓，农民的身份更加帮不了你。实际上，以你哥的行事风格，送去劳动改造反而是件好事。钱萍萍愣在了原地。春明哥，我知道你恨小武哥，他确实犯了错误，不该有害人的心思，可是能不能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？如果你去撤案，我会做牛做马来报答你，你想对我怎么样都行。撤案说得轻松，钱姑娘，你估计不太懂法律，我给你一个法律顾问所的电话，你可以打过去咨询。像如今的情况，哪怕我收了好处，肯原谅钱公子，执法机关都不会同意的。钱萍萍顿时绝望了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知道自己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可是又很不甘心，总不能坐视小武哥进去捡肥皂吧。钱萍萍怎么想，周春明没兴趣管，小姑娘赖着不肯走，她只好把人领到招待室，安排先住下。周春明回到药材站，冷不防又有个小青年找上门来。请问你就是周春明同志吗？我叫贺海波，公社那边让我来找你，听说咱们药材站正在招聘司机。是有这回事？海波同志，我有个疑问，像你们这样的情况，一旦毕业以后，国家是包分配的，你怎么不去单位报道？确实是包分配，但是分配的厂子是生产轮胎的，地址在山沟沟里，距离家里太遥远，1个月也难回来一次。再加上我在公社里处了个对象，姑娘催着我结婚，人家也不愿意跟我进山里，所以我就寻思着，干脆辞了轮胎厂的工作，回咱们镇子讨生活。原来如此，我先找辆车来，让你试一试手，考验你一下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咱们就先签1年合同，每月工资起步100块，表现得好的话，还另有奖金。回家转了一圈，他再次来到药材站，李兰已经来了。哥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？在县城住不惯吗？都不是，刚才有个小姐妹路过，跟我说了一个消息，干爷爷跟我们分家以后，鸡和鸭都懒得养，更没兴趣喂猪，所以昨天把鸡鸭都宰了，那只半大的猪也低价卖给了别人，拿了50块钱买酒喝。闻言，周春明乐了，这老杂毛整天好吃懒做，巴不得1日3餐都有人伺候。大哥丈母娘一家得知我是万元户后，居然朝我大哥索要天价彩礼。当我看过彩礼清单后，立即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大哥，这彩礼不对啊，你这还没娶嫂子，光这些彩礼就得1000多块。大哥直叹气，这不是我对象的要求，是他爸妈的意思。人家说了，
说咱家老四是万元户，是全公社出名的富裕户，家里条件好，这彩礼要少了，他家很吃亏。大哥，那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你哥我没文化，也没啥见识，所以想找你拿个主意。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什么大事，主要看大哥你跟梁姑娘的感情。如果你非她不娶，认定这位了，那就答应人家呗。周春明观察大哥的神色，发现周春光很不情愿的模样。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，大哥一直是个很节俭的人，一个窝头恨不得分3顿来吃。要不算了吧，我再另找一个对象，吃口耐劳一点的，绝对花不了这么多钱。大哥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坚定的支持你。结婚娶媳妇可以，扶贫那肯定不行。再说了，娶个贪得无厌的女人，那就是给日后的生活埋雷。咱家别想消停了。周春光郑重点头，有道理，我同意春明的看法。娶媳妇得找贤惠的，不能找那些钻进钱眼里的。以前的许知青，人长得那么漂亮，个头也高挑，还是高干子女，都没敢提那么多要求。这么高的彩礼，哪怕在全公社，甚至全县，都是罕见的。他配得上吗？三姐周春香也看不过去。对，甭管有钱没钱，都不能惯着他们，哪有谈妥了彩礼又临时加价的道理？这人品也太差了。周春光看了看家人们，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，那我就跟小梁同志说清楚，以后不要来往了，谁也不耽误谁。赶紧的，明天就去，不要拖。大哥，明天你去梁家之前来药材站一趟，我让志强跟你一块儿。好，还是老四你想得周到，这次去肯定跟梁兰香和他的家人闹翻，有辛志强这个猛男陪着，情况会好很多。第二天中午，辛志强跟周春光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小梁姑娘不在家，我们跟她的父母说了退婚的事情，然后就回来了。梁叔说我年纪轻，太冲动，让我回来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直接跟他说不用考虑了，他们开出的彩礼我不可能满足，这个婚不结了。说清楚了就好，态度要明确。不过我觉得大哥以你前女友的泼辣性格，这事儿估计不算完，还有的闹腾，还有他这一家子都不是傻省油的灯。果然，下午3点多，老邱就找上了门。春明啊，梁兰香跑到公社大吵大闹，控告你大哥春光，说他借着处对象的名义耍流氓，让公社按流氓罪来办他，所以让周春光赶紧过去把情况说明一下。听到这则消息，周春明很无奈。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没祸害人家小姑娘吧？钻玉米地没有？春明，别人不相信我，你也不相信我，你哥是那种人吗？我跟梁兰香处对象，也就拉了几回小手，连嘴都没亲过，谁跟他钻玉米地了？你以为我是某些不要脸的知青？闻言，周春明松了一口气。冯英斌听到了，脸色不悦。周春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你要不是春明大哥，我非揍你丫不可。周春明尴尬道：英斌，你消一消气，我大哥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，小兰你替我照看一下，我跟大哥去一趟公社。哥，你放心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不到20分钟，周春明和周春光来到了公社住。胡主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谁敢冤枉我大哥？胡翠莲看到是这两兄弟来了，你们来得好，刚好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协商一下这事儿该怎么解决。能有什么事儿？梁家坐地起价，索要天价彩礼，被我们拒绝了，人家就诬告我哥耍流氓。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跟你去肖书记面前，请他评一评理。听到这话，胡翠莲吓得黑脸都变白了。春明，你别生气，证据呢？把证据拿出来才好说话嘛。周春明把那张红纸递了过去，胡翠莲瞟了一眼，瞬时脸色震惊。我滴个乖乖，好吓人呐！如今本地主流的彩礼价钱也就是100-200块，梁家居然开出了价值超1000元的彩礼清单，只能说是贪得无厌了。难怪周家如此反感，立即拒绝且退婚。梁父脸红脖子粗，周家那么有钱，早就是万元户，新房都盖好了，还买了冰箱和洗衣机。我们嫁女儿多要一点怎么了？犯法吗？对呀，我们辛苦把女儿养大，不可能做赔钱买卖吧？周春光不善言辞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无所谓，你们随便狮子大开口，反正这婚不结了。另外，不论我们家有钱没钱，都不能被人家当猪仔，懂了吗？胡翠莲叹了一口气，老梁啊，你们老两口糊涂啊，碰上了这么好的人家，哪怕1分钱彩礼不要，也得把闺女嫁过去啊。到了周家，那就是妥妥的小门，那小日子过的谁不眼红？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，啥好处也没捞着。闻言，梁兰香像是被戳中了伤心处，瞬间大哭起来。我不管，彩礼1分钱都不能少，不急拉倒。难道我闺女就嫁不出去了？还有这姓周的王八蛋，借着处对象的名义对我闺女耍流氓，你们公社一定要狠狠地处理他，给他戴上高帽，挂上流氓犯的牌子，由民兵押着游街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乐了，狗约的，故意挑事是吧？我问过我哥了，他发誓说跟梁姑娘处对象期间，也就拉了拉手，亲嘴都没有。你们管这叫耍流氓？噗呲，众人忍俊不禁，全都被逗乐了。小梁姑娘是这样吗？那他欺骗我的感情，玩弄纯情无辜的我，说好娶我，会对我好，现在又反悔了，算怎么回事？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，都是耍流氓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周春光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求助似的看了看弟弟。小梁同志，别搁这胡搅蛮缠，我大哥原先可是真心诚意，奔着娶媳妇去的，结婚日期都定好了，都是你们家太贪心，临时抬高彩礼，这才谈崩了吗？一句话，责任全在你方。
大哥丈母娘一家得知我是万元户后，居然朝我大哥索要天价彩礼，我果断带着大哥去退婚。小梁同志，别搁这胡搅蛮缠，我大哥原先可是真心诚意，奔着娶媳妇去的，结婚日期都定好了，都是你们家太贪心，临时抬高彩礼，这才谈崩了吗？一句话，责任全在你方。梁兰激动起来，我不管，这姓周的必须对我负责，否则的话，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嫁人？分分钟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婆。闻言，周春明呵呵了。梁兰香，你长得不美，想得倒挺美，胆敢索要上千人的高价彩礼，这消息绝对轰动，很快就能传遍附近几个公社。那些适龄男青年听说了你这个状况，肯定都怕你这贪婪父母，再也没有谁敢跟你处对象。小梁姑娘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们都闹掰了，分手了，以后不来往了，还要人家管你嫁不嫁得出去？世上没这个道理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你该不会告诉我抬高彩礼的事情，你压根就不知情吧？胡翠莲正义凛然的发言，博得了众人的喝彩。没想到这妇联主任会这么说。要知道，以前胡翠莲曾经巴结许白露，整天跟我唱反调，肯定是害怕萧伟哥见风使舵的本事，这老女人还是具备的。被妇联主任这么呵斥，梁父和梁母也吓得不敢吭声。要不这样吧，彩礼的事情好商量，我看可以适当的降一降，你们两个年轻人商量着办。当然，男方也得体谅一下，我们辛苦把闺女拉扯大，也挺不容易的。这下子，周春光有些犹豫。女方愿意让步，你们周家怎么说？如果换成是我，肯定没得谈。不过这是我大哥的私事，要看他的意思。我现在脑子很乱，容我想一想。梁父嘿嘿的笑道：“不着急，我们可以慢慢等。”周春明朝大哥使了个眼色，两兄弟前后走出房间。大哥，你心软了？周春光不说话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依我看，梁兰香的条件也就那样。你要是怕拒绝了她，再也找不到媳妇，大可不必担心。听到这话，周春光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。还没等他答话，这个时候，胡翠莲快步走出来。春光，你先别急着答应梁家。胡姨我倒是看好你，你这人踏实肯干，长得也还算马马虎虎，不如考虑一下我闺女。我闺女比梁兰香漂亮，而且还高半个头，关键是脾气好，适合娶回去当媳妇。顿时，周春光愣住了。周春明也被雷得外焦里嫩。我操！没想到这个妇联主任居然会趁着这个机会跑出来截胡。周春光很惊讶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全公社谁不知道？你们是大富之家，多少人做梦都想把闺女嫁过去，也就是梁家拎不清，贪图那点蝇头小利，断送了好机会。我闺女甚至可以不要彩礼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等到我闺女嫁过去，成了你大嫂，你必须得照顾她，提携她，带她一起做生意，也算帮衬一下自己人，应该没问题的吧？妇联主任的话让周春光如梦初醒。难怪这老妇女如此热情，甚至不惜跟梁兰香这一家子结怨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，说到底还是奔着利益来的。周春光望向弟弟，有点举棋不定。胡姨，感谢你的好意，婚姻大事得慎重，不仅要我大哥愿意，还必须经过家里长辈认可。这件事情先不急。霎时，胡翠莲脸色骤变。春明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咱们先把这件事给解决了，回头找个机会，我带闺女去你家，跟你大哥见一见。记住啊，我闺女叫双美，皮肤白净，个头跟许知青一般高。等到胡翠莲转身进屋，周春明看着大哥，大哥，还记得我刚才说过什么吗？周春光郑重点头，记得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？等回到屋里，我跟你们梁家没得谈，以后不再来往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梁兰香听到这话，整个人是懵逼的。好你个周春光，出去了一趟，态度就完全变了，简直冷酷无情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闹亮，瞧你干的好事，非得整这么一出，现在玩砸了吧，把咱闺女害惨了。我怎么会懂？周家那么抠门，我跟他们多要钱，还不是因为要帮衬你那几个娘家兄弟？你还有脸怪我？两人互不相让，越骂越激动，竟然动手掐了起来。梁兰香郁闷坏了，蹲在田埂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别吵了，再吵我跟你们断绝关系。正掐得起劲的老夫妻俩，顿时讪讪的停手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怪咱闺女没有那个命呗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听周春明讲述下午在公社妇联的情况。梁家那边愿意做出让步，减少一部分彩礼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。妈，您说的对，所以我没答应他们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而且有老四帮衬着，我还真不愁娶媳妇。三姐周春香说道：“吕双美是吧？我知道，她跟我的一个小姐妹还是同班同学。这姑娘可不好惹，据说刁钻的很，喜欢搞恶作剧，经常捉弄同龄的男生，而且还不注意个人卫生，挺邋遢的，天天穿尿素裤。等见了面，你们就懂了。”说话的同时，周春香一脸嫌弃。周春光摇头苦笑：“算了，还是别见面吧。娶媳妇得找厚道的，爱干净的。那还是算了吧，咱们得尊重大哥的意见。”周春光歇了一会儿，也就在此时，一个中年妇女笑盈盈的走进。春光，我的大侄儿，这么巧，你也在家？是三嫂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有喜事便，恭喜你啊！听说你刚跟梁家退了婚，嫂子给你介绍个对象呗。周春光傻眼了，我知道自己如今行情看涨，可是不知道竟然如此的吃香，一天之内居然有2个人替我说媒。三嫂，你消息挺灵通啊。那是，咱公社的大小事情就没有三嫂不知道的。此时，周春明走过来，
淡淡的说道：“又是哪家姑娘看中我大哥呀？说来听听呗。”是老四啊，那姑娘呢？其实你大哥还认识，是他的初中同学，叫做丁楚红。霎时，周春光显得有些激动。丁姑娘不仅是我的同班同学，而且还是班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是丁姑娘的意思，还是她家里人的意思？大侄啊，瞧把你给高兴的。丁楚红初中毕业以后，响应国家号召，也下乡插队去了。这不，最近才返乡，如今在家里待业。他的亲嫂子托我给小姑子介绍对象，说是你挺合适。周春明笑了笑：“大哥，你有兴趣？”周春光笑容略显腼腆，只是一直的傻笑。逢生之后，我靠着倒卖药材，成为了县里的第一个万元户。当全村人得知我大哥还是个老光棍后，都纷纷将自家的千金送来，要给我大哥当媳妇。你们要是没意见的话，赶紧安排时间聊一聊。丁姑娘挺优秀的，追求的小伙不少，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三嫂，这事儿先不急，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取得他们的同意再讲，会尽快给你回复。那你们赶紧的，丁姑娘她亲嫂子说了，彩礼就按行情来，绝不多要一分，请你们放心。听到这个，周春光眼前一亮。既然这样，彩礼钱绝不会超过300块，只要谈得好，过年以前结婚入洞房都有可能。果然，跟前任分手很值得，告别错的，才能跟对的相遇。等到家里人都回来，周春光说了这件事情。原来是他，既然知根知底的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我看行，比之前的小梁姑娘强多了，个子都高半头。周春光激动道：“那我就跟丁姑娘接触一下。”大哥，你先别急，给我2天时间，我找人替你打听清楚先，希望没啥猫腻。周春光反应了过来。虽然我暗恋丁楚红多年，但是有梁兰香这个前车之鉴，还是小心点好。老四说的对，尤其是那个许白露，给咱周家的经验教训，那是非常深刻的。貌似清纯，如同冰山雪莲般的漂亮姑娘，居然是个坑货，谁又能料到呢？处对象这事情，还真不能光看外表，还是老四做事稳重，我赞成。吃过午饭，周春明朝邮电局的方向走去，把这件事情托付给高纪委就行了，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。事关大哥的终身大事，一定要把那个丁姑娘调查清楚。交代完这件事情，回到家里，万万没想到，妇联主任胡翠莲带着她的宝贵闺女吕双美，居然登门拜访。胡翠莲满脸堆笑，主动套近乎：“老四啊，来来来，快瞧一瞧，这就是你未来的嫂子，我闺女双美。”吕姑娘你好。你就是周春明。吕双美眼前一亮，眼前这小伙长得很醒目，个头高高的，肩膀很宽阔，而且五官端正，妥妥的美男子，难怪当初会得到许白露的青睐，打死也要嫁给他。刚好大哥周春光回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大哥周春光，在茶厂当学徒工。顿时，吕双美难掩眼中的失望。同一个爸妈生的亲兄弟，差距怎会如此之大？哟，家里有客人来了，你们好。春光，你回来了，这位是我闺女吕双美，人长得不错，干活又勤快，怎么样，中意吗？一时之间，大哥不知道如何答话。春光，你一个男同志要主动一点，我看明天晚上你买2张电影票，跟双美去县里看电影了。胡主任，这事儿不能急，等我们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到时再跟你说。老四说的对，婚姻大事得慎重。一听这话，吕双美的心里涌起些许怨气。怎么着，舅姑奶奶这模样，配你这个茶厂学徒工，已是绰绰有余了，别不知好歹啊！妈，我们先回去等消息。大户人家挑媳妇嘛，哪有这么简单？胡翠莲急了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臭丫头，你把人家给得罪了，还怎么进周家的门？胡翠莲讪笑道：“我这傻闺女不懂规矩，乱说话，大家别介意。秀琴大妹子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有消息了就说一声。”很快，这对母女离开周家。春光，你咋看？周春光没吭声，只是摇了摇头。我也觉得不行，这姑娘不讲卫生，头发油腻腻的，味儿挺大，肩膀上还都是头皮屑，不知道多久没洗头了，哪有这样的姑娘？就不能注意一下个人形象吗？看大哥的意思，可能吕姑娘不太合适。既然这样，我托人给胡主任带话，拒绝了他家。闻言，周春光使劲点头。老四，丁姑娘那边有消息了吗？甭急，我估计很快了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去他的插队的找人问呗。东方红公社豆浆生产队，我就不信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听到这个，周春光大喜。老四，你还真有本事，连人家丁楚红的插队地都知道了，估计关于他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春明就坐车赶往省。老板，你要查的基本上都查到了，那个丁之星确实有问题。丁楚红在插队的时候，因为会拉手风琴，加入了文艺队。就是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个会作诗的互兜小伙，出于仰慕对方的才华，丁楚红跟这小伙陷入了爱河之中。情到深处，趁着夜晚钻过芦苇荡，这件事情越传越广，让丁楚红很受伤。诗人小伙也挺难堪，托了关系，悄悄返程，了断了这桩孽缘。周然失去爱人，对丁楚红的打击很大。东方红公社这边看他情绪不对劲，害怕他出事，就给他弄了个附近糖厂的招工指标，让他先去看着，说是有机会转为合同工。没想到到了糖厂以后，那里是以知青为主，厂长甚至还是个老知青。
老知心厂长对新来的丁姑娘非常的关心，嘘寒问暖的，也不嫌弃她的过去，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包容。一来二去，正处在低谷的丁楚红就被感动到了，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是破鞋，反正没人要了，索性跟了这男的。两人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登记领证，成为厂长夫人以后，丁楚红觉得自己的苦日子恐怕要熬到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婚后不到2个月，老知心厂长有一回出外喝酒，喝高了骑自行车回家，不慎拐进了路边的食堂里。等到人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人早就没了。就这样，丁楚红成了寡妇。她在浑浑噩噩中拿到了返乡调令，这才回到了新梅镇。丁楚红返乡之后，又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嫂子孙小苗就出了个主意，干脆找个老实人把小姑子给接盘了。因为东方红公社距离您那边几百公里，本来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嫁个好人家，甚至孙小苗还打算等到小姑子结婚以后，向您家借一笔钱，让老公丁楚和出来干个体。有没有可能是同名同姓的知青？老板，请你放心，我已经核对过他的身份，整个东方红公社前后总共来过683名知青，姓丁的女知青有且仅有他一个，而且他会拉手风琴，是文艺队的成员，也经常登台表演的，在公社那边认识丁楚红的人很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他把那份资料折叠起来。饭后，周春明立即返程。太阳落山之前，他已经回到家中。大哥，你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件事情。周春明把小高的调查内容递给了大哥。周春光看过了之后，脸色极其震惊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弄错了。丁姑娘她不是这种人。我也希望是弄错了，不过我跟人家确认了一下，豆浆生产队唯独就她一个丁姓女知青。半晌，周春光面色痛苦。老四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过我还是想当面跟丁姑娘确认一下，真的，我不想错过她。没问题，大哥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。这样好了，我让人去找胖三嫂，请她安排你俩见面，有什么话当面问清楚比较好。不过呢，你也得做好心理准备。周春光使劲点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再见一见丁楚红，因为我昨天晚上甚至还梦到她了。大哥满心欢喜的和初恋相亲，没想到初恋居然带了女儿，想让大哥当接盘侠。闺女，你抓紧收拾一下，咱们抓紧去周家。什么？还去周家？人家不是拒绝了吗？您也不考虑一下，我的脸往哪里搁？闺女，你不懂，周春光拒绝你，是因为他有喜欢的姑娘，而且今天中午去相亲了。但是那位丁姑娘很坑，在插队时嫁过人，而且还改了老公，现在成了寡妇。丁寡妇隐瞒婚史，想嫁进周家，可是被人家揭穿了，现在八卦满天飞，到处都在传呢。吕双美愣住了。卧槽，居然还有这种事！你的意思是我还有机会？周春光应该很失望是吧？那是必须的，他一个未婚小伙，不可能娶寡妇。你赶紧拾掇一下，洗个澡，弄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们再去周家碰一碰运气。不去，就周春光那条件，他都没看上我，我可不想热脸去贴冷屁股。区一个茶厂学徒工，有什么好嘚瑟的？你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，根本不晓得外面的变化。周家最近买了一辆新货车，说是过几天再提一辆越野车回来。吕双美浑身一震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什么？再说了，你现在又没工作，也不肯务农，不如去药材站帮忙。我听说那边工资待遇不错，起步就是50块钱，表现得好还可以加钱。这下子吕双美心动了。有道理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只要拿下周春光，往后还愁没有好日子，生火烧水。赶紧的，我洗个澡先。1个小时以后，暮色降临，各家各户都升起了炊烟。他俩到达的时候，发现胖三嫂也在场，并且为了弥补之前的过失，胖三嫂另外给周春光介绍了一个叫做小凤的姑娘。瞧见这位竞争对手，吕双美顿时泄了气。妈，您瞧人家这条件，面皮白净，这张脸蛋真是天仙下凡啊！胡翠莲也挺无语，合着白高兴了一场。不过来都来了，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万一人家没谈成呢，岂不是还有捡漏的机会？随后胡翠莲母女俩气鼓鼓地坐在门口，胖三嫂压根就不理他们。春光对小凤印象如何？她可是比你小5岁，高中学历，还没处过对象。周春光喜滋滋的，挺好，很不错。小凤这模样简直无可挑剔，丁楚红跟人家比起来都变成了丑女一枚。尤其是小凤年纪小，还没处过对象，等于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，比丁寡妇的优势大多了。之前被丁家戏耍的郁闷顿时一扫而空。小凤家里父母都还健在，承包了4亩责任田，另外他还有个弟弟，年纪跟老五差不多，我跟他家住的不远，偶尔也去串个门，也算知根知底的。这姑娘性格老实，家务活也肯干，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家里务农，能娶到这样的老婆，春光你有福了。周春光仔细听着，不停的点头。当然，小凤娘家比较穷，你们看着适当帮衬一下。他爸说了，彩礼按行情给，绝不会多要，只希望闺女能嫁个好人家。小凤姑娘也点了点头，表示附和。倒是周春光心里开始打小鼓，自己没啥钱，收入不高，就算有心想帮衬岳丈家，可也没啥拿得出手的，总不可能一直伸手跟老四拿钱吧。所以他有些纠结和忐忑。另一边，胡翠莲母女两个越看越不是滋味。周春光明显被她的美色给迷住了，这是要一拍即合的节奏啊！既然这样，就根本没有我和闺女什么事了呀。吕双梅挺无语，这个貌不惊人的周春光着实有点抢手啊。他看了看母亲，没想到
胡翠莲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，似乎在琢磨着什么。终于等到胖三嫂带走了小凤，胡翠莲母女俩这才走进屋里。春光，我知道你更重意小凤，不过呢，成家这件事情可不能光看脸蛋。我闺女双美刚得了农机厂的招工指标，很快就要去上班，端上铁饭碗。你要是跟双美好，组建双职工家庭，岂不是更好？听到这话，周春光愣住了。倘若对方没说谎，这吕双美却有后来居上的意思，有正式的工作，跟单纯的务农差距是相当大的，自己得好好考虑一下。胡翠莲的话令吕双美很惊讶。我擦，什么时候弄的农机厂的招工指标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？难道母亲有关系，可以替我活动一下？这个时候，周春明却很淡定。胡主任，你先带闺女回去，我跟大哥商量一下。好嘞。胡翠莲也不拖泥带水，直接把吕双美拉走了。周春光苦笑道：老四，你说我该怎么选？该怎么选就怎么选，你喜欢哪个姑娘，谈得来的，对方性格好的，那就行了，不用在意她是务农还是上班。再说了，农机厂也不是啥好单位，未必撑得了多少年。周春光眼前一亮，有道理。胡翠莲之所以这么说，主要是想为她闺女抢男人增添一些筹码。我觉得老四说的对，咱家挑儿媳妇有那个条件，大哥要是嫌在茶厂工资低，可以出来跟老四做生意吗？闻言，周春光摇了摇头。我虽然羡慕弟弟挣了大钱，可是自己胆子小，没有打破铁饭碗的决心和魄力，所以我还是打算继续扎根茶厂，等慢慢熬出头吧。但是他也下了决心，得想办法增加收入，利用业余时间去收购点药材，否则的话，到时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发达起来，我这个当大哥的岂不是很没面子？想到这里，周春光下了决心，那我就继续跟贾小凤接触，先处一段时间再讲，考验一下她的人品。家里众人都表示同意。解决了大哥的问题后，周春明刚准备回镇上，迎面就看到队长周建强跟邱振江两个人并肩朝这边走来。两位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啊？老四啊，你太高调了，惹了点小麻烦啊。什么麻烦？有社员反映说你家又盖新房又买货车，顿顿大鱼大肉的，远远不是万元户那么简单。所以呢，有人提议让你结算一下往年的欠款，欠队里多少钱，赶紧结了吧。听到这个，周春明顿时乐了。乡下确实是这样，眼红狗多得很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非得折腾点事情出来，让你不痛快。我家人口多，之前每年都欠生产队的钱，是公社出名的倒挂户，只不过当时家里实在没钱，队里想来要债也要不到。问题在于如今家里发达了，树大招风嘛，就有人琢磨这件事。怎么，我家以往总共欠了队里多少钱？我刚才跟老邱还有队里的会计在厂部核算了一下，你家欠的也不多，累计下来不到900块钱，对于你这大老板来讲，还不是9牛1毛。周春明呵呵了，这笔钱倒是不多，交钱的事情不是要等年终决算吗？如果大家等不及的话，那就召开全公社大会嘛，所有倒挂户欠了生产队钱的都一视同仁，大家一起交，没理由说100个人欠钱，99个不还，唯独让我还。见状，周建强和邱振江都哭笑不得。老四，你说的也对，是我们先考虑了，要交的话大家一起交，这才公平吧？周建强也跟着点头。对，起码要公平，别搞得像我们特别针对某个人一样，传出去太难听。那就通知大家开会呗，不然就继续拖着。临走之前，邱振江附在他耳边说道：春明啊，是丁楚红的大哥跑到大队闹事，揪住这一点不放，非得让我们来收钱不可。红生80年代，我大手一挥，直接购买了3辆汽车。然而新黑的二姑一家得知后，却在暗中策划，准备趁黑砸了我的新车。不行，这不能忍，咱们要去告他。大胡子专家说过了，小企业主雇佣工人，一旦超过了8人，那就按资本家处理。对，有道理。周老四雇佣那么多知青，再加上他那里原有的几个人，数目超过20人，去告发他，让公社把他按资本家来批斗，敢剥削劳苦大众，剥削知识青年，看他死不死。不过，大哥马君胜却翻了个白眼，呵斥道：你俩是猪脑子吗？说话麻烦先想一想，别丢人现眼好不好？周老四经营的叫做甘泉寨药材站，这是挂靠了集体的，属于社队企业。别说他雇佣20个人，就算雇佣200个人，那也没问题。眼红他的人那么多，想必打小报告的不少，为什么人家没事？你们不会想一想？顿时，兄妹两个很无奈。二哥，你再想想，有什么办法治一治这狗日的？我就见不得他这富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兜里有俩臭钱，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马君彪点了点头，眼珠子转个不停，在琢磨着阴招。要不实在不行，趁着天黑没人瞧见，往东风货车砸几块石头算了，把车窗给干碎，好歹能出一口恶气。或者是拿把小改锥，把车胎给扎个窟窿放气。又或者用随身带的刀子，把货车的漆全给划掉。瞧见这状况，马君胜立即说道：老王、小妹，你们别乱来，小心有埋伏。你们忘了上回的教训吗？这下子，马君彪吓得浑身哆嗦了2下，脑海里那些坏点子全都不翼而飞。上回咱们和奶奶一起跑到周家新房使坏，结果被邱振江带着民兵逮了个正着，确实非常狼狈。二哥，我可不想再被抓住，否则的话可能会毁掉我的前途啊！兄妹两个走到屋檐下，避开大哥的视线，悄悄交谈起来。二哥，我看不如这样，咱们弄点好酒好菜，去看一下三叔公。三叔公，看这糟老头子干什么？二哥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咱们去三叔公那里拱火，把这九蒙子当枪使。要知道，三叔公跟周春明的矛盾，如今可是传开了。九蒙子勒索周春明不成，
反而导致自己被分家。赵永红带着3个孩子搬到了县城，家里的责任田都没人种了，猪也卖了，鸡鸭也一个不剩，家里冷清得很。多少人在背地里笑话这糟老头子贪婪，为了500块钱，损失如此的大，搞不好以后没人给他养老，太不值得了。马君彪一直点头，小妹，你可真是当代诸葛亮啊！随后兄妹2个领着一只鸡，火急火燎的赶往三叔公那里。院子里面到处都扔着喝剩的空瓶子，弥漫着浓烈的酒气。马君彪很无语，传闻之中，三叔公懒得割猪草，索性把家里唯一的猪给卖掉了，换了几10块钱买酒喝。这才过了多久，那笔钱该不会被挥霍光了吧？三叔公，醒一醒，我们来看您了。你们是哪家的孩子？来找我做什么？我是马从良的儿子，叫马君彪，这是我妹妹小慧。三叔公抬眼看了看他，马从良，开拖拉机的那个，我好像跟他喝过几回酒。对，没错，您老人家记性真好。有啥事？三叔公，是这样的，狗约的周老四有钱买车，却没钱给您，这像话吗？人家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马君彪趁机拱火。对呀，他买这车据说花了不少钱，搞不好的1万块，却拿不出区500块给您，他分明就是故意的，这小畜生真是丧良心。三叔公恨得牙齿痒痒。故意的，没错，狗杂种就是故意的，可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死活不给，难道我去抢？抢到没必要，咱们不如这么干。马君彪附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三叔公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惊喜。见状，马慧慧笑得合不拢嘴。切，你们回去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们把鸡给我留下吧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嘛。你俩也是有心的，2个好孩子，以后记得常来孝敬叔公。马君彪眉开眼笑。好嘞，那您抓紧，最好今晚就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如此一来，让这糟老头子出马，遇到啥状况，倒霉的也是他。我们兄妹2个按关火就是了。我真是当代诸葛亮化身，实在太机智了。很快，这2位1步3回头的走了。良久，三叔公站起身来，冷哼道：“2个小兔崽子，毛都还没长齐，就想把老子当枪使，你俩也配？周老四是好惹的吗？他身后站的可是公事一把手。”估摸了一下时间，三叔公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出门去。他行进的方向并不是镇上的药材站，而是走向100步开外周春明的家。冯英丁等人正在跟周春明聊天，冷不防门口出现了一个糟老头子。三叔公，你想来蹭酒喝？三叔公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有人送给我这些东西，让我趁着天黑去砸周老四买的新车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全场皆惊。世上有这么歹毒的人吗？就一点也见不得别人好。是谁？三叔公朝着隔壁马家努了努嘴，一个是满脸红疙瘩的小伙，另一个是长得不咋样的姑娘。听到这话，众人顿时恍然，肯定是马君彪和马慧慧2兄妹。真的假的？你拿什么来证明？万一你是栽赃陷害呢？爱信不信自己看吧。这鸡是哪家的？刚才又是谁去供销社买的散装白酒？只要有人去询问，肯定立即有结果。老五周春亮站了出来，哥，我去供销社问一问。老五，快去快回！老五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，不到10分钟，老五就回来了。他喘着气，冲着众人点了点头。礼物就是马氏兄妹送的，目的肯定就是想唆使三叔公对咱家新买的货车搞破坏。看看我没说错吧？小谭怒道：“这2个王八蛋心眼坏透了，难怪我之前去茅厕，马军盛悄悄还跟我打听，问这边的情况，原来是没安好心。”被这件事一刺激，个个都很恼。冯英兵站了出来：“兄弟们跟我上，这种事情春明不方便出面，我们身为好朋友，肯定得替他平事儿，给马家兄妹一个教训。”小谭等人没说话，却也是跃跃欲试。大家冷静一点，别冲动。春明，你如果把我当兄弟，这事儿就别管了，哥们替你出头。说毕，他把手一挥，直冲不远处的马家。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有丝毫犹豫，跟着冲了过去。等到周春明赶过去，马君彪和马慧慧已经被摁在地上暴打，屋里乱成一团。手下留情，别把人给打坏了。马从良和周学芬见到这场面，都吓得瑟瑟发抖，远远的看着，不敢上前阻拦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对天发誓。马慧慧吓得直哆嗦，看到大哥和新女友在一起，梁兰香怒火中烧，直接冲上去大打出手，场面激烈的那叫一个心惊肉跳。大哥，你有啥心事？遇到了一点麻烦呗。瞧见他那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周春明乐了。大哥，有啥解决不了的事情，说给家里人听，我们肯定帮你。周春光挠了挠头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今天早上我得到了贾家的默许，就把小凤姑娘约了出来。听说如今处对象都流行去县城看电影，所以我就用自行车载着贾小凤，打算抄作业。万万没想到，刚出了镇子就被梁兰香给拦住了。梁兰香不仅骂我是个负心汉，还放话说只要我敢处一个对象，他就破坏一个。总之让他不爽了。我也甭想痛快，小凤姑娘有些不忿，跟对方吵了几句，还被梁兰香一把推倒在地上。小凤姑娘受了委屈，也不肯再去看电影，抹着眼泪回家了。我现在有些犯愁，要是让梁兰香继续折腾下去，我可就惨了，很有可能错过小凤姑娘。在我心中，能娶到贾小凤，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如此漂亮的姑娘，我从前压根就不敢惦记。听到大哥的抱怨，周春明却是冷笑起来。得不到就要毁掉是吧？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？大哥，你别担心，先吃饭，饭后我跟你去一趟梁家，
保证从今往后梁兰香不敢再骚扰你。周春光愣住了，他不晓得老四哪来的自信。不过这个弟弟不是普通人，我能有今天这待遇，也全都仰仗老四。所以他点了点头。吃过晚饭后，家里人听到周春光的遭遇，个个愤愤不平。哪有这样的？分手了还来纠缠，早晓得人品那么差，当初就不该跟他接触。三姐，你少说2句，没瞧见大哥正难受着吗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。那个最好不要动粗啊，本身关系已经闹得很僵了，别又结成仇人。妈，您想多了，几句话能搞定的事情，用不着打架。老五周春亮很激动，我也要去，我想知道四哥是怎么说服梁兰香的。兄弟3个朝着目的地赶去。梁兰香拿了一把铁锨，站在屋檐下，紧张的朝外张望。梁叔，出来聊几句，不用怕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就是聊点家常。我是做买卖的，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吗？听到这话，老梁头神色有些复杂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兰香这么干确实不对，可是你们也知道的，闺女长大了，不听老人家的话，我说话不管用啊，她不会听的。梁叔，你说的这些我可以理解，不过呢，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。如果梁兰香再打扰我大哥，破坏他的婚姻大事，那么我保证，梁叔你会犯事儿，搞不好得进去几年，而且他这辈子也甭想转正。老梁头骤闻此言，惊得浑身颤抖。什么？难道让人家拿到了什么把柄不成？周老四，你敢威胁我们？周春明漠然地看着他，那冰冷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。老梁头苦笑道：这话怎么说的？梁叔，你以前当过会计，群众中间早就有传闻，说你家猪羊成群，一年能卖2到3头肥猪，卖2到3茬的小猪仔，长大的羊也能卖4、5只。事情我不知真假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去肖书记面前对质一下。周春明的话把梁父吓尿了。这老梁头当官的时候，看似两袖清风，其实整天在队里分粮分地瓜，分各种物资的时候，弄一些手脚，有一部分东西不下账，剩下来的就是老杨头跟几个收队干部偷偷分了，利益均沾，几位都拿了好处，自然不会往外说。现如今老梁头也不干会计了，自然没人翻旧账。老梁头惊得浑身冒冷汗。春明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闺女做错了，我替她向你们道歉。梁母也吓得脸色狂变，浑身筛糠般颤抖。不好意思啊，该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们一定会管教好兰香。梁家的长辈已经低头认怂，所以周春明又把目光移向了梁兰香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也就是眼红贾小凤，不希望她跟我抢男人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否则的话自己掂量后果。梁兰香忙不迭的点头。本来打定主意跟周春光死磕到底，反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如今看来，只能再换一个相亲对象了。见状，周春光也是脸色复杂。梁兰香，瞧你干的好事，就今天，小凤姑娘差点跟我翻脸，我要是跟她闹掰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我记得你吹嘘过，前些年的时候，3毛钱1斤的小鱼干，你们家以前拿麻袋装，一般的社员根本没地方买。梁兰香郁闷的想吐血。春光，都是我的错，贾家住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道歉。不用了，你去岂不是火上浇油？只求你以后别来当搅屎棍，破坏人家的感情，那是很不道德的。梁兰香缩着脖子，哪里还敢吭声？看到事情解决了，周春明也无意滞留，立即往回赶。不过他们3人经过镇子的时候，意外遇到了新老六。六叔又喝高了吧？新老六愣了愣，借着月光才看清楚对方，立即嘿嘿笑了起来。是春明啊，我刚从丁家回来，不瞒你们说，事情办妥了，乡亲们等着吃喜酒吧。说毕，新老六得意的大笑了几声，朝着自家的屋子走去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也很诧异，这个速度够快的呀，毕竟这个丁把父比辛志强还要小2岁，当后妈的比继子都年轻，这就要让人看笑话了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事情就定了下来。春明，你跟新屠夫说些啥？我看他很得意的样子。大哥，这件事情我若是说出来，你可不要生气。我保证不生气。之前六叔找我喝酒，说是有意想娶丁楚红，就是你之前的初恋，相亲失败的那位。现如今貌似双方谈妥了。瞬间，周春光愣在了当场，他心里有些酸溜溜的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曾经的梦中情人会嫁给一个老官夫，而且是出名粗鲁的那位。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谁要让我选择，我更愿意选择纯洁漂亮的贾小凤。次日，省城火车站附近清真饭店。春明啊，你消息灵通，知道老许那边发生了啥事吗？这狗日的据说大发雷霆，在家里乱砸东西，还把约户剪烂，把鱼竿全部折断。他这是咋了？怎么抽那么大的风？告诉你也没啥，他家又被小偷光顾了，所有钱财被洗选一空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所以心态爆炸。我还以为他是因为老婆跟人跑了，还白帮人家养了20年闺女，所以发癫发狂。当然，这也有一部分原因。以前许正茂掌权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如履薄冰，不但卑微，而且成了全系统的笑话。现在局面完全翻转了过来，甚至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良好感觉。怀着前世的遗憾，我如今携彩礼，决心向李兰提亲。永红啊，恭喜你们了，闺女能嫁到那么好的夫家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。不是我吹，春明年少有为，是全市都数得着的棒小伙，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。赵永红笑得合不拢嘴。那是，春明条件确实好，我们这是高攀了。李兰也羞涩地低下了头。我瞧你们两家的意思，应该都没意见，那么事情就先定下来。李兰赶紧点头。
好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胖三嫂话锋一转，春明原来的计划是等到年底的时候办喜事，只是现如今他大哥那边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，所以呢，你们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办。这话说出来，赵永红和李兰都有些无语。李兰委屈巴巴地说：哥，你说咋办？我听你的。大哥那边还在处对象，小凤姑娘挺不错的，以我看事情大概率能成，只不过他俩要是结婚办喜事，最快也得到明年了。我也建议大哥不要着急成家，要多考验对方的人品。赵永红点头，有道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可以灵活一点，挑个黄道吉日把证给领了。办喜酒的事情先不急，完全可以等大哥摆完喜酒，咱们接着再摆。这主意不错，我看啊，到时喜酒跟满月酒一起摆。我同意，风俗归风俗，但是咱们不能那么死板。春明的想法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反正领了证以后就是合法的夫妻了，乡亲们也不能说啥。春光那边面子上也过得去。回去我跟大哥提一嘴，他应该不会反对。如果没啥意外，我跟李兰将在国庆节这段时间挑个好日子领证。下午时分，周春明跟李兰一起来到镇上的金店。两位同志，有什么能帮忙的？旁边这位是我的爱人，听说叶师傅手艺不错，所以就想来打几件金饰，结婚的时候用。你们放心，我这里童叟无欺，绝对信得过。今天预定的话，明早就能取货了。同志，请问您准备了黄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周春明神色淡然，从兜里拿出一个盒子，里面赫然是金条。那么叶师傅你先忙，明天我爱人过来拿成品，到时候再给你支付尾款。叶明发赶紧点头。不好意思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是个体户，不是哪个单位的。走了。目送着越野车离开，叶明发脸色震撼。个体户，厉害啊！听这小伙的口音，正是本地人。咱们小小的玉林县，居然卧虎藏龙。下午，周春明回到了药材站，没想到他却看见三姐如今坐在院子茶棚底下，旁边还站着周朝旺、赵信才和老狗。什么情况啊？全跑我店里来了。看到他走进来，周朝旺顿时来劲。老四，你来给评一评理，这老狗有事没事，整天骚扰春香，我该不该揍他？老狗也很不服气。干嘛？我犯了哪条天规？春香没对象，不允许我追她吗？有你那么干的吗？春香明明拒绝了你，你每次赶集都跑来骚扰，一次又一次的，能要点脸吗？就是春香对你没兴趣。三姐，你怎么看？不能影响我做买卖，这是前提。而且我早就说过了，目前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。听到他的话，三个男人都沉默了。春香，你考虑一下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且你就算要2000块钱彩礼，我也立即拿给你。这下子老狗傻眼啊！2000块钱彩礼？赵信才也是一脸懵逼。狗约的周朝旺，你发疯了不成？要是追女孩都这么晚，婚恋市场还不得乱套啊！就连周春香也一脸诧异，完全没想到周朝旺的决心是如此的大。估计他这阵子逮蝎子和摘金银花挣的钱也就这个数字了，把所有家底都砸出来，一般人可做不到。老狗很不服气，我不信，你扯淡呢！你咋不说拿2万块钱彩礼呢？钱我都存进银行了，谁想看的话，跟我去家里拿存折。这话一说出来，老狗顿时哑口无言。看样子这小子还真没扯谎，确实攒了一笔老炮本。周春明呵呵一笑，调侃道：三姐，你听听，2000块钱彩礼哦，怎么样？不考虑一下吗？朝旺哥，你对我挺好，我很感谢你。不过呢，我希望我将来的男人至少也是个万元户。这话一说出来，老狗立即心碎了。赵信才也摇头叹气，貌似想放弃了。倒是周朝旺眼中闪过一抹决绝。好，那我就争取成为万元户。春香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达到你的要求。赵信才摇了摇头。朝旺啊，你冷静一点，天气冷的时候，气温降到10度以下，蝎子就开始冬眠。而且金银花这些药材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只是靠着这2样挣大钱，只能说难度比较大。老狗冷哼了一声。周朝啊，你不是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上班吗？你哪有时间干私活？我怎么觉得再给你5年、10年，你也成不了万元户。狗眼看人低是吧？供销社这点工资，说实话我看不上，我要跟春明混出个名堂来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周春明不禁乐了。没想到朝旺哥如此有决断。朝旺哥，我劝你谨慎一些，铁饭碗来之不易，你可别轻易砸了哦。对啊，我同意春香的话，周朝旺你别冲动。周朝旺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又把目光移向周春明。春明，你帮一帮我，带我发财。周春明没吭声，只是笑了笑。路边，朝旺哥，你先保持冷静，仔细考虑一下。如果3天之后还是决定跟我干，那么到时候咱们再商量。我先回去想想，再跟父母商量一下。主要是我在单位里面跟领导不对付，总是被穿小鞋，已经快憋出毛病来了。周春明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。朝旺哥，只要你愿意来，我肯定欢迎。如果举棋不定，那也不勉强，人各有志嘛。随后众人散去，老狗也低垂着脑袋离开。既然当不上万元户，满足不了周春香的条件，我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的必要。赵信才却是神色复杂，走了过来。春明啊，我放弃了，你三姐这条件不是一般人能够得着的。不过不影响咱哥俩的感情。春明，你认识姑娘多，有合适的话，记得给哥介绍一个。周春明微笑道：拉皮条的事情我可不干，要不这样，
回头我跟胖三嫂说一声，让她替你物色媳妇，以照哥你的条件，100%有姑娘相中你。哎，春明，你这话我爱听。哥们要是娶上了媳妇，你记头功，回头哥送你2只刺野鸡，不要钱。随后赵信才笑眯眯的离开。短短2个月，许正茂从高处跌落深渊，养了20多年的女儿还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心有不甘的许正茂气冲冲的找到了易建波。易建波，你这个王八犊子，答应我的事情你到底办没有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小子再敢拖延，咱们也甭谈了，直接去纪委坐着喝茶聊天。老许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上回你说的100公斤钢材，不好意思，办不到。如今上头查的证件太多人盯着，而且市里的钢铁企业最近也更换了一把手，我跟此人还不熟悉。闻言，许正茂险些暴走。狗约的易建波，你找嘎，把老子逼上绝路，你小子绝没好果子吃。不过呢，我是真心诚意的，想要弥补你。这2天我考虑了一下，有个比较合适的方案，你看100张彩电票怎么样？国产的。本来火气上冲的许正茂顿时眼前一亮。100张国产彩电票，现如今一台18英寸的国产彩电平价需要1500块左右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，属于是奢侈品。在倒爷手里，一张这种彩电票就得500到600块，貌似价格惊人，实际上完全供不应求。毕竟身为省会城市，本市的总人口早就超过100万，市区范围的人口也有80多万，消化掉100张彩电票，那简直太轻松。哪怕不能独吞所有利润，挣个3万或者4万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启动资金一下子就到位了。怎么样，老许，你考虑一下，反正你的目的只是挣钱而已，不是非得碰钢材不可。这玩意还更简单，目标也小，也更安全。那行，你什么时候给我这100张票？1个小时后，你去新竹路找白鹿拿吧。这件事以后，咱们谁也不欠谁，过往的恩怨算是两清了，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闻言，许正茂重重的哼了一声。老许，就当下的物价而言，补偿几万块钱已经很够意思了。半个钟头后，许正茂找到了许白鹿。白鹿，是我来拿东西。此时的许白鹿把门打开，再次见到闺女，老许心情有些复杂。虽然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，可不是许家的种。嘿，造化弄人啊！哇，你来的还真快，东西到我手里还没捂热乎呢，你就来拍门了。许正茂贼尴尬，抬脚走进了屋里。那什么，东西给我，我立马就回去，不打扰你休息。急什么急？咱们谈一谈呗。闻言，许正茂傻眼了。这有啥好谈的？难道这块肥肉你也想咬一口？这些票券我已经看过了，挣个小几万块不成问题。不过爸，你没有渠道，很难出手，不如统统交给我，让我也跟着沾光，好歹挣点差价。许正茂跟闺女谈判，辛志强也到了周家。志强，有急事吗？老板，有状况，那个丁楚河想要报复你。哦，怎么说？上回丁楚河跑到大队告状，让生产队上门催收，逼着你们家交出往年拖欠队里的款项，只是没有得逞，反而被刘木匠找人教训了一顿。丁楚河挨揍的时候是被麻袋套着头的，理论上他应该不知道究竟是哪些人下的手，难道这其中出了啥岔子？那天家具厂的学徒工跑去痛揍丁楚河，回来的时候被人给瞧见了，这事儿才露了馅。丁楚河又不是傻子，他得罪了你们家，而老板你正是家具厂的大股东，哪怕不是您的意思，刘木匠替好兄弟出头，那也合情合理。你是从哪得来的消息？该不会是你那个后妈丁楚红说的吧？那倒不是，丁楚河那狗东西还躺在住院部，不过他嘴巴馋，想吃好的，让我爸想办法。我爸倒是想讨好这位，只是4个不小心喝高了，实在走不动，所以就让我拿荷叶包了些卤菜送去医院那边。我到的时候恰好碰到丁楚红去探望他哥，两人在一起嘀咕。那他打算怎么弄？用啥手段？说是找个机会，半夜跑到你家责任田里撒生石灰，大量的撒。瞬间，周春明懂了，原来这货如此阴险。石灰具有碱性，以前确实有农户把极少的石灰深翻进土里，用来烧死害虫和虫卵，或者改善酸性土质。但是如果大量的撒石灰，可能会烧伤种子和庄稼，造成减产。经过这番操作，也会加速土壤碱化，破坏土地的肥沃，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。这丁楚河的心肠那是相当歹毒，搞不好会造成这些责任田颗粒无收，而且往后也不好种庄稼了。可以啊，够阴损的，符合他的风格。不过志强，你这样告诉我，不怕你爸生气吗？等事情过了，我再跟他坦白。丁家兄妹这2人都不是良善之辈，跟这种小人结亲戚，那是会倒大霉的。看来还是志强你脑子比较清醒，是非分明。随后，周春明带着辛志强一起找到了公安特派员赵根生。听到辛志强的描述，赵根生怒了：无法无天，破坏农耕是犯罪行为，这个姓丁的简直找嘎！小赵同志，你很有正义感，我很欣赏。就现在这情况，该怎么处置？明天我去警告他，如果他仍旧执迷不悟，等待他的将是严肃的处理，单位也会将他开除。估计经过这番警告，丁楚河也不敢再动歪脑筋，否则的话，他在木器厂的工作肯定保不住。当下敢于砸自己铁饭碗的人并不多。第2天，周春明来到药材站，此时的李兰已经在等着了。哥，我去叶师傅那里把所有首饰都领回来了，我回家戴上了，照着镜子看了看，式样比想象的还要好看，而且人家还赠送了一个红铜盒子，里面垫着绒布，让我好好保存这些东西。你喜欢就好。上一世我错过了李兰，
这一世我只希望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必须好好呵护这个单纯善良的姑娘。春明哥，有空来家里吃饭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妈交代了，让我好好服侍你，一切都听你的，以后给你多生几个娃儿。李兰的话让周春明心情愉快。小兰，孩子不着急，你现在以学业为重，还有咱趁着年轻搞钱才是王道。李兰似懂非懂的点头。哥，我都听你的。周朝望决意放弃铁饭碗，毅然投身万元户之旅，只为得到心仪的三姐周春香。春明，事情解决了，我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，他们都同意我从单位跳出来做生意。本来我的意思是直接辞职不干，但是领导劝我办个停薪留职的手续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哦，还有这回事？停薪留职是新事物，要到83年才下文件执行。到了90年代初，大量集体企业效益滑坡，职工纷纷自谋出路，引发了一波停薪留职的浪潮。难道说这个世界因为我的重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调整？1980年出现这个，确实有点超前了。没错，我考虑过了，这样做更稳妥。春明，我什么时候到药材站上班？朝望哥，你是自己人，我肯定得照顾你。要不这样，你先跟杨殿峰他们跑业务，收购药材拿提成，看看能适应吗？听到这个，周朝望大喜。能啊，必须能。老杨他们我是知道的，每天下到各个生产队，确实挺辛苦，但是钱没少挣。现在不知道多少人想来咱们药材站当业务员。我给你定个目标，先当上业务小组的组长，干得好的话，我不介意给你管个把站点。闻言，周朝望满心欢喜。真要能这样的话，那就发达了。什么狗屁万元户，只是小意思。停薪留职这4个字钻进赵信才的耳朵里，这一刻，赵信才有些心动。不过，我只是大队里的仓库保管员，不是什么集体企业的员工，哪怕有相应的政策，也轮不到我。保留原本的岗位，自己跑出去捞外快，显然不太可能。朝望，咱们还是兄弟嘛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杨殿峰他们能挣多少钱？一定不少吧？你可别问我，问春明吧。赵哥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说个实话，老杨每个月挣的提成是你工资的20倍到40倍之间，人家一个月顶你2年、3年，甚至是4年的工资。赵信才震惊，两眼瞪得溜圆。真度假度？春明能哄你，药材站新买的那3辆车，你没看到？那是纸糊的。赵信才艰难地咽了口唾沫。没错，那2辆崭新的东风货车和绿色越野车已经成了镇子上热议的话题。那这样，朝望兄弟，你先去试一试水，混得好的话，再带一带我。这年头想发财不犯忌讳。闻言，周春明和周朝望都哈哈大笑。一个月能挣2-3年的工资，也足够令人疯狂。哪怕只干个3-5年，那也发达了。当个狗屁仓库保管员，整天面对着麻袋和耗子，烦也烦死了。有个毛线的前途？有舍才有的吗？这是咱们不着急，慢慢来。那你赶紧催胖三嫂，我这等着处对象呢。小赵，我看你也不用想太多，就开个养殖场，专门养鹧鸪、野鸡、鹌鹑之类的。你不是最会抓那些小玩意的吗？朝望，你也甭笑话我，养鹌鹑要喂小米的。以前粮食不够，受条件限制，现在土地承包到户了。按照春明的说法，以后家家户户余粮吃不完，我完全可以一边跟他倒腾药材，一边在家里养鹌鹑，两头都赚钱。没毛病，赵哥有生意头脑。现如今开始搞经济挂帅，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只要能挣到钱，又不犯法，干什么行业其实无所谓。你瞧瞧，还是春明懂我。行吧，回头咱就这么干。第二天，高继伟火急火燎地从省城赶来。老板，许正冒瞎失窃的事，应该找到嫌疑犯了，是吗？张副科长露出马脚了。没错，这小子最近买了辆全新的摩托，到哪儿都骑着，非常的拉风。现如今，私人想拥有摩托比较难，随便一辆就要几千块，能玩得起摩托的，必须是有钱人，基本上得拥有万元户的财力。张远虽然是个干部，但是他是刚刚走马上任，而且收入也不高，凭着正常的工资收入，根本不用奢望买这玩意。他这么高调张扬，不怕别人怀疑吗？张远跟人家说，这是发小的车，人家出国去了，闲置着太浪费，于是借给他开。周春明乐了，这小子还挺狡猾，如此扯淡的理由，居然也想得出来。张副科长的嘴，哄人的鬼。基本可以肯定，买摩托车的钱是从老许家里搞的，但是那笔钱本来就不干净，所以老许除了气得跳脚，也没别的办法。就算想要报复，也只能玩阴招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梅丽华伤愈出院了，就在今早上，他闺女最近似乎挣了不少，甚至开始学驾驶，貌似有计划要买车。知道许白露在倒腾什么吗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一哥也不可能告诉我。不过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盯着庞四就行。这秃瓢是许知星的下线，无论他倒卖什么东西，源头大概率都来自于许白露。而且最近几天，我也正在调查庞四，整理出了一份详细资料，在下次碰头的时候再交到你的手里。好的，小高，你先回去。许白露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即汇报。送走了高继伟。这个时候，走进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姑娘。这位女同志，你找谁？来者未语先笑，却是直勾勾地盯着周春明。我是月月啊，怎么了？贵人多忘事，春
春明，你忘了老同学吗？听到这话，周春明顿时恍然，原来是你，女大18变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我听说你招工进了市里食品厂，怎么有空回来？没想到啊，当年那个穷小子，如今居然成了大老板。我听人说了，还是不敢相信，所以特地过来看一看。没那么夸张，做点小生意而已，上不得台面。你知道吗？从小我就很欣赏你，知道你绝非是池中物。要不是听说你订婚了，我都想做你的女人。月月，有事不必绕弯子，直接说就行了。是这样的，其实我除了在厂里上班，还开始搞个体，也做生意，就是手头紧，缺一笔钱来周转。你借给我1万块钱，我给你高利息，每天100块，怎么样？对方的话让周春明心中冷笑。我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个人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敢露富，100%的有人上门借钱，而且借口五花八门。直觉告诉我，眼前这个老同学绝对是个坑货，就是想来骗钱的。做什么生意啊？需要用这么多钱？这个你就甭管了，反正我很快就还给你，最多不超过1个礼拜。1个礼拜你白赚700块，怎么样？划算吧？听起来条件不错呀。那你还磨蹭什么？还说是老同学呢？据我观察，你这药材占1天的流水就不止1万块了。小张同志，我有个原则，不管是谁来借钱都免谈。小学同学得知我是万元户后，竟想以美色为借口，企图从我这里骗取2万块，我果断将其轰出门外。你借给我1万块钱，我给你高利息，每天100块，怎么样？做什么生意啊？需要用这么多钱？直觉告诉我，眼前这个老同学绝对是个坑货，就是想来骗钱的。这个你就甭管了，反正我很快就还给你，最多不超过1个礼拜。1个礼拜你白赚700块，怎么样？划算吧？听起来条件不错呀。那你还磨蹭什么？还说是老同学呢？据我观察，你这药材占1天的流水就不止1万块了。小张同志，我有个原则，不管是谁来借钱都免谈，更何况你也看到了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药材，我的资金也有些吃紧。被当场拒绝了，张月月脸色一沉，却没有当场发作。这点钱对于你来说只是个小数目吧？听说你买3辆车都花了5、6万，是不是怕我不还钱，故意找借口？买这3辆车真没花那么多钱，不晓得是谁在外面乱造谣。张月月这个套路在现如今还是蛮能哄人的，利用高利息骗钱。毕竟现在的普通百姓基本上还挺单纯，没那么多坏心思，只要敢借给他，分分钟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没有以后了。看到周春明不说话，张月月有些着急，她走到周春明身边，十分妩媚。不如这样，你借给我2万块钱，晚上你来我家，想干啥都行，我爸妈跟我分开住，互相不影响的。我操，好家伙，为了坑钱他还真是豁得出去。天，小张同志，你不用这样考验我，我跟你不熟，也绝不向外借钱，就这样吧。霎时张月月被惹恼了。姓周的，老娘找你借钱，那是瞧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你是怎么混的？周春明都懒得理他，想骗钱不成就恼羞成怒了，你丫咋不去抢？听到茶棚里的吵闹，辛志强小跑过来，当场把这女人拎了出去。张月月挨撵出去以后，显然很不甘心，在外面骂骂咧咧的，非常没有形象。这个时候，杨殿峰领着2袋药材回来了，瞧见这状况，他嘿嘿笑了2声。张月月被这人盯得很不自在，不到半分钟，立即转身走人。老杨，朝望哥是我的好兄弟，你得多用心叫他。明白，春明哥一切都交给我。周朝望也毫不含糊，当场给老杨拿了1条牡丹烟，这下子可把老杨高兴坏了。老板，你咋认识老张书记的闺女？以前的小学同学。怎么了？合着你知道他的事情？这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敢跑来刺诱我，张口就借2万块钱的女人，能是一般人？肯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。这张月月在市里食品厂干活，不过她觉得自己颇有姿色，不甘于平庸，所以就主动勾搭副厂长，想抱上大腿。副厂长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，哪里顶得住这样的攻势？半推半就之下，就陷入了温柔乡里。随即在小老头的扶持下，当上了主任。之后张月月在车间就整箱的弄出去偷卖，时间一长，张主任被对头盯上，举报到了厂里。虽然有副厂长庇护着，但是他仍旧难逃被罚款、被开除的命运。丢了工作之后，他原先处着的对象因此嫌弃他，2人大吵了一架，分手了。他的老张头知道以后，气得吃不下饭，直接病倒了。听完老杨的话，周春明挺无语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像他这样到处交男朋友，一个流氓最跑不掉了。若是遇上严打，下场不会太好。只是我现在可没兴趣管闲事。另一边，省城许正茂家里，2位都是他曾经的亲戚。许大哥，瞧您这气色，家里有喜事。刚发了一笔小财，不算啥，不算啥。闺女负责把100张彩电票卖出去，先给了我2万5千块钱预付款，
等到买卖做成了，再给剩下的款项。谁说咸鱼不能翻身？老许我要发大财。你做啥生意？现在不能说，以后再告诉你们。彭传林显得有些失望，商路远却没感到奇怪。哥，你今天叫我俩过来是为了啥事？许正茂语气沉重。你俩以前是我的左臂右膀，徐某很感谢。今天叫二位过来，主要是想请你们帮忙，找社会上的朋友，把张元这个杂种给我收拾了。彭传林艰难地咽了咽唾沫。许大哥，惹谁不好，去惹这位，简直找嘎！张元那是一般人吗？身手非常的强悍，几个壮汉都近不了身，而且精通一招制敌，还在战场上磨练过。最可怕的还是这货极端的性格，跟疯狗没区别，发飙起来那是逮谁要谁。老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张元这个杂种把我家给偷了，家里1分钱没剩下。哥，你咋会判断是张元那王八蛋干的呢？顿时，徐正茂咬牙切齿，脸色显得很狰狞。狗约的张元最近买了辆摩托车，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了。二人同时震惊，以张元那点工资和积蓄，能不能买个轮胎还不好说。相信他能买得起摩托，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。我明白了，张元偷了许大哥的钱，拿去买了摩托车。他跟人说这是朋友借给他开的，你们相信吗？这理由太扯淡了。在当下，放眼整个省城，有实力开摩托车的小青年也寥寥无几，根本不可能买回来不开，而是发扬风格，借给朋友开。开上这玩意，甭提多拉风了。想泡个妹子，处个对象，还不是轻轻松松，哪怕是厂花，也愿意坐上去兜风。这姓张的还会开锁？他未必会，但是有人会就行了。商哥，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们财务科失窃的那张报销单据。甭管是不是他，我看这小子不爽很久了。你俩替我找人，我出1000块，甚至2000块，狠狠地收拾他。我操！彭传林眼珠子转了转，开始考虑这件事。找社会的闲散人员，反城知青或者混子去围殴张元，恐怕很容易翻车，到时候会把我们也一起牵扯进去，被张元这种小人报复，那滋味可难受得很。商路远也一脸为难。且不说钱多钱少的问题，基本上张元等同于亡命徒，谁敢跟他硬碰硬？怎么，很为难吗？哥，我也恨张元，恨不得拧下他的狗头当球踢，可这是个瘟神，招惹不得啊。我有个好办法，可以让他气得爆炸。啥办法？他不是爱偷东西吗？咱们也偷他的摩托，不用找开锁匠，就整辆车抬进货车厢，拉到河边给扔下去。他不敢报警的，因为车子来路不正，以他的收入根本买不起。真要追查起来，分分钟吃不了兜着走。徐正茂眼前一亮，整个人激动起来。小鹏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小子是个人才啊，这种歪点子都想得出来。哥们服了，一辆摩托几千块钱，骤然给扔进河里，直接就报废了。估计到那时，张元这个小兔崽子得气到冒烟。老爸，我家里出了点事情，马上得回去看看。什么事？秦五嫂跑来闹，我爸有点招架不住。闻言，周春明乐了。秦五嫂可是新屠夫的旧情人，之前2人钻玉米地，险些被逮的现行。瞧这情况，估计是新老六砸大价钱要娶我哥初恋的事情传到了秦五嫂耳中。行，我跟你去看一看。不到5分钟，两人就来到了事发地点。秦五嫂怒道：新老六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！一是把这臭婊子给蹬了，跟我领证登记；二是把你的所有积蓄给我当补偿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去公社告发你，说你对我耍流氓，你被拉去枪毙都不奇怪。听到这话，周春明也吓了一跳。这风韵少妇够泼辣的呀，这是想要把新屠夫逼上了绝路啊！秦五嫂的激烈反应吓到了新家父子。新老六求助似的看向周春明：春明兄弟，你看该怎么办？志强，你看着这里，我跟六叔出去聊2句。六叔，这状况你得慎重对待，否则的话会出大事的。新老六赶紧点头。春明啊，若是任由秦五嫂走极端，那么我就惨了，身败名裂是一定的，摊上流氓罪可就不是邮件那么简单，甚至会丢了小命。你给出个主意呗，叔该选谁？换成我的话，我都不要。新老六当场愣住。怎么说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六叔，你如果真娶了丁寡妇，以后只会麻烦不断，光是那个大舅哥就不好应付。闻言，新老六使劲点头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丁书和不是杀生有的等，两家还没结亲家呢，丁书和就使唤上我了。摊上这种大舅哥，谁能不头疼？在木器厂里面，这姓丁的就不招人待见，想法太多了，而且为人特别阴损，谁也不愿跟他沾边。那么秦五嫂那边又怎么说？刚才他表态了，说是愿意离婚，想跟我在一起。那孩子怎么办？他可是有2、3个孩子的吧？秦经说都带过来，以后让我养他有1双儿女，大女儿都6年级了，小儿子才几岁，说是可以跟我姓，以后给我养老。周春明笑了，而且笑得很大声。六叔，你想听真话，
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，快说。那行，你知道多尔衮吗？就是以前大清摄政王帮人家养儿子的那个。叔是个大老粗，就没念过几天书，杀猪刀倒是拿了几十年。多尔衮跟孝庄在一起以后，辅佐他的儿子顺治帝，结果到最后，多尔衮意外坠马生重而亡，甚至被顺治派人闹到这种地步，还有啥意思啊？像这种权倾朝野的大人物都搞不定的事情，你一个小小的屠夫又怎么敢呢？辛老六擦了擦冷汗，受教了。春明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事儿不能干。继子这种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容我再琢磨一下。思考了片刻，辛老六缓缓迈步进屋，不到半小时，丁楚红和秦五嫂都先后离开。不过他俩都是神情沮丧，非常郁闷的样子。辛志强跟过来，也松了一口气。事情都解决了，解决了。我爸给了他俩每人一个信封，说是就此打住，以后不再来往，既不会娶丁楚红，也不碰秦五嫂。闻言，周春明挑起大拇指，六叔果然是个狠人，同时甩了俩女人，厉害啊！那信封里面80%就是分手费了，具体金额是多少，还真不方便打听。不过应该能令秦五嫂和丁楚红满意，毕竟老屠夫这些年来攒了不少钱。这个时候，辛老六也走出来，看着女人们离开的方向，脸色有些惆怅。春明兄弟，待会儿我卤一只猪头，你留下来喝酒。今天要不是你提醒，说险些要栽跟头，多谢你了。从志强家出来，路过国营饭店的时候，周春明意外的发现胖三嫂领着吕双梅走出来，身后跟着赵信才。瞧这阵仗，貌似是相亲啊！没想到胖三嫂效率这么高，立即就给赵信才安排上了，有点意思。赵信才看到周春明后，立即跑过来。春明，呸，巧了。赵哥，相亲呢？这是吕姑娘，说是刚进农机厂上班，她母亲是咱们公社的胡主任。这个我知道，谈的咋样？成了没有？人家眼光高得很，没瞧上我，我也不喜欢这类。我跟三嫂说了，劳驾她帮打听一下，贾小凤有没有姐姐妹妹，起码长相要过得去吗？听到这话，周春明差点笑出声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原先赵信才爱慕的对象是我姐这种小美女，突然给换成了吕双美，等于是审美降级。关键是吕姑娘还没看中她，这就有点伤自尊了。赵哥，上回你说要加入我们，考虑好没有？你要是真的来了，找个漂亮对象不成问题。赵信才来劲了，是吗？骗你是小狗。今天朝旺哥来了，已经跟老杨去跑业务。我也不瞒你，1周之内对面会开一家个体药材站，是我跟高医师合伙的，咱们正缺人手呢。闻言，赵信才目瞪口呆。个体药材站，这估计得是全县，甚至是全市首家吧？可以啊，回去我认真考虑一下。我原先还打算等周朝旺试水，看看他一个月能挣多少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新药材站的站长让我当呗。我虽然不太懂药材，但是我肯用心学。到时再说，放心吧，我还能亏待得了你。赵哥，我再给你提个醒，包产到户以后，生产队已经形同虚设，大队也一样，到时候家家有粮仓，各级仓库不必存在。听到这话，赵信才惊出了一身汗。有道理，说的没毛病啊。现如今大家刚分到责任田，趋势还没那么明显，但是各个生产队的负责人都成了闲散人员，再往后面公社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。我这是要失业的节奏。看到赵信才面色凝重，周春明心中轻笑了2声。两人聊天的同时，远在新围镇的丁楚和气炸。畜生啊，又是那个周老四，这是跟老子杠上了吗？迟早有一天，老子得给他来个3刀6斗。他的媳妇孙小苗也是气鼓鼓，满脸的怨怼。原先说好了，老屠夫会娶我妹妹，还会给双倍彩礼，甚至买新式的家用电器，什么电视机、洗衣机、收录机之类的，还承诺把老房子翻修，把新房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到时结婚摆酒也会宰2只肥猪。本来准备好再嫁一次，又当新娘的妹妹居然被退婚了。哥，你别惹周春明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可听说了，人家背后有人，公社一把手跟他关系铁，而且药材站的招牌还是市里大领导题词的。顿时，丁楚和表情一致。老公，还是算了，咱们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好歹新老六那老货还赔了一笔钱，咱们也没吃亏。兄妹，你那笔钱给嫂子帮你拿着，一是避免你乱花，二是你吃住都在家里，伙食费得从里面扣。丁导卖彩电票挣了一大笔的许白露正在洋洋得意，却不知我早已找上门，准备给他上一课。春明，叔对不住你啊，最迟3天内，咱们药酒厂也会在镇上设点，收购蝎子啥的。厂里的领导拍板做决定，打算在扩大生产的同时，把成本降下来。当然，厂里还开发了其他保健酒系列，比如三蛇酒、隔界酒，也都要收购原材料的。没啥，你们随意就行了，我还有别的挣钱门路，又不光靠药材站。李金莲露出了笑容。那行，年轻人就是敢闯敢拼，有本事啊！叔已经老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不至于，叔你先忙，有机会我去你家吃饭，到时咱们再聊。目送着这位离开，李兰有些担忧。哥，这又来了2家收蝎子的，咱们该咋办？问题不大，
咱们药材站的主要利润点并不是蝎子，回头我跟肖书记商量一下，看看除了桂圆肉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合作的项目。咱们要懂得抓大放小，不要在小事情上面跟人家斤斤计较。那我明白了。李兰点了点头。再过个把月，龙眼的采摘季节就结束了，届时业务的重心肯定得跟着调整。看来经营布店的计划要提前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要想办法让小叔再帮我弄一副领导题字，如果又能请到邹正义题字，生意就稳妥了。随后周春明坐着大悦直接赶往省城。许白鹿最近倒卖彩电票，挣钱挣得飞起。什么狗屁万元户，简直弱爆了！再过半年，我希望看到周春明从北湖大桥一跃而下，来个自由落体，哈哈哈！眼看着快到了下午茶时间，外边突然有人拍门。谁呀？不说不开门。许知青，我是周春明，找你有点事儿。不，许白鹿郁闷的快吐血了。姓周的王八蛋，你阴魂不散了是吧？滚犊子！我不想见你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淡定点，生气容易长皱纹，那样就不漂亮喽。我来找你呢，是想拿一张大件指标，彩电票你有的吧？许白鹿愣住了。现如今想购买大件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票券，叫做大件指标，彩电票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小农民是咋知道我手头上有这玩意？倒卖彩电票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，不但我会倒大霉，而且搞不好还会牵扯到许正茂和继父易建波。狗日的周春明，太可怕了！许白鹿无奈把客人迎了进来。坐吧，我很好奇，你是从哪里打听到这消息的？拿来就完事了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小叔要结婚，我答应过的，要送他一台彩色电视机。许白鹿那叫一个气啊！简直难以置信，这小农民居然知道我那么多秘密，到底是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，还是庞四当了叛徒，又或者是许正茂那边出了啥纰漏？如果我说没有呢？那我就找别人呗，大不了花点钱，又不是只有你家有。不过呢，你掂量一下后果。听到这话，许白鹿身子凉了半截。我可是好几次领教过这小农民的手段了，现如今钱少武还在看守所里呢，我100%的相信，只要自己敢拒绝，很快自己就会成为钱少武第二。艰难的咽了咽唾沫，许白鹿叹了一口气。难道眼前这小农民是自己命里注定的克星？但凡是遇到他，准没好果子吃。磨蹭了半天，他终于很不情愿的拿来了一张彩电票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你不想让我知道的我都知道。闻言，许白鹿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钱呢？拿钱来！你既然敢来，肯定知道在市面上这张票价值多少。我也不坑你，你给个成本价500块钱。咱俩谁跟谁啊？谈钱多伤感情，就当是封口费呗。万一哪天我喝高了，跟父老乡亲们到处说这件事，你损失的可就不止500块喽。霎时，许白鹿漂亮的脸蛋黑如锅底，眨个眼的功夫，周春明已经离开。姓周的，以后别上这儿来，我家不欢迎你。